好热。云洛家只感觉自己在火里被炙烤，热得浑身难受。胆子可真够大的，我看你是活够了。云洛家艰难地睁开了双眼，刚一睁眼，就看到一只手带着凌厉的掌风向着他的面门袭来。大哥，等等，别这么暴躁啊！他动作利落，一把抓住那只手臂，大拇指快准狠，找准穴位按了下去。那双手臂快速软了下来，接着就被云洛家举到了头顶。此刻云洛家感觉脑袋晕乎乎的，他猛地甩了甩头，快速捕捉到了几个关键点。他穿越到了李王朝，是丞相府刚刚找回来3天的痴傻嫡女，今天跟着贾千金来参加贵妃的赏花宴，结果被算计中药了。你哪来的疯女人？男人狠狠地瞪着云洛家，可是被云洛家按了穴位，手臂麻了，使不上劲儿。云洛家的身体好似在被灼烧，一种难言的感觉在逐渐吞噬他的理智。云洛家轻身贴近男人，寻求他身上的凉意，声音也不受控的娇软。帮个忙，解开我的穴。这里是皇宫，他的药不解的话，这个样子出去随时都可能没命。他用仅剩的理智立刻做了选择，身上的药必须马上解。身下的这个男人好看，他不吃亏。他把自己的衣服扯得差不多，就一把扯开男人的衣服，咬着牙低头喊了一句：不需要你负责，你若是需要负责，去丞相府找我。君清燕没想到自己会沦落到被一个女人给糟蹋了，说出去他这张脸算是不能要了。片刻后，解药工具人用完，云洛家快速地套上外衣，还贴心地给男人整理好了衣服，用被子把男人裹了起来。身为神秘古医世家嫡传人的云洛家，不仅从小医术天赋极高，听力更是天生的好。他隐约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往这边而来，捉奸的时间算得倒还挺准的。要不是这个男人不太行，他们来的时候刚好的确是可以捉奸在床。得罪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有机会还你。你不会有命还人情的。君清燕此时手臂还使不上劲儿，要不然的话，云洛家只怕要当场丧命。嘘，无奈之举，尽量。既然这男人不配合，那就只能用下策了。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云洛家嘴上说着见谅，却是动作利索，把男人连被子一起拖下床。君清燕连着被子跌落在床下，身上滚落出一块玉佩。云洛家捡起玉佩，瞳孔瞬间放大，这不就是他摸了一下就穿越而来的那个玉佩吗？这玉佩你……话没问出口，脚步声就已经到门外，他赶紧把君清燕塞到床底。大殿的门被打开的一瞬间，云洛家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大殿内。殿外的风吹起床单，床底的君清燕认命般的闭上眼睛，缓慢抬起手，扯出嘴里的水蓝色肚兜，咬紧了牙关。丞相府，好得很呐，这个女人死定了。你不是说姐姐过来这边休息的吗？人呢？我明明是看着七小姐进屋的，人在哪儿啊？就是云梦瑶安排了一个男人在这里跟云洛家苟合，云洛家那个傻子冬青是亲眼看着他进去，他根本就不可能逃脱。啊，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啊？赏花宴结束了？姐姐，你喝多了怎么没躺着休息啊？我还以为你走丢了，正担心着呢。哼，是担心我走丢了，还是担心自己给我下的药没用啊？你带着这么多人来这里，不会是做了什么龌龊安排，故意想毁我名声吧？姐姐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给你下药了？你这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这云洛家不是一个傻子吗？怎么现在看着非但不傻，还知道他给他下了药？哦，我好好在这，你很失望呀？让你失望了，真是不好意思了。宫里不方便搞事，云洛家转身便走。婚宴结束了，那我就先回府了，你跟上。云洛家远远的看到有个侍卫推着轮椅过来，从他身边经过时，他低低说了一句：在床底。君清燕的贴身侍卫没明白云洛家的意思，扭头看向云洛家，却猛然醒悟过来，推着轮椅快速往那边宫殿走去。王爷，属下该死吗？君清燕的眼神扫了过来，想到方才被那个女人欺辱至此，不由得气笑了。
先活会儿。出宫，去丞相府。大林子有些疑惑。哎，王爷不是从来不和丞相府来往，怎么突然要去丞相府？看了一眼君清燕手里的肚兜，欲言又止。多话。突然去丞相府，当然是让那个大言不惭、不知羞耻的女人负责。你们主仆俩做的事情我都清楚，我警告你们，以后少惹我，不然，到时候你们纤细的脖子就会这样嘎嘣一下了。云落家松开两个人，懒洋洋地开口：“想安稳的活着，就给我安分守己点儿，少惹我。”七小姐，您回来了，快跟我回院子里去。宁远侯世子在前厅和老爷闹着要退婚呢。云落家想到了今天的那个男人，万一找上他负责，他不能翻脸不认账。去看看。哎，我的小姐，这可不是你能出面的场合。老夫人交代了，让你们赶紧回自己的院子。云落家不理会墨兰，自顾自地继续往前厅走去。青鸾跟他说过，这穆北巡是个十足的纨绔，他吃喝玩乐、打马遛鸟，一点正经事不干。正妻还没娶，府中已经有了8个田房，是个色批。这个婚他肯定是要退的。不要以为你是宁远侯世子就可以这样羞辱我家七妹妹。我七妹妹是比一般人要简单纯良些，并非傻子。哥哥们好。佳儿，你怎么过来了？云华旭蹙眉看向云落家，眼底带着担忧之色。我有事情要说，爹爹别着急。世子脸色暗淡无光，眼睑与面部浮肿，眼下青灰一片，是纵情过度肾虚之症状。你身体这么虚，想娶我都不嫁。这婚要退便退，只不过是我退你穆北巡的婚，而非你宁远侯府退我丞相府的婚。你，丞相大人，你们丞相府的大小姐就是这般教养。世子不要恼羞成怒啊！你这肾虚之症，我可不是信口胡说。我劝你别在这闹了，赶紧去找个大夫好好诊治一番，否则日后你府中那些田房啊，都该跑完喽。还有，我是药王谷长大的野孩子，并非丞相府教养。你来找事儿，无非是想退婚，你姐回去等着吧。明日，丞相府就会上门退婚的。谁说他云华旭的闺女是个傻子？哪家傻子说话这般咄咄逼人，这般伶俐，还能处处的戳人痛处？云落家的那几个哥哥也惊呆了。前厅不远处，这丞相府乡野长大的大小姐也太野了吧！哼，办事更野。王爷，我们现在过去吗？看会儿戏。云落家，你欺人太甚！穆北巡一时气急，从腰间抽出骨鞭就抽了过来。小舞云逸见状，一步上前就挡在了云落家的身前，想要替云落家挡下这一鞭子。在鞭子即将落下之时，却被云落家的小手拦截住了。掌心传来的刺痛让云落家皱起了眉头。云华旭和几个儿子快速围了上来。佳儿，来人，快去找大夫！穆北巡，你竟敢伤我七妹！穆北巡见自己伤人，心里不由得发虚，又不敢抽出鞭子，当即扔下鞭子，转身带着人跑了。我没事儿。云落家松开手里的鞭子，掌心鲜血如注。他去袖袋中想要掏帕子止血，却突然摸到了君清燕的那块玉佩，只觉得玉佩突然烫了起来。下一刻，他的大脑轰鸣一声，脑海里浮现出了熟悉的医药库房。这个库房是他在现代家族的私人药库，里面天才地宝、医疗器械全部齐全。他意识到了什么，心中一喜，用意念寻找到了止血药和绷带。绷带和止血药就出现在他的手里。呵，这么神奇啊！不长眼的东西，敢动本世子，本世子打断你的狗腿！穆北巡在地上挣扎着，但是一抬眼，13皇叔君清燕。看到君清燕，穆北巡瞬间老实了。云家五郎见过安宁王。云落家正在给自己包扎伤口，陡然听到外面云逸的声音。安宁王是谁？安宁王是当今圣上最小的弟弟，历王朝的战神，是令邻国闻风丧胆的人物。只可惜啊，如今双腿不能行走，这2年身体也弱了。佳儿啊，为何突然问起安宁王来了呀？云落家把绷带头塞好，抬头就看到前厅门前轮椅上的君清燕。
他抬头对上了君清燕的眼睛，稍稍一愣。因为他来我们家了。他似乎惹了不该惹的大人物，不但把人糟蹋了，还塞床底了。他这么快就找来，是兴师问罪，还是来找他负责的？负责的可能性不大，大概率是找他兴师问罪的。见过安宁王。各位免礼。王爷请上座。是本王来的突然，丞相大人请坐吧。你伤了七小姐？云落家到现在也没琢磨透，君清燕来这儿干什么？回王爷，是七小姐她出言不逊，出口伤人。谁出言不逊啊？宁远侯世子一句一个我是傻子，来我丞相府吵闹，倒成了我出言不逊，出口伤人了。你说本世子有病，还让我回去找大夫医治，还诅咒我的田房都跑了，不算是出口伤人吗？你确实有肾虚之症，我说的都是事实，怎么能叫出口伤人呢？云华旭看了一眼君清燕，只见君清燕的脸上并没有不悦之色，只是神情有些莫辩。佳儿莫在王爷面前失了礼数。失礼算什么？我对他做的事，他要是计较的话，要我的命都算轻的了。无妨，本王远远听着宁远侯世子是来退婚的，丞相府七小姐也同意了。既然这样，本王做主，这婚就退了吧。听闻安宁王不喜欢麻烦事，没想到他连这种事都要管。谢王爷做主。婚是退了，他人的事情还是要负责的。君清燕这才望向云落家，眼中大有深意，似笑非笑地问他：七小姐觉得穆世子该如何处置？负责2个字，君清燕咬得稍稍重了些，只听得云落家心头一颤。果然，这位王爷找上门来是来兴师问罪的。七小姐如何想，可与本王说说看，本王给你做主。云落家看不透君清燕想干什么，可是他做都做了，也没再怕的。我挺喜欢穆世子这个鞭子的，要不就当世子赔我的医药费吧。世子觉得如何？这鞭子可是3000两。穆北巡一边说着，一边抬头看到君清燕微眯的眼神，话锋即刻一转：七小姐喜欢拿去便是，七小姐千金之缺，我回府再让人送些补品过来。七小姐，我觉得就这样吧。云华旭和丞相府的几位公子见君清燕频频地看向云落家，心中不由得打鼓。传闻安宁王不近女色，可他今日看着自家七妹的眼神不算是清白啊。几个人心里咯噔一下，这安宁王不会是对他们的七妹有想法吧？既然七小姐说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你去吧，大林子，你送穆世子回府。穆北巡走后，君清燕看向云华旭，唇间带着浅浅的笑意。丞相大人，本王这次来其实是找七小。王爷是来找我看病的。父亲，哥哥们，你们先出去一下。冒犯王爷实在是无奈之举，我也不知道您的身份，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计较了。知道本王的身份，七小姐就不会拿本王当解药的。应该还是会。云落家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诚实，毕竟王爷长得好看嘛，而且又刚好在那儿。他这么直白坦然，君清燕一时倒不知该说些什么。他倒是对自己的清白毫不在意啊。这样吧，我给王爷医治腿，当对王爷的不敬赔罪了，如何？君清燕闻言，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这就是七小姐说的负责。云落家懒得跟他打哑谜，开门见山：王爷想怎么样直接说吧，要杀要剐还是要怎么样，我照做就是了。君清燕的眼睛倏然眯起，眼底凝结了几分寒霜，身上散发着高位者的威压。云落家此时才感觉到君清燕似乎真的不好惹。我脑子不好使，猜不透王爷的心思。我想王爷身份高贵，身边定然不缺女人，应当不是要我负责的。要是想责罚我，我觉得不如让我给你医治腿，将功补过。本王的腿自有御医医治，如何处置七小姐对本王的不敬，且日后再说。这是要云落家还他玉佩。云落家看了看他俊美的脸，又低头看了一眼他略带跛茧的手，装傻充愣的把手放到了对方的掌心，还故作羞涩的看着他。我一个乡野长大的，实在是配不上王爷，但若王爷想要，
那我也只能从命了。七小姐不会连东西都不想还吧？这小姑娘装傻充愣倒是会得很。其实，云落家收回手，转移了话题。王爷的身体不是太好，那方面也需要调理。御医院的御医医术都不如我觉得王爷还是需要我的。道理来讲，玉佩是君清燕的，他确实该还给他。可是那块玉佩无意中绑定了他的医药库房，他还想留着研究一下。那块玉佩是我母妃留给我之物，无法赠与你，还于本王。毁他清白之事他不计较了，如今东西竟也不想还给他，这姑娘到底哪儿学的赖皮？王爷能不能借我关上2天？2天后我亲自送还给王爷。趁着这2天，他找个仓库，把他的宝贝全部从空间里取出来。本王的东西，自然只有本王的王妃有资格赏玩。就2天，2天后我送王爷一份大礼作为回礼。君清燕没有接他的话，但掌心朝上的手说明了他不同意。云落家咬了咬牙，决定耍个赖。他把玉佩往怀中一塞，愣了一下，快速转身。他好像没穿内衣。君清燕看到他的反应，瞬间明白了缘由。他的耳根倏然泛起了红色。2日之后，你亲自送去王府。云落家的那个肚兜还在他的袖笼中呢，那种私密的东西，君清燕实在是无法当面拿出来还给他，回去丢了罢了。哎，安宁王没对你做什么吧？你刚才怎么就把我们推出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七妹，你今日这般行为有损你的名节，你怎可让自己跟男子关门独处啊？佳儿啊，你跟爹说实话，今日跟安宁王在宫中可发生了什么呀？云落家的心里感叹云华旭不愧是身居高位，可这种失了清白的事，在古代那是翻了天的大事，他当然不能承认。没有啊，就是在宫里时，我看到他坐轮椅，就好奇的过去看了2眼，跟他说他的腿我能医治，他这才招来了。真的，你们也知道我是药王谷长大的，我的医术可还是药王谷最好的呢。没有就好。安宁王不是我们可以招惹的，你日后还是远离为妙。为何要远离？他与你政见不合？那倒不是，只是这安宁王性情阴晴不定，手段狠辣，连皇上都忌惮他几分呢，少接触为好。功高盖主被皇帝忌惮？不全是，皇家之事不可。佳儿啊，你跟爹说，之前你是不是在装傻呀？怎么突然就不傻了？老大查了一下他这些年的事，药王谷的人对他倒也还算不错，不过也免不得有导致他需要装傻活下去的隐情。外面的日子不好过，就算是云落家装傻，他也能够理解。这些年实在是苦了他了。装傻好办事吗？云落家不是个傻子，而且还会医术这件事，经过1个下午，整个丞相府都知道了。佳儿来了，快过来坐。乖孙儿，来奶奶身边坐。坐在末位的云梦瑶见大家现在都围着云落家转，这原本都是属于他的宠爱，可现在都被云落家给抢了。小瑶瑶多吃点。谢谢六哥哥。大家都疼他，没人疼你了，六哥哥疼你。六哥哥别这么说，都是因为我，姐姐才在乡野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奶奶和爹娘对她好些是应该的。这云容真不愧是个没脑子的，竟然真的能当众说出这些话来，也不亏他下午演的那场戏。这事又不是你的错，别把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你永远是我最疼爱的七妹。老六，吃饭就吃饭，哪里那么多话？爹，是我说错了话，别怪六哥哥。我哪里说错了？瑶瑶怎么说也是跟我们一起生活了10多年的，当年换孩子的事情又不是她的错。云落家回来之后，你们谁还把她当成云家的女儿了？你们都不在乎她会不会难过？我们何时不把瑶瑶当云家孩子了？缺她吃还是少她穿了，还是让她住下人房了？他自认家里没人把换孩子的事情怪到云梦瑶的身上，他到现在吃喝穿用依旧是嫡女待遇，他还亲自交代下去了，不允许任何人怠慢他，还要如何呢？云落家看了会儿戏，觉得这云梦瑶的演技实在是不怎么样，他决定亲自给她示范一下。奶奶，都是我的错，您别气坏了身子，是我不该回来，
我回来让妹妹难过了。我在药王谷采药养鸡，活得也挺好了。我不想看到你们因为我不高兴。你们把我送回去吧。那么多年，我都没有见过奶奶和爹娘，回来看到你们就想亲热。可我真的没想让妹妹难过。云洛家从小到大，形形色色的人见多了，区区一个白莲花，他手到擒来。别瞎说，你是我袁家的七丫头，怎么能把你送走呢？娘的闺女，别难过了，这些年你在药王谷受苦了，谁敢说你的不是，娘跟他没完。小七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回来你这个做哥哥的不心疼就算了，还净说些让他伤心的话。瑶瑶啊，虽然你不是我们亲生的，但也是我们养大的呀。我们疼爱佳儿，是因为佳儿这些年受了太多的苦了，你不该因为佳儿回来就难过，你这般心胸有些狭隘了。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你跟姐姐能够好好的相处。冒昧问一下，姑娘是从何处？药王谷，家是药王神医。公子的病症也有10多年了，常伴有咳嗽的症状，一直用针灸珍贵药材压制，最近严重了，胸痛、心慌、呼吸急促的次数变多了，药物也压制不住了。可对？确实如此。与我医治的大夫最近常叹息，我这病怕是好不了了。我能治，但是诊费很高，公子可能接受？只要姑娘能医治好我可奉上万金酬谢。啊，万金？云逸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不要那么多，就正常收费。我医治好你的病，诊费收你5000两。好。君景霄见云洛家竟然敢要价，心中对他能治他的病也就更加相信了几分。云洛家的神色突然一凛，忽然望向窗外，在朗月拔剑之前，一根钢针从指尖飞了出去。朗月已经在瞬间从窗口飞身而出，去寻找想要暗杀君景霄的人。云洛家走到暗器旁蹲下，拿出帕子包住暗器，竟然还淬了剧毒，看来这人是真的想让你死啊！救命之恩不必言谢，3000两。我的命可不止3000两，姑娘帮我查出暗器所淬之毒，我给姑娘5000两。没问题。淬炼的是一种蛇毒，毒蛇应当是3不等。蛇毒救治即使还有活，但里面添加了些植物毒素，这毒无解，一滴就可让人命丧当场。姑娘可知道这种毒出自何处？我又不是白晓生，我只知道此毒我可以解，出自何处这种问题为难我了。姑娘不是说此毒无解？别人无解，我可解。阁下还有问题吗？谢谢姑娘解惑，没了。大白天都有人要暗杀你，我很好奇公子的身份。君景霄正要说话，雅间的门却被人从外面打开。小皇叔。主子，人跟丢了，安宁王令大林子去追了。云家三郎见过宁安王。云洛家看到君清燕，就只觉得是袁家路窄。七妹，行礼啊。云家小妻问安宁王安。云家小妻？哪个云家？可是太子太傅家的。云华旭不仅是当朝丞相，更是太子太傅，亦是皇学的老师。回三皇子正是那个云家。云宇此时已经知道了君景霄的身份。李王朝患有心疾，称呼安宁王小皇叔的唯有三皇子君景霄。君清燕的视线淡淡扫过云洛家。丞相没找人教导七小姐规矩吗？回安宁王家父。本王问的七小姐。是，云鱼知错。云洛家见哥哥跪下，眉头轻蹙，却是很规矩的回话。回安宁王，我爹说我在乡野生活惯了，规矩不是一日可学成的，让我放纵些日子再学。古人的身份阶级太过麻烦，高位者掌握生杀大权，动辄就得下跪求恕罪，多说句话哪儿就错了呢？臣女不懂规矩，就不在这里打扰安宁王与三皇子了，我们这就告退。君清燕还没回话，他就拉起地上跪着的云鱼和旁边的云逸，赶紧从雅间退出去。明日七小姐记得还本王东西。知道了。看着关上的门，君景霄微微眯起眼眸，看向君清燕。小皇叔与丞相家七小姐相熟。他本来是想先让人查一查云洛家的身份，确定他的身份才会让他给自己看病，不曾想云洛家是丞相府的人，那便无法信任了。
见过两面，你觉得我若是娶了丞相府七小姐，丞相还会站在太子一边吗？小皇叔是认真的？不是，我就算是要娶她，也不会是为了拉拢丞相，我又不争权。之前的那件事虽说是云洛家强迫了他，可到底他的清白也给了他。小皇叔动了凡心了。君景霄心目中神一样的小皇叔居然动凡心了，而且还是对一个行礼都不会的乡野长大的丫头。君清燕的嘴角笑意不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你怎会与他们在一起？丞相家这七小姐就是药王神医的徒弟，他只看了我几眼便猜出我患有心疾。我有些怀疑他本身就认出了我，接近我是别有目的。但他说接近我只是为了给我治病挣钱，我并未全信。他是否有意接近皇叔了？我怀疑他别有目的。君清燕垂眸沉吟，半晌才开口：许是你想多了。好巧呀，姐姐也来这里看风景。哼，怎么觉得这里也该属于你？我来了就是占了你的地方？这2日事情多，他都没有抽出空去找云梦瑶的事儿，他这会子倒主动凑了上来。姐姐怎么会这么想？我从来没有觉得姐姐抢了我的东西，姐姐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云洛家的眼角余光往假山那边扫去，却闭唇不语。姐姐，不要啊！云梦瑶突然惊叫，整个人就栽入了莲花池。救命啊！救命！救命啊！七小姐把小小姐推下荷花池了！还不等云梦瑶反应过来，云洛家就已经跳入水中，在她的耳边低语了一句：“是你找死，别怪我。”说罢，他就一把拉着云梦瑶潜入水下，禁锢住她挣扎的双手，将她拖进了池塘深处。云梦瑶在水下挣扎着呛了好几口水，惊慌恐惧的挣扎，却看到云洛家嘴角冷厉的弧度，顿时心如死灰。云洛家把她缠着拖入荷花池中间，放开禁锢她的手，一脚把她往深处踹了过去，然后自己快速往池塘边游去。在冲过来救人的云鹤下水之前，他浮出水面，拼命地拍打呼救，而云梦瑶已经无力挣扎，沉了下去。大哥，后腿抽筋了，快去救瑶瑶！啊，没事，别人去救了，有大哥在呢，别怕。小姐，你醒醒呀！七小姐，你快让开，我看看。想陷害他，也得他给机会。云洛家在他身旁蹲下，双手放在他的胸膛，给他做起了心肺复苏。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若是他再有下次，就绝不留他。只见云梦瑶咳了一口水，缓缓地睁开眼睛，她的视线对上云洛家凌厉的眼神，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想起刚才差点死在云洛家的手里，他愣是一句话都不敢说。瑶瑶醒了，真的醒了，七妹可太厉害了。我送七妹回去换衣服，老五老六把瑶瑶送回去，再找大夫给瞧瞧。走过后花园的圆形拱门，云鹤才出声询问妹妹：七妹，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我跳下去为了救人，大哥信吗？我信。云梦瑶自小就心思重，犯错的时候最喜欢让老六去顶缸，每次打完下人还会委屈地哭着装模作样转移长辈的注意力。云鹤把云洛家送回，就去了云梦瑶的院子。奶奶和母亲最讨厌内宅争斗，她身为长子又是嫡子，必须要提点一下云梦瑶，实在不行抽空跟父亲提一提，给云梦瑶找个婆家嫁出去便罢了。瑶瑶跟嘉儿是不是八字不合呀？不然找人算算吧。哪里就信这个啊？我觉得就是性子不合。你也知道，瑶瑶那孩子心思重，嘉儿这孩子又比较活泼，两个人的性子实在处不到一起去。也是，他们俩都及笄了，这虽然退了宁远侯府的婚呐，该考虑一下婚事了。可瑶瑶的身份也没人愿意来提亲。嘉儿刚回来，我就想着留在身边一段日子吧。我也想留在奶奶和娘身边，才不要这么早就嫁人呢。奶奶别担心了，瑶瑶就是不小心掉进去了，我一心急就跳进去救她，没想到脚抽筋了，差点把自己也溺死。还说了，奶奶听到你们掉池塘了，都要吓死了。娘也不舍得这么早把你嫁出去，但也怕留久了难嫁。
赶明儿我跟你爹商量一下，看看谁家的未婚公子合适。这次可得擦亮眼给你找。你瞅瞅你爹之前定的那个定远侯家的那什么玩意儿，那种人嫁过去就是活受罪。娘，奶奶，先别说这个事情了，我们去看看瑶瑶吧。云梦瑶因溺水加上惊吓过度，一回来就昏迷不醒，还发了高烧。看着云梦瑶这个样子，老夫人和江氏也都心疼。老夫人摸了摸云梦瑶的小脸，又找来大夫询问了一下具体情况，吩咐婢女细心照料。江氏看了会云梦瑶，给她盖好被子，扶着老夫人离开了。云洛家说是想在这儿陪陪梦瑶，就单独留下来。七小姐，你要对我家小姐做什么？自然是让你家小姐早点醒过来，难不成是想要她的命？七小姐，你不能对……春桃的声音戛然而止，身体一软，缓缓地往地上倒去。冬青正要惊呼，半个时辰就醒了，你带她去休息。我要是想对云梦瑶怎么样，在池塘边就不会救她。你要是也想在这闹，我就让你也睡半个时辰。两个碍事的婢女打发走了，云洛家才对着云梦瑶开始施针。来人，快来人啊！别吵，我是不是警告过你，再整幺蛾子就掐断你的脖子？看到云洛家眼底的杀气，想起今日被他拉在水底的那种窒息感。我错了，姐姐，我知道错了，你别杀我。哼，今日若不是我救你，你现在大概已经去见了阎王，应付效率高点儿。你这会应该喝了孟婆汤，在哪家猪圈投胎了？姐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一时糊涂，不要杀我。我在外面过了15年粗茶淡饭的日子都没怨恨，你有什么好怨恨的？好歹相府的人对你都很好，你以为排挤掉我，你就依旧是相府唯一的大小姐了？倘若我出事儿了，你在相府才是没有了立足之地。人贵在知足，你若安安分分的，就还是相府的小姐。倘若还想继续不安分呢，我有1万种方法让你死得悄无声息。你觉得突发疾病暴毙好，还是高烧不退病逝好呢？姐姐，我想活着，我再也不招惹你了。姐姐，我以后不敢了。可是我不信你，这是毒药，没有解药的话就会穿肠烂肚而亡，死前痛苦不堪。这个毒只有我能诊出来，不要妄想有人能帮你解毒。你不惹事儿，我每个月会给你1次解药，吃了它，我让你活着。云洛家见他磨蹭的样子，顿时失去了耐心，一只手扼住他的下巴，快速地把药塞到了云梦瑶的嘴里。每月15去找我拿解药，乖一点的话，我一高兴就帮你把毒给解了，说不定你还能嫁个好人家，幸福一生。倘若再找事儿，就等死吧。家里人跟着云梦瑶在一起生活了10几年，云梦瑶要是死了，他们定然伤心。所以云洛家并非是对云梦瑶心软，而是不想让家里对她好的那些人伤心难过。我知道了，我会很乖的。哦，还有，老六那个傻蛋是真心对你好，别总利用他。你为何会使穿云枪法？那是本王自创的枪法，从未传人。当真是王爷自创的枪法？大胆，竟敢质疑王爷！我这人天生胆子大，要分你一半不？你胆子也不小，主子不说话，你那张嘴倒是没停。站远点，别说话。小林子领命，很是不爽地看了云洛家一眼。确实是本王自创啊。说实话，这事儿我也不是很清楚，也跟王爷说不清。我只能说，咱俩可能有某种渊源。这么多的巧合在，云洛家严重怀疑君清燕跟自己的云家老祖宗有某种联系。云家族谱上有记载，第1代家主名叫云颜若，而且是个女子，并非是君清燕。可是为何君清燕的龙吟枪、穿云枪法还有玉佩都成了云家的传家之物呢？本王的玉佩呢？王爷，我想做你的王妃。君清燕一时愣住，旁边的大林子和小林子都震惊了，不敢置信地看着大言不惭的云洛家。君清燕是李王朝的战神，长相俊美无愁，是多少名门小姐爱慕的对象。
哪怕是他贪了，想做安宁王妃的人依旧是不计其数，可从没有人敢如此的明目张胆，更没有人敢跑到王爷面前说这种话。七小姐就这么喜欢本王的玉佩，竟不惜以身相许。来，坐过来。七小姐哪里来的自信，本王会娶一个穷乡僻壤长大、完全不懂规矩的女人做王妃呢？喏，我就是提了自己的想法，可没说王爷一定会同意。我也就是试探问一句，你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拉倒，我又不会上杆子赖着你。君清夜摸他，那他摸回去也不算是占便宜吧？他这个人最讲究礼尚往来。昨日无意间听到云华旭的话以后，他就在琢磨这个事。君清燕身份尊贵，皇帝都要忌惮几分，伦理上他还是太子的小皇叔，太子自然是不敢跟他抢人的。他可以先以君清燕女人的身份进入安宁王府，过2年让君清燕找个理由把他赶出去，那太子不至于要个二婚女人吧？他自然也想到了君清燕会不同意，毕竟是他请君清燕帮忙，若是付出报酬，这位王爷只怕也不稀罕，拒绝那也是人之常情。那七小姐是想做本王的王妃，还是不想？其实我是想请王爷帮个忙。君清燕头一次被一个女人这么摸脸，她微微蹙眉，悄然地红了耳根。帮什么忙？她从来都不是个好说话的人，上次去相府找事儿，最后不但帮云洛家退了婚，还给她主持了公道，这一次竟又被她给左右。君清燕发觉自己对云洛家的容忍度很高。我上月及笄，本来跟宁远侯府的婚事要提上日程了的，现在宁远侯府的婚事退了，我娘亲生怕我嫁不出去，急着给我找婆家，今日都出半帖要去给我说亲了。我的情况王爷也知道，残花败柳如何嫁人？我想让王爷娶了我，不必做正夫妻，等2年王爷再找个借口休了我另娶，我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家赖着了。所以本王有何好处呢？我医术武功都还行，可供王爷驱使。历朝规矩，上了皇室玉蝶，只有死和咽气冷院囚禁，没有休妻一说。妾身不用上玉蝶吧？他就随口一问，也不是非君清燕不可呀。皇家如此麻烦，他心中已经觉得君清燕不合适。七小姐，丞相大人不要脸面了，丞相嫡女做个没名没分的侍妾。云洛家也觉得不妥。得，我找别人吧。他转身刚要走，却猝不及防被君清燕一把抓住手腕，一下子就坐到了君清燕的腿上。君清燕明显身体绷紧，手上却不曾松开。七小姐对清白毫不在乎，对待终身大事也这般随意，在你看来，婚事是可以随意允诺出去的吗？那不然，我的清白给了王爷，还是我主动送给王爷？我该不要脸的哭着找王爷负责任。看到君清燕的喉结滚动了几下，云洛家那柔弱无骨的小手放到她俊美的脸颊，然后王爷大发慈悲收了我，我感恩戴德，在王爷的深宅大院，盼着王爷想起我来时来看我一眼。现代的爹妈感情并不好，父亲出轨，母亲抑郁症轻生了。云洛家忍不住在君清燕光滑的皮肤上多摸了几下。我所愿不过是自由，只是自由太难了。你想清楚，进了安宁王府，你的生活便不再平静了。我再想想。说完，他抬步就走，竟还一路小跑，生怕君清燕会不让他走似的。是他说要做本王的王妃吧？如今他同意了，他倒是生怕被赖上似的跑了。云洛家在工人的带领下往东宫走去，他和工人一起穿过一片长廊，竟没注意到在不远处的凉亭里，坐在轮椅上跟三皇子下棋的男人正看着他。而那边的君清燕一眼就认出了云洛家的背影，手中白子许久不曾落下。皇叔，看什么了？是往东宫去的方向。皇叔认识那女子？何止是认识，那可是他未来的安宁王妃呢。走，去勤政殿拜访一下皇兄。小皇叔今日不是说不找父皇？君清燕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刚进中殿，云洛家就蹙起眉头。这个熏香，七小姐不要太拘束，坐吧。太子妃在主位相坐，而云洛家则是一副山炮进城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原本的云落家就是这样，比他还要胆怯一些。他演的还是很含蓄了，他不装一下，怎么能够让太子妃放下心来呢？听闻七姑娘是在乡野长大，回来了可还习惯？习惯，家里吃好喝好，有什么不习惯的？太子妃跟云落家聊了许多，大多数时候都是问他回来之后的感觉，但是只字不提太子。太子妃喝了一口茶水，殿外进来一名宫女，到太子妃身前禀报，说是皇后请她过去。你是不是有事儿啊？那我就先回家了，回家晚了，娘和爹该担心了。云落家起身要离开，身形不稳地晃了晃，眼神也有些迷糊。我去就回，你且在这等会儿，等我回来，在这儿陪我用个午膳。若是觉得无聊，让吴嬷嬷带着你在东宫走走。太子妃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云落家，眼底似乎有些不忍之色，但一转头却依旧脚步坚定地离去了。云落家把他的反应看在眼底，他正要起身想出去走走，吴嬷嬷却按着他的肩膀，把他按回去坐好。哎呦，外头日头大，七姑娘还是在殿中坐着等太子妃回来吧。云落家轻哼了一声，微微眯起眼睛，拉住吴嬷嬷，把她一个过肩摔，就摔到了地上。瞥了一眼床上的吴嬷嬷，云落家快速走出大殿，在宫院的花坛后面躲了起来。如他所料，他刚躲起来不久，一个身穿绛紫色蟒袍的男子就走了进来。云落家猜测的没错，太子想毁了他的清白，逼他就范，然后估计还会把过错归咎于他。等着太子进了偏殿，云落家正准备离去。太子殿下，陛下召见。很快，太子皱着眉从殿内走出来，衣衫整齐，可见他还没来得及干什么。可惜了，太子殿下享受不到美人了。他安静地等着太子跟公公离去，才站起身，不急不躁地出了东宫。七小姐没事可太好了，我送七小姐出宫。哦，我家王爷让我去东宫带七小姐离开皇宫。我刚进了东宫，发现七小姐不在了，赶紧找了出来。哦，替我谢谢你家王爷，我自己可以走。他没有问君清燕怎么知道他在东宫的，想来方才皇帝突然召见太子并非偶然，只怕是君清燕有意为之。云落家对君清燕那个人印象还算不错，长得好看，脾性感觉也不算坏，心思嘛深了点儿，在皇家也很正常。只是他似乎格外的喜欢管自己的事。七小姐可是要出宫？王爷好巧啊，上午刚见，这会儿又见到了。君清燕浅笑不语，大林子推着他走到云落家的身侧，两人并肩而行，往宫外走去。谢谢王爷。为何跟本王说谢呀？谢谢王爷帮我啊。云落家耸了耸肩，而君清燕只是淡淡一笑，没有说话。一直到了宫门口，君清燕才出声：七小姐坐本王的车吧，本王有事情要与七小姐说。这般说不行，为何要上马车说？我三哥和五哥在等着接我回去呢，我上王爷的车可能不太好。那七小姐便先跟哥哥回家吧，明日我让人去丞相府接七小姐到我府上再说。别接了，我自己去，我找得到。今日进宫以后，他发现躲避入东宫方法有很多，不一定是要嫁人。君清燕身份特殊，她的车总往丞相府去，不太好。王爷，君清燕看到他，突然觉得心情很好，腿疼也好些了。七小姐久等了。没等多久，不知王爷让我来有什么事儿？本王近来腿疼的厉害，想请云姑娘为本王医治腿疾。不知道给王爷治疗腿疾是算在还债上，还是把债留着给诊费？之前他用君清燕解了媚药，等于是欠了君清燕的债，这个债得还。还债？七小姐欠了本王什么债啊？君清燕明知故问，但云落家却是见坡就下。既然王爷不记得了，那我便报诊费了。好，只要七小姐能治好本王的腿，七小姐要什么，本王都可以给。君清燕嘴角带笑，眼神温暖。云落家却觉得他这个笑有些不怀好意，怎么那么像是给他下套呢？我觉得还是当还债吧，无债一身轻，还完了我心里也安稳。哦，本王还以为七小姐会想要本王这块玉佩呢。
既然七小姐不想要，那本王也就不强送了。从他进门，云落家的视线落在他腰间玉佩上就好几次，显然很喜欢。其实这也不着急还，我确实想要王爷那块玉佩。我很好奇啊，七小姐为何这般喜欢本王这块玉佩呢？一眼就很喜欢，就好似人与人的一见钟情，没有缘由的喜欢。既然如此，倒也算是缘分。只要七小姐医好本王的腿，这块玉佩本王就赠与七小姐，再给1万两作为诊费，如何？那就谢过王爷了。本王还有一事需要七小姐配合。王爷请说。为本王医治腿疾之事，需要七小姐保密。没问题。云落家还以为多大点事呢，医生为患者保密，那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王爷的腿是有知觉的，只是使不上力，无法控制，还时常会觉得疼痛难忍，对吧？御医看过的，是中毒导致的。不过御医也没办法医治，只能给本王些止痛的药丸。说实在的，这个毒我也是第一次见，而且王爷中毒已久，毒素已经扩散吸收了，治疗起来会很麻烦。治疗方法我需要回去思索一下。无妨，七小姐不必着急。云落家把视线落在他腿上的那块玉佩上，正在尝试能不能这样取药。君清燕发觉了他的视线，他即刻拿起玉佩递给云落家。玉佩就当是诊费定金，待我痊愈之日，再奉上白银1万两。那就谢谢王爷了。父皇说，这玉佩是母妃留给本王，赠与心爱之人，做定情信物的。云落家整个人都麻了，这手中玉佩收下也不是，还回去也不是。见他呆愣住的可爱模样，君清燕忍不住笑起来。不过本王觉得能救本王的腿，也算是物尽其用了。巧了，我与王爷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也觉得是物尽其用了。君清燕好不容易给他还回去是不可能还的，主要是里面很多的珍贵药材在给他治疗腿的时候还需要用上。我还需要刺激王爷腿部穴位，以便于进一步确认情况，得麻烦王爷配合把裤子脱了。大林子都惊呆了，君清燕也愣了一下。必须要脱？必须要脱。王爷放心，医者不分性别，你就当我是个男人。大林子看了一眼云落家，心中不由得嘀咕：这是想当就能当的吗？去晴天吧。也好，躺着更方便些。你出去，本王自己来。君清燕示意大林子出去。大林子看了一眼云落家，不等他发话，就倏的一下飞出寝殿，顺手就关上了门。他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就只能靠他家王爷自己努力了。可是要现在脱了。王爷是不是不方便啊？要不然我帮王爷脱。不用，本王自己来。只见云落家看着自己，他略微垂眸，避开了云落家的视线。他只能把裤子脱到膝盖处。我无法自行全部脱下，还要麻烦七小姐。云落家坐到床边，把被子往上掀起一些，拉着裤脚把整条裤子脱下。被子虽说只盖住君清燕的关键部分，但他还穿着一条底裤，倒也不怕走光。云落家拿出银针摆放好，在君清燕的腿上的穴位扎针，一边询问她的感觉。君清燕感受着他腿上乱摸的那只小手，从耳根一直红到了脖子。他避开云落家的视线，仔细回答他的问题。在云落家的手摸上他大腿的时候，君清燕的身体瞬间绷紧，喉结不受控制的上下滚动。他一把抓住云落家要施针的手。怎么了？怕痒啊？有点。那我小心些，这里可会比别处痛些。确实有些。君清燕垂眸看着认真的云落家，他抿了抿唇，身侧的手握了握又松开。他其实不怕痒，只是云落家手的触碰让他有些紧张。检查完后，云落家顺手把被子拉下来，一抬头，这才看到君清燕红透了的耳根和脖子。王爷这般纯情，不会府中连个侍妾都没有吧？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也不如何，我只是觉得有趣。王爷的情况我已经清楚了，明日我带上药过来，给王爷针灸药浴。王爷让人准备好浴桶和热水。七小姐明日何时过来？
明天没事的话，跟今天时间差不多过来。王爷时间方便吧？方便。那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见。不好意思啊，王爷，昨晚喝了点酒，起晚了。无妨，七小姐不用这般着急，本王让人给你准备了些糕点，先进殿休息一会儿。云落家坐下来稍事休息。昨日让王爷准备的浴桶和热水，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昨日喝了多少酒啊？今日竟然起晚了。哎呀，就喝了几口。二哥酿的桃花酿后劲太足，事后一定要少喝些。先拿过去放浴桶里泡一会儿，我一会儿去给王爷针灸。大林子接过药包进了内殿。君清燕见云落家连着吃了2块芙蓉糕。七小姐起晚了，所以没吃早膳就来了。我是个比较守时的人，起晚了没道理还要磨磨蹭蹭的吃饭，晚些时候回家吃一样的。本王不着急，七小姐吃了再给本王医治。君清燕抬手正想吩咐婢女，真的不用，我得早些回家，还有事儿呢。是在内殿泡吗？我推王爷进去。有劳七小姐了。君清燕见他不愿在这儿吃，便也没再多劝。轮椅有些重，若是七小姐推不动，本王换大林子过来。不用，这么近。大林子把药包放进了浴桶，又出来换了云落家。云落家让大林子把君清燕扶到床上，帮忙把她的裤子脱了，他需要先给她扎针。虽说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云落家的手落在他腿上的时候，君清燕的身体还是忍不住绷紧了起来。云落家抬头对他笑了笑。王爷别紧张，不会很疼。王爷应该不是怕疼，可能是因为你先出去吧。等等，你等会儿还要把王爷抱进浴桶呢。大林子本想给君清燕制造跟云落家独处的机会，这会儿又无奈地回来了。王爷属意七小姐，为何不直接挑明呢？本身七小姐也有意做王妃，您直接娶回家多好呀。她不喜欢本王，再者，本王这般如何迎娶她？这双腿连站起来都做不到，如何迎娶她？王爷怎么知道七小姐不喜王爷？本王看出来的。云落家当时提出做她的王妃，只是一时冲动，现如今想明白了因果利害，估计并不那么容易答应。娶回来是一定要的，可是他也希望对方是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大林子一时无言以对，君清燕抬手示意他也出去。你怎么出来了？他泡药浴守着点儿，他的双腿无力，万一滑进去了怎么办？我惹了王爷不高兴了，王爷把我赶出来了，要不麻烦七小姐去看着点吧。小林子呢？他肯定很愿意，要不然找个婢女也行。云落家倒是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主要是怕君清燕不好意思。小林子被王爷派出去办事了，王爷从不让女婢近身，平日都是我跟小林子近身伺候。这么多事儿。君清燕闭目养神，听到走近的脚步声，他没有睁眼，只是淡淡的开口：出去。云落家没有理会他，只是走到浴桶边上。君清燕猛地睁开眼，下意识就想出手，但看到是云落家，及时收住。王爷穿着衣服泡，怎么还害羞啊？按照传言，君清燕是这里王朝的战神，残忍暴力。传言不可信就罢了，他没想到君清燕竟然如此害羞。本王并非害羞，而是不喜欢旁人靠近。哦，所以什么？七小姐不知道非礼勿视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王爷长得好看不就是让人看的？你露锁骨了，我就大大方方的看，又不是我扒了你的衣服看的。所以什么？王爷的话别说一半呀。本王从不喜欢女人触碰，所以按理说七小姐强了本王，且说了对本王负责，便应该对本王负责。云落家懵了，他没想到所以是这个，早知道他就不问了。看到云落家发呆的样子，君清燕哀怨地叹了一口气。本王没想到七小姐说的负责，竟然是给本王治疗腿疾。云落家再怎么能说会道，这会儿也是无话可接了。王爷认真的？本王从不说笑。君清燕浅浅笑着。王爷真的是没碰过别的女人？他从没想过这君清燕还是个雏啊，谁家皇子皇孙20几了还没碰过女人？本王14岁就上战场了，20岁方回来，回来后不久就瘫了。何来的女人？
怪不得。云洛家抿着唇，忍不住笑起来。怪不得他那天不太行，第一次不太行很正常。怪不得什么？没什么，针该取了，我给王爷取针。那日确实是我对不起王爷，但也实属无奈之举。我这个人啊，放荡不羁爱自由，不是说不愿意对王爷负责，只是我这个人接受不了跟别的女人共侍一夫，更不可能做妾，而王爷的身份注定不可能只娶一人，而且你我之间也就只是发生过一次关系，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强行结为夫妻才是对彼此的不负责。王爷觉得我说的对吗？本王可以做到永不纳妾，感情的话，日久生情也说不定。你爱自由，本王可以给你绝对的自由，还可以为你撑腰。有本王撑腰，在这李朝，你大可以横着走。王爷也说了，是说不定，万一生不出来情怎么办？到时候，王爷是把我打死，还是关在冷宫？那日是本王逗你的，本王怎会那般对你啊？在你心中，本王是那种残忍之人？这直球打的是云洛家措手不及。君清燕这意思是要娶她，而且是那种认认真真的结婚。不好意思，我暂时并不想嫁人。王爷还需要再泡1个时辰，我去让大林子给你加点热水。我家里还有些事情，就先走了，后日上午我再来。面对君清燕直白的心意，云洛家心虚的跑了。君清燕看着他被狗撵了似的背影，无奈的低声一笑，果然是不行啊。你早该改口了，应称我王叔。称呼惯了，父皇都不说什么，小皇叔就别让我改口了。小皇叔不让七小姐给我医治的事传出去，是为了保护她吧？你不会真的想让她做我的小皇婶吧？听到这儿，云洛家的脚步顿下来。三皇子的生母纯贵妃是郑国大将军的亲妹妹，皇后一向不喜欢纯贵妃。云洛家宫斗剧看得不少，大概也猜得出给三皇子看病是有危险的，因为怕有心人为难他，所以君清燕才让人把他接到安宁王府过来。见过安宁王和三皇子。七小姐不必多礼，坐吧。云洛家坐下，看了一眼君清燕，只见他面色坦然，倒是也没把昨天他说的话太放在心上。是等你们这盘棋下完再做治疗吗？不下了，七小姐给萧瑾治疗吧。好，麻烦三皇子把外衣脱了，里衣解开衣带，胸膛露出来。必须要脱吗？你不想脱呀？那可能不行。你要是不好意思，便让王爷回避一下。君景霄心想，他哪里是不好意思呀，明明是怕被小皇叔打死啊。需要本王回避吗？君清燕虽说是在笑，可是君景霄却感觉到了从所未有的压力，通体生寒。不用不用。你病了这么多年，身材不好也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云洛家如此直接，君景霄脸色一红，他转头看向了一直盯着云洛家的君清燕，那眼神似乎在说：小皇叔，他嘴淬了毒吧？君清燕却根本都不看君景霄，他那双墨玉般的眸子一直盯着云洛家，眼底是掩藏不住的笑意。君景霄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那从不近女色的小皇叔啊，绝对是着了魔呀。终于给君景霄针灸结束，要坚持吃我给的药，不要剧烈运动，情绪不要有太大的起伏。如果觉得不舒服了，就赶紧服用我给的那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先回去了，3日后还来这里吗？3日后还要麻烦七小姐来安宁王府。君清燕唇角带笑，语气温柔。本王让人送七小姐。云洛家看了一眼君清燕，被他眼底的笑意晃了一下，他赶紧别开视线。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不用马车送，我自己走回去。君景霄还在那边整理衣服，云洛家就已经跑到了外面。看着脚下如生风一般的云洛家，他怔怔的半晌才回过神来，看向君清燕。小皇叔，他在躲你啊，那眼神躲得不要太明显了，你怎么着他了呀？躲没关系，无动于衷才令人头疼。君景霄倒是不太理解了，但君清燕不解释，只是淡淡一笑，对着旁边的大林子吩咐了一句：给本王找块合适做箱子的黄檀木来。要木头干什么？君景霄这会儿更不解了，君清燕还是没有回答他。
只是拿起一颗白子，垂眸示意对方继续下棋。呸！没钱还想抓药，那么穷，活着也是受罪，不如早死早脱生，没准下辈子能投胎到个好人家。我看你这药也别抓了，去找那个小贩拿点老鼠药，跟你娘一起吃了，一了百了。医者仁善，没钱不给抓药是没问题，但你让人离开就是了，何故又是动手又是咒骂人的？还有，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这个嘴是早上吃屎了吗？满嘴喷粪，我觉得你才该早死早脱生呢，下辈子竟然可以投胎做个畜生。哪里来的疯女人？关你什么事？赶紧给我滚！不滚我可就动手赶人了。再不走，老子打死你信不信？那小姑娘见掌柜的拿出鸡毛掸子，吓得拉扯着云洛家的衣裳。姐姐快走吧。云洛家低头看了一眼直到她腰间的小姑娘，看着她满脸的担忧，摸了摸她的头，安抚她。别怕，他打不过姐姐，姐姐给你抓药去。我要千年人参一株，百年灵芝一株，犀角、麝香、西红花，就这些吧。小姑娘，存心找事儿是不是？别以为我不会拿鸡毛掸子赶你出去。我就是要买药，你们开药铺的不会连这些药材都没有吧？哼，这些药材怕是皇宫御医院才有，你来我们小药铺找，不是存心找事儿是干什么？哦，御医院才有，你们这破药铺没有啊？你说谁是破药铺？这些药别说我们没有，整个京都城的药铺都难找，你凭什么瞧不上我的药铺？哼，你没有，我有。哼，你有，笑死我了！你要是有，我把药铺送给你。你有个屁！大家都来做个见证了。掌柜的说，我要是有千年人参、百年灵芝、犀角、麝香、海龙这些药材，他就把药铺送给我。真的假的？你能拿出那些千金难求的珍贵药材？能不能拿得出，看掌柜的有没有胆子赌了。我没胆子，我有的是胆子。小姑娘家的在这儿口出狂言，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被自己吹的牛砸了脚后跟的。你要是拿不出来，就跪下来给我磕头赔罪。可以，口说无凭，掌柜的立个字据吧。快立字据啊！你是不是怕了呀，掌柜的？大老爷们儿可别出尔反尔的，要不可就没脸了啊！掌柜的立好字据，云洛家提醒他按上手印儿，拿起字据看了一眼，折起来收到袖子里。哎，你还没拿出药材呢。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千年人参，大家都看清楚啊！我得确定是不是千年人参。还有呢，我看你也就能拿出这一颗人参吧。药材全部取出后，他对着已经傻眼的掌柜摊了摊手。掌柜的看还有少吗？来，有懂药材的兄弟也可以进来看看。一样不少，全部是千金难求的上等药材。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能从袖袋里取出这么多药材？你肯定作假了，我要验证一下。哼，我平生最看不起两种人，一种是言而无信之人，一种就是打女人的男人。这会儿已经无事了，公子若是有事儿，便先走吧。我无事，等会儿再走。我姓云，名慕瑶，姑娘不必唤我公子，唤我随意称呼就好了。姓云，巧了，咱俩同姓，那就称呼云公子吧。姑娘也姓云？白云的云。掌柜的真的有可能去报官了，云公子不走的话，一会儿可能要被牵连了，还是早些离开吧。我若走了，姑娘岂不是要单独面对？你就不怕？怕什么？怕事情就不会来了吗？与其畏首畏尾，不如迎难而上。说得好，没想到姑娘小小年纪就有这般见解，那我便更不能离开了，留下来给姑娘做个人证也好。你也不比我大多少吧？今年刚好弱冠，小姑娘可及笄了。刚好及笄，你大我5岁。话音刚落，他就听到外面传来匆忙杂乱的脚步声。这掌柜的速度还挺快，你再不走，可就真的走不了了。人这不就来了吗？官爷，就是这个小姑娘，青天白日的就想强占了我的药铺。大胆刁民，竟敢目无王法强占他人铺子！官爷，您看看，这是掌柜的白纸黑字立下的字据，还有掌柜的指印，是他输给我了。我不但有字据，还有证人，您要不要了解清楚再说？
你这姑娘胡言乱语些什么呢？啊，这个是真是假还说不定。拿来，我给验证一下。官爷，你这是收了掌柜的好处，在这里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了吧？不知道你们衙门的官老爷知不知道你私自受贿这种事儿啊？给我把他抓了，押进大牢。急了这是。身为官差私受贿赂，胆子倒是挺大的。我看该进大牢的是你。都给我上，抓了他们！啊，云木瑶见过安宁王。小文将军不必多礼，起来吧。小文将军，他没想到今日就遇到了他娘最中意的女婿人选。七小姐。君清燕咳嗽2声，拉回了云洛家的视线。发生了何事啊？本王路过看到这边斗殴，又瞧见七小姐在，便过来瞧瞧。云洛家忘记了给君清燕行礼，这会儿索性忘了就忘了。他很淡定地跟君清燕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出尔反尔，还收买官差，这个事情得让京兆府尹来判呢。去个人把你们大人请来，就说本王在等他。是，小的这就去。小的一时糊涂，王爷饶命。君清燕对小林子一挥手，小林子过来对着他的胸膛就是一脚，用力地踩住了他的脸。闭上你的嘴，别吵到王爷。云洛家见君清燕这般，便知道他又要管自己的闲事了。其实有人撑腰管事的感觉是很好的，只是云洛家不太愿意让自己去依赖任何人。依赖一个人久了，就会慢慢的离不开他，这种感觉很可怕，倒不如开始就不去依赖任何人。不过以君清燕的身份，他想管他也没有权利不让他管，只能在旁边看着君清燕怎么处理这个事。他闲来无聊，竟顺手从柜台上抓了把瓜子嗑起来。那嗑瓜子的清脆声音一响起，大家都愣住了。云木瑶转头看过去，这丞相府的七小姐可真是胆大呀，竟敢在安宁王面前悠闲的嗑瓜子儿。小林子本就看不惯云洛家，这会看到他竟然嗑起瓜子儿，皱起眉头就想发难，却被君清燕一个冷眼制止住，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前2天他骂了云洛家2句，就被王爷扔出去反省了2天，他现在对云洛家是敢怒不敢言。小林是我也想吃啊，想吃说一声嘛。你不用谢了，王爷要来点吗？可以来点。君清燕把那3颗瓜子嗑完，对着小林子伸出手。小林子愣了一下，赶紧又把手里的瓜子递给他。见过小王叔，侄儿御下不严，叨扰了小王叔，还望小王叔恕罪。京兆府尹是君清燕大皇兄的儿子，当年先皇大儿子早亡，独子就被先皇留在了京都，现如今在京兆府任职。你确实是御下不严，把你的人带回去。这个铺子的掌柜的售卖低劣发霉假药，视人命如草芥，你也一并带走，按照律法处置了，别徇私落了画饼。是，我这就把人带回去，改日亲自去王叔府上赔罪。店里如今只剩下云洛家和云木瑶。君清燕侧眸看了一眼云木瑶。小文将军还有事？微臣无事了，就先告退了。等云木瑶离开后，君清燕才问云洛家：七小姐现在可要回府？我刚好路过，可以顺路送七小姐回去。王爷，您不是要去你掐我做甚？大林子对着他，眼睛都要眨巴瞎了。小林子竟然还嫌弃的撇了撇嘴。大林子无奈的叹了口气，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巴掌。不会说话就闭嘴。小林子被哥哥揍了一顿才老实。王爷，我手里有掌柜的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字据，这个铺子可是算我的了。君清燕眼神温和。自然是你的了。今日之事多谢王爷解围，大恩不言谢。王爷有事便去办吧，我不用王爷送我，我还有些事儿，暂时不回家。好，七小姐，本王给你的玉佩，可代表本王的身份。见玉如见本王，关键时刻可以拿出来用的。这块玉佩不仅是他母妃留下的，还代表着他的身份，见玉佩便如见到他。玉佩其实还有别的用途，但他暂时没有跟云洛家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告诉他。听到君清燕的话，云洛家心里猛地一震，喉间似乎堵了一句话，却张不开嘴。他以为只是一块母亲的遗物，没想到竟还是代表他身份的玉佩。如此重要的东西，君清燕竟然说给他就给他了。该说他任性呢，还是说他太信任自己？五哥哥，姐姐，
你们要去城外的庄园，可以带我一起吗？母亲也同意你去了。娘同意了。五哥哥、姐姐，你们带我一起吧，我不会添麻烦的。想跟着就跟着吧。母亲都同意了，她若是不让云梦瑶去，难免就有欺负她的嫌疑。最近云梦瑶看着确实老实了，倒不如带着，顺便观察观察，看看是不是真的学乖了。谢谢姐姐，谢谢五哥哥。2辆马车，云逸乘坐前面那辆，云梦瑶、云若家还有冬青、清渊4人坐在后面那辆。马车晃晃悠悠地出了城。姐姐，过2日就15了。云若家一时没反应过来，回头看了他一眼，才明白他的意思。我记得。云梦瑶这是在提醒云若家15要给他解药呢。云若家倒是没把这事放心里，毕竟时间一到，云梦瑶自然会去找他。微风在脸颊轻拂，云若家舒服地眯起眼睛。突然他隐约听到马蹄声，伴随着刀剑碰撞声越来越近。五哥，停下来，让车夫掉头。哎，为何突然掉头啊？话音刚落，迎面疾驰而来一群骑着马的黑衣人。黑衣人与前面一个满身是血的男子缠斗在一起，男子就在他们车的旁边被黑衣人围了起来。黑衣人和男子的打斗惊了云逸马车的马，马匹突然暴躁，冲撞进了黑衣人的中间。一个黑衣人手起刀落，砍了驾车的马匹，马车骤然随着马匹的倒下翻倒在地，又撞倒了一个黑衣人。随着黑衣人的恼怒，便要对车夫动手。云洛家猛然从指尖取出钢针，一下子就扎住那黑衣人的手腕。都在车里待着，别出去，我去看看五哥。云逸的马车翻了，他被卡在马车中，不知如何。姐姐，要小心啊！七妹妹，我没事，太危险了，你别过来。没事，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身后突然有刀冲着他就飞了过来，那利刃划破空气的声音直让他头皮一麻，也把云逸吓了个半死。七妹危险！他挣扎着猛然抽出腿，却只见云洛家快速闪身躲了过去，长剑直直地插入他前面的马车上。虎哥，你没事吧？身后一匹骏马快速奔来，他躲闪不及，被人扯着腰带一把拉上了马，腰间抵着一柄匕首。他们的目标是我，你乖乖地跟我走，你的家人就能安全了。我知道你会武功，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帮我杀了他们。骏马疾驰，耳边风声呼啸，身后的一群黑衣人紧追不舍，还有云逸和清渊焦急地呼喊。男子直接把云洛家扔到他身后的马背上，云洛家心里不由得骂娘，指尖的钢针不由得对着黑衣人的死穴飞去。这阴损的男人说的倒是对，现在他就算是下马解释他跟这男人不是一伙的，那群黑衣人也不会信，甚至可能回头伤害他的家人。在你死我活之间，他选择自己活。他的指尖钢针飞出了数根，身后黑衣人全部被击杀，一个不留。人都解决了，送我回去。男子抓紧缰绳，另一只手扯着云洛家的腰带，又把他提到了前面。别吵，你现在回去，你家人才不安全。放屁！你当我3岁小孩啊？赶紧的放我下去，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可那男子像是预料到了他的招数，快速躲闪，在云洛家还没反应过来时，一手打晕了他。云洛家醒来后，火光闪烁，周围漆黑。醒了。我说大哥，你有病吧？我帮你把人都干掉了，你还要打晕我？你脑子是被门给夹扁了，还是被驴给踢踩黄了？我担心他们还有埋伏。所以你就拉着我给你卖命？我欠你的了，你给我保护费了吗？他知道自己丢了，哥哥一定急死了，也懒得跟这个浑身是伤，看起来就活不长久的男子去辩论掰扯，站起身来就准备要走。现在在林中有猛兽，现在离开不安全。破庙之外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到，远处隐约还有狼嚎之声传来。转身回去，靠着柱子重新坐下。要是没遇到这个倒霉的男人，他这会儿应该在廊下看着月亮，吃鲜美的螃蟹，而不是在这个破庙里被蚊子咬。现在是走也走不了，索性他也就释然。保护费6000两，衣服你撕坏的50两。你看我像有钱人吗？哎，你这是招惹什么仇家了？非要你的命不可？想要对方命的未必是仇家，也有可能是亲人。
云洛家对他的话没有异议，看着他包扎伤口费劲，从袖袋里掏出止血药和绷带扔给他。先止血吧，你这血再流下去就没命了，我下半夜可不想守着一具尸体。男子瞥了一眼云洛家，不再说话，正准备给自己上药，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我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吗？云洛家不满地嘀咕了一句，他不想管这个男人，可是见死不救不是他做人的准则呀。看着这新伤盖旧伤的身体，云洛家皱起了眉头，把自己的外衫脱下来铺在地上，把男子扶着躺了过去。等到给他处理好伤口，云洛家看着他身上各处旧伤，不由得有些牙酸，有烫伤，还有火烙的，其中鞭伤要多一些。不知道之前犯了什么该死的大罪，被这样不停地折磨。小王叔。金清燕看到君玄逸身边的云洛家，眉头微微皱起来。给二皇子拿套衣服。七小姐怎么会跟玄逸在一起？云洛家瞥了一眼身侧没有穿衣服的男人，顿时觉得头疼。这场景越看越感觉像是捉奸现场啊！这话王爷得问二皇子，问问他为何要把我抓到这里来。金清燕看了一眼君玄逸身上处理好的伤口，眉头微微舒展。玄逸更衣，七小姐还是回避一下。云洛家没说什么，往外走了几步。他想过那个男人可能是杀手，也有可能是通缉犯，甚至有可能是谁家养的面首，都没想到他会是二皇子。先回前方的驿站去休息，明日天亮再回京都。七小姐与本王乘一辆马车。多亏了王爷找到这里，不然我还得喂半宿蚊子。七小姐怎么会遇上玄逸啊？君清燕有些疑惑，君玄逸怎么会跟云洛家遇上？在京都无聊，想跟五哥去城外庄园玩2日。流年不利，路上遇到了二皇子与一群黑衣人，然后二皇子就抓了我做垫背的。还有件事要麻烦王爷。七小姐说便是了。烦请王爷差个人回去通知一下我家人，告知他们我平安无恙，不然他们找不到我，要急死了。好。君清燕对着身侧的虎啸士兵挥了挥手。你现在快马回京都，通知丞相府，七小姐与本王在一处，安全无恙，明日便回。虎啸军士兵行礼，快步地离开执行任务。谢谢王爷，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云洛家在心里给君清燕发了张好人卡。极少有人说本王是个好人。管别人了，我觉得你是个大好人。云洛家这会儿心情轻松了许多，家里人知道他没事，应该就放心了，他心里就也没那么着急。王爷要与我说什么？本王前些日子与七小姐说的让七小姐做本王王妃的事情，七小姐考虑的如何了？那个，王爷的意思是真的成亲，做真夫妻的那种吗？自然，负责不该这般吗？君清燕说的直白，唇角还带着云洛家看不懂的浅笑。还是说七小姐还是想利用本王当个避风港，2年后再找个由头离开？七小姐要是真的有那个想法，本王其实也不介意让七小姐利用一下。他倒是有些搞不懂君清燕了，他是什么意思？屡次帮他解围，这种不平等的要求他都能够答应，真的就是因为曾有过一次肌肤之亲？这个男人我觉得王爷跟外面传言完全不同。本王想听听在七小姐心里本王是什么样的人。这么说吧，就是外面传言的王爷若是想要一个女人，应该是强取豪夺的，但我认识的王爷却很君子。君子这个形容本王第一次听到。那七小姐是喜欢强取豪夺的安宁王，还是喜欢君子般的安宁王？这个问题依旧有些棘手，君清燕今天总问一些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我不喜欢安宁王，或许我可以这样说，我不喜欢太复杂的环境，更不喜欢勾心斗角，皇家还有复杂的豪门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这么说王爷明白吗？而且王爷的后院不是有很多美人吗？何必非得要我对你负那个责啊？也许是因为父母婚姻不幸，云洛家对婚姻很不抱期望。本王没有王妃，亦没有侍妾。哪里？你是说皇帝和太后赏赐我的那些照顾我的女人？那些人都是眼线而已。你进了王府，若是不喜欢就处理掉，若是觉得无聊留着玩就是的。啊？处理掉？
留着玩便是了。云洛家觉得君清燕似乎崩人设了。王爷，您不会是喜欢我吧？要是单单让他对第一次负责，那他觉得君清燕完全没有必要对他好。想了许久，除了君清燕喜欢上他了这个原因，他还真想不到别的理由。哦，原来七小姐不知道我喜欢七小姐。本王确实是因为喜欢七小姐，才想让七小姐做本王的王妃。七小姐如何想啊？他还真不至于因为一次意外就要让人以身相许对他负责，只是这些日子相处，他确实挺喜欢云洛家的性子，相处起来不累。云洛家平日里嘴皮子利索，这会子却突然不好使了。君清燕，李王朝的战神，最尊贵的安宁王，一群皇子的小皇叔，他刚才说什么来着？啊，喜欢他。云洛家觉得这比自己重要然后强上了君清燕还要让他难以接受。那个，我去看看二皇子的伤势。他起身想逃，手腕却被君清燕一把抓住，脚下一个不稳就被君清燕拉到了自己腿上。君清燕的手勾在了他的腰上，把他禁锢在怀里。二皇子那边有大夫，不用七小姐操心。你也说了，本王应该是那种看上了便会强取豪夺的人。既如此，本王给七小姐2个选择。我才不会是什么好事儿。七小姐真聪明。君清燕勾起嘴角，眼神温柔。君清燕嘴角的浅笑，云洛家以前觉得温柔好看，可这会儿却是越看越觉得这狐狸精多少有些阴险。王爷说吧，是头是头都是死不是吗？云洛家想从君清燕的腿上站起来，却被他重新给拉了回去。君清燕手臂收紧，勾着小姑娘纤细的腰肢，要么对本王负责，做本王的王妃，要么本王近来刚好闲来无事，可以找点丞相大人的事。以权谋私，公报私仇，王爷不是那样的人吧？七小姐不够了解本王，本王就是那样的人。云洛家看着他，心中暗骂他无耻。王爷就不怕我给你治病时动点手脚？七小姐不知道，本王若是出事，整个丞相府都是要为本王陪葬的。所以七小姐如何选呀？这李王朝是皇帝的天下，可实际上君清燕在，皇帝的皇位就在。君清燕若是出事，这皇帝的皇位就坐不稳。所以皇帝只敢让他贪，却不敢要他的命。不但不敢要他的命，还要确保他的生命安全。云洛家想到他地位高，却没想到高到这么变态的程度。好吧，他被威胁到了，他貌似真的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这玩意儿哪儿温柔，哪儿像个好人了？明明就是个会装蒜的大尾巴狼，白切黑的芝麻汤圆呢。有第3个选择吗？有啊，本王可以继续哄着你，直到你愿意嫁给本王。不过你不可与旁的男子过于亲近，就好比今日的玄逸。我可从来没跟二皇子亲近过。云洛家想翻白眼，继续哄着他，直到他愿意。感情之前的温柔贴心都是装的，果然男人太狡诈了。那我选3，王爷继续哄着吧。云洛家再次想从君清燕的腿上站起来，却被君清燕再次拉了回去。王爷准备这么抱着我不松手了？君清燕抿了抿唇，着他腰肢的那只手也松了下来。云洛家起身坐回自己的位子，只看到君清燕微微发红的耳根。其实他刚才听到了君清燕如擂鼓一般的心跳，知道他只是佯装镇定罢了。不得不承认呐，君清燕伪装的确实是好，面上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若不是他听力过人，还真以为君清燕如他表面上这般淡定呢。云洛家自知这次是踢到了钢板，这里王朝的战神果然不是白睡的呀。只是嫁人这件事，他暂时还得缓一缓，缓一天算一天吧，不能就这么把自己交代给君清燕。君清燕神情温柔，看着云洛家，看他那生气的小模样，忍不住勾起唇角。小丫头生气的样子也很好看。君清燕说话算话，当天便让人送来6000两的银票，附带让人送来2箱珠宝首饰，还有一匹万金难求的贡品香云纱。这就是传说中万金难求的香云纱，可真好看。云洛家把银票收了，首饰和香云纱让人带回去了。这些不是我应得的，麻烦你们带回去。与王爷说，
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受不起。七小姐体谅，王爷说了，东西送不出去，我们就都别回去了。6000两银票当中夹杂着一张房契，看地址就是他从那个缺德掌柜的那儿迎来的那个铺子。这君清燕真是饿了送饭，渴了送茶，缺啥给啥，什么都能送到他的心坎里。这男人不是情商很高，那就是身经百战。显然君清燕倒像是前者，可怕，这太可怕了。这不是丞相府那个野山鸡吗？被我哥哥退了婚，就想着来买点首饰装扮一下自己，好让自己能够嫁出去啊。就你这姿色，戴多少首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的。哼，你出门前吃屎了吧？满嘴喷粪，自己不觉得臭吗？你瞧瞧你，长得像个泥巴地里钻出来的癞蛤蟆，满肚子的坏水，把嘴都毒烂了吧？你这个乡野村姑，你实在是太粗鲁了，没教养！你们宁远侯府没完了是吗？真当我们家好欺负，一次两次的欺负我们？我们宁远侯府怎么了？你个丞相府低贱的庶子，也配跟我说话？啪的一下，云洛家的手抡圆了，从穆北巡的脸上一扫而过。谁低贱？我看你才低贱！你再说我5个一句试一试，再说一句我抽死你！今日人我打了，明日一早我亲自去宁远侯府，跟他们好好解释一下我为何大人。我倒是要让他们评评理。宁远侯大小姐见面就骂我是野山鸡，宁远侯世子让一群家丁小厮打我，还让只留口气就行。我还手自保，不知道有没有错。你们俩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云洛家根本就不屑于看他，拉着哥哥转身就进了御殿阁。把最好的发冠拿来。云洛家听到穆景棉低声的跟穆北巡说：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回家我们先跟爹爹告状，让他去丞相府给我们讨回宫的。先不要跟爹娘说了，你不知道丞相府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护犊子的玩意儿。他们把乡野村给我当个宝，根本不会惩罚他。等些日子宫里不是要办宴会给安宁王和皇子们选妃吗？你努努力让安宁王看上，做了安宁王妃还怕收拾不了丞相府啊？我才不要嫁给个瘸子，我要嫁太子，做太子侧妃，做了太子侧妃也能收拾云洛家。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渐渐走远，说的那些话只把云洛家都听得想笑。哼，什么玩意儿，长成那个德行还嫌弃上君清燕是个瘸子了。对，齐妹妹你可真厉害，回去你教我用鞭子吧，或者教我长枪也行，我学会了以后保护你。不用你保护我，我保护你就行。你要是真想学，空了我教你鞭子。穿云枪法不能教，他还没有弄清楚穿云枪法跟君清燕到底有什么关系。云家族谱上记载，云氏祖宗叫云延若，云延若又会穿云枪法又会医术，而且还拥有了君清燕的玉佩和龙吟枪。云洛家的脑中产生了一个不算荒唐，但是却让他有些心惊的想法。云延若有没有可能是他和君清燕的孩子？可若真是那样，孩子为什么要跟他姓呢？族谱上也没有记载云氏祖宗是一个皇室后代啊。也不对，还有可能医术和枪法都是他传授的。云延若的父亲是姓云，龙吟枪是后来君清燕送的。还有可能是他没结婚，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取名云延若。七小姐为何不收本王的礼物啊？无功不受禄，王爷的礼物太贵重，我不敢收啊。本王送的东西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东西七小姐回去时带回去，倘若不然，本王再挑些东西亲自送去丞相府，顺便与丞相大人商讨一下提亲之事。提亲他虽说有些心急，却也想等腿彻底恢复，能够正常走路时再去。他这么说只是故意的吓唬云洛家，好让他把东西都收下。这些东西都是他亲自去库房挑选，香云纱更是他专门找皇帝讨要的。云洛家不收可不行。你这么不讲理是不是有点不好啊？王爷送礼一直都这么强势吗？君清燕抬手放到云洛家的小脸上。本王第一次给姑娘送礼，七小姐不收，本王面子上挂不住啊，自然强势。香云纱那样的东西，我做成衣裳穿过于张扬了，我这身份实在是不配。君清燕笑了笑，轻轻地摸着云洛家的小脸。留着做嫁衣便不会过于张扬了。本王的王妃穿香云纱，配得起。云洛家快速回神，猛地一下站直了身体。他别开视线，转移了话题。
大连侍卫和小连侍卫不在吗？那王爷怎么要玉啊？要玉的玉桶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很快就回来了。麻烦七小姐扶本王上床，先给本王针灸。本王的腿何时有好转？大概半月，身体毒素可以清除，月余腿部神经可以逐渐恢复。但王爷毕竟瘫了2年，需要些日子做康复训练。去病如抽丝，急也没用。王爷别着急。过几日宫中举办的秋日宴，以七小姐的家世和样貌，必然少不得麻烦。需要本王庇护吗？我说不要，王爷是不是真的会不管我的事情？不会，本王为了王妃的安危，本王定然会保护周全。王爷这么肯定我就会成为你的王妃？王爷这么肯定我就会成为你的王妃？江氏更喜欢云梦瑶，说不定无视他的拒绝，做主把婚事给定下来了呢。本王不是一个会强取豪夺的人吗？强娶个丞相府的小姐，又有何难？君清燕话音刚落，只觉腿上一痛，他望向云洛家。七小姐生气了？生气倒是不至于，云洛家只是觉得有些憋屈，好像君清燕给他设定了一个局，他怎么都逃不掉。这种被人操控的感觉让人很恼怒。我这人有气当场就出了，已经出完气了，自然不生气了。王爷的侍卫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不然七小姐抱本王去泡。不会我抱了王爷后，王爷趁机让我立刻负责吧？七小姐这么想，七小姐不觉得不抱本王，本王也可以让七小姐立刻对本王负责吗？本王真的那么着急的话，七小姐对本王无礼那日，本王在丞相府可就发难了。说起那天，云洛家有些心虚地别开视线。大连侍卫回来了，我帮王爷叫进来。王爷再好奇也不要拆了轮椅研究，除了我，你们研究不出来什么，反而还容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还有，轮椅每日晒晒太阳，才能一直保持自动的动力。他并不担心君清燕真的拆了轮椅，就算是拆了，他也看不懂原理，就连里面发电机的材料都搞不明白。本王舍不得拆七小姐的礼物。君清燕只看着他，笑意温和。他虽觉得自动行走的轮椅很是神奇，可这是云洛家送给他的，他又觉得这很正常。云洛家的身上实在有很多秘密，需要他慢慢的去探索。七小姐的礼物本王收下了，本王的礼物七小姐也收下，如何？知道了，不说王爷该闹了。云洛家看着他，扬唇笑起来，看到君清燕随着他勾起的嘴角，眼底满是宠溺的笑意，云洛家的心头竟陡然漏了一拍。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都在我这坐着，还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干什么？老二云峥憋不住开了口，发出死亡3连问。你每日去他府中干什么？你是不是喜欢安宁王啊？还是说安宁王强迫你做什么事情了？七妹妹，你跟三哥说实话，你是不是对安宁王动情了？哎呦，七妹妹，你听五哥的，安宁王他虽然不能人道，这辈子都不会有子嗣的。嫁给他，你这辈子连个孩子都不能有，你可不能糊涂呀。云鹤眉头紧皱，沉吟半晌没有说话，只是眼神复杂的看着妹妹，等着云洛家给一个解释。我就去趟安宁王府，至于让你们这么紧张吗？哼，不是一趟，是几乎每天都去。安宁王没有强迫我，我去他府中给三皇子看病去了。他和君清燕有约定，要保密给他治腿的事，但是跟三皇子可没约定，这件事可以说。哦，这样啊。至于对安宁王动情的事情，应该是没有的，三哥可以放心，安宁王不能人道这事有虚，而且我医术这么好，别说他不孕不育可能是假的，就是真的我也能给他治好了，让他3年抱俩，儿女成群。他前面的回答让大家松了一口气，后面回答云逸的那番话一出口，大家的神情又凝重起来。云逸激动的猛然站起来。啊，你怎么知道他不能人道是假的？他对你做了什么？妹妹单纯可爱，难保不会被人欺骗欺负呀。大家都齐刷刷的看向云洛家。我给他把过脉，我知道他不能人道是假的有什么问题。这话一出，几个哥哥瞬间松了口气。云洛家无奈的笑了笑，君清燕连路都走不了，能对他做什么呀？他也就只能被动享受罢了。被动欺负。梦瑶，你就甘心这般被他夺走了所有的一切吗？你怎么就这般软弱？要给你找了，
主意也给你出了，你却被搞得这么狼狈，你真的是气死我了。原来云梦瑶的背后有高人指点呢。云洛家停下脚步，继续听墙根儿。他倒是想听听那个人还有什么馊主意可以出的。云梦瑶踟蹰半天没有接他的话。只有他不在了，你才是家里唯一的嫡女，他只要存在一天，你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他的了，你明白吗？没有，家人对我还跟以前一样，没有亏待我的。他记得云洛家说的所有话，包括云洛家说他之前的15年都是偷了他的。哎呦，你是不是傻？可你到底不是真的丞相小姐，家里人都是向着他的呀。姐姐她人挺好的。他是在骗你，他早晚会夺走你的一切的。之前你明明可以成为宁远侯世子夫人的，他一来，世子就成了他的未婚夫，他还把婚退了，本该属于你的身份地位都被他毁了。我扒你家祖坟了，还是抢你男人了，让你在这使出浑身解数挑拨我跟我自己妹妹的关系。你怎么这般不懂礼数，直接闯进别人房中，这般没有教养，果然是穷乡僻壤长大的。云梦瑶看到云洛家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已经吓得不敢说话。她心想，宁芊芊完了。云洛家在她身前停住，抬手一把捏住她的下巴。你是哪位？在我家里教训我吗？我的家是需要你一个外人多嘴了，我看你就是多余长了张嘴。姐姐，她是礼部侍郎家的嫡出小姐，是与我一同长大的玩伴，你别动手啊。礼部侍郎家的嫡小姐，算个什么？你放开我！宁芊芊痛苦地拍打她的手。宁芊芊的婢女从外面跑进来，赶紧上前想要拉开云洛家，可是云洛家转身就将2个婢女踢飞了出去，一把抓着宁芊芊的头把她扯了过来。她向来是不能受气，不服就干，有气当场就出。啊，姐姐，你不要打！云洛家突然转头看着他，直吓得云梦瑶后半句话都堵在喉间，不敢再说。我最烦你这种背地里兴风作浪的人，今天只是给你个教训，再有下次就割了你的舌头。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滚，以后不许再来丞相府，来一次我打一次。被云洛家这么一番教训，宁芊芊吓破了胆，哭着带着2个婢女赶紧跑出房间。这人以后不要再来往了，跟你说话没听到啊？哦，听到了，姐姐，以后不会跟他来往了。过来坐下。云梦瑶哪敢反抗啊，在云洛家身旁坐下。把手伸出来，我给你把个脉。你要说你不舒服，让我过来给你看看。麻烦姐姐了。15那日推迟吃解药是为了断定我是不是真的给你下毒了，不用试探，我真的给你下毒了，而且那个毒不发作，神仙也诊不出来。你要是想找家人揭穿我，下月15别吃解药，忍着痛去跟他们告状，只是希望你能扛过那种痛，说出话来。我给你下毒不是要你的命，只是约束你的行为，你不作恶，我自不会让你出事的。各位公子小姐，宴会还未开始，你们可以到御花园随处逛逛，但是不可去后宫，惊扰了各位贵人。哥哥们各自找了朋友叙旧聊天，云洛家一时闲来无聊，又觉得店内有些吵闹，就往店外走了出去。云洛家看到云梦瑶跟在他身边，不由笑了。不去跟你那些好姐妹聊天，跟着我做什么？我跟姐姐才是姐妹，她们怎么能跟姐姐比啊？云洛家不再说话，可是身体却突然被人撞了一下，紧接着衣服传来撕拉一声，云洛家的衣服被勾破了。哎呀，对不住了云小姐，我不是故意的，等回去了我一定赔云小姐一件。云洛家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衣服，嘴角勾起淡淡的笑意。宁芊芊还以为这里人多，云洛家不敢跟他计较，但云洛家却突然抬手抡圆了胳膊，给了他一个耳光，一时间把宁芊芊都给打蒙圈了。云洛家正想着怎么才能显得自己刁蛮高傲不讨人喜欢，这宁芊芊就送上门来，那他总不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吧。你竟然打我！云洛家，你是丞相的嫡女，就可以随意欺辱我了吗？你划破我的衣裳，我为何不能打你？我又不是故意的。宁芊芊哭得委屈。穆锦棉看到有云洛家的热闹看，赶紧凑了过来。他又不是故意的，你这人怎么能出手伤人呢？一件破衣裳而已，还你就是了，
下这么重的手，真的是恶毒又小气。就是为了一件衣服就打人，果真是穷乡僻壤长大的。你们都看到他不是故意的了。还有，谁说这是一件破衣裳？一件衣裳而已，再贵又能值几个钱？哼，再好的衣裳穿在你的身上也是件破衣裳。本王送齐小姐的衣裳，为何就成了件破衣裳？见过安宁王，见过三皇子。齐小姐，小皇叔亲自挑选的料子，吩咐宫里最好的绣娘给你做的衣裳，怎么就破了呢？有人想划破它，我能怎么办呢？只是可惜了安宁王的一片心意和这么好的衣服。谁故意划破了本王送你的衣服？王爷，臣女不是故意的，臣女只是不小心勾到了，真的就是不小心。君清燕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不再理会，只对着云洛家招了招手。过来，本王看看。云洛家听话的走到他的身边，只见他撩起云洛家的袖子看了一眼。叔公竟敢带利器，如果不是为了划齐小姐的衣裳，那就是为了行刺。把人带下去搜身，审清楚。是。王爷饶命，是臣女错了，臣女认罪，臣女带发剑就是为了划破云小姐的衣裳。他哆哆嗦嗦的把手里藏着的还没手指长的发剑拿了出来。臣女绝对不是为了行刺，求王爷明察。她是个女子，要是被人搜身，名节尽毁啊！倘若真的认定她是进宫行刺，只怕连整个侍郎府都会被牵连。哦，这样啊。那便编20，送回去，通知家人好好管教。衣裳赔偿3000两，让侍郎大人准备好，送去丞相府戚小姐那儿。君清燕都不知道这宁芊芊是谁家的千金，可是不管谁家，她都不在乎。没有人能够在她的眼皮子底下欺负她未来的王妃。等云洛家换好衣服回到大殿，大家都已经坐到原来该坐的位置上。云洛家毫不在意大家的目光，只低头喝茶，吃着桌上的糕点。君清燕早就跟他说过，她注定会成为安宁王妃，所以她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挣扎。说心里话，成为安宁王妃要比成为太子侧妃或是嫁给哪个不知有多少侍妾还争斗不休的皇子要好得多了。既然逃不掉，倒不如安心享受。她可不是小说中什么倔强自尊比天大的女主，她要的是过得自在。如今君清燕等于是给了她仗势欺人的权利，那君清燕的这个势她倒是可以仗一下。她琢磨了一会儿，抬起头便看到对面的君清燕眼神带笑，面色温和，看起来如温润公子。可是接触了这些日子，云洛家清楚地知道他这是装的。大尾巴狼。看到云洛家的嘴唇动了动，君清燕唇角的笑意放大，眼底暖色更深。他看得懂唇语，知道云洛家在骂他大尾巴狼。小姑娘似乎已经在接受他的好意，那大尾巴狼就大尾巴狼吧。君清燕那直白深情的眼神，倒看得云洛家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他低头喝了一口果酒，掩饰自己的情绪。太子殿下驾到！云洛家跟随众人站起来，头都没抬。上次他在东宫见过太子一面，虽说没看到脸，可他丝毫不好奇太子长什么样子。长得再好，如此阴险的人也没什么看头。他对太子不感兴趣。可是太子却在云洛家的面前停了下来。不必多礼，都坐吧。王叔，好久不见了。王叔最近光彩照人，可是有什么好事？确实有好事要发生了。您啊，很快就要有王婶了。王叔这是有心仪的女子了，谁家姑娘能入得了王叔的法眼？可在这殿内？君清燕没有回答，视线依旧停留在云洛家的身上。太子随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挂不住了，眸光不由得沉了下去。丞相府的势力，他是势在必得的。臣女听闻相府七小姐上舞，不知有没有幸看的？哦，如此吗？既如此，朕也想看看。云洛家望了一眼云梦瑶，云梦瑶对着他摇头。琴棋书画他都可以，独这跳舞他不行。看到云梦瑶眼底的担忧，云洛家给了他一个安心的微笑。回陛下，臣女不会跳舞。陛下，臣女在乡野长大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宁远侯之女不可能不知道。她知道臣女乡野长大，必然也能猜到臣女不可能会跳舞。既然她知道臣女不会跳舞，
还有陛下说臣女善舞，该算是欺君了吧？这话一出，众人瞬间哗然。我是听别人说丞相之女善舞的，而且丞相之女又不止你一人，你旁边坐着的不也是丞相之女啊？哦，何人说的？在哪儿说的？如何说的？他说让你在秋日宴上刁难我了？啊，小姑娘们闹着玩的，许是听差了。那你会些什么？皇后都已经出来打圆场，云洛家自然不好再推却下去。我看君清燕刚要出声给他打圆场，云洛家却抬眸笑了笑。跳舞我确实不会，不过我舞剑倒是可以。哦，舞剑嘛，倒是稀奇呀。来呀，拿剑来。给本王找来一把琴来，本王要给七小姐伴奏。哈哈哈哈，多年未听到小13的琴声了，朕倒是十分想念了。今日就沾了丞相家这丫头的光了，去取敦贵妃的那把风摇琴来。皇兄还真是沾了七小姐的光啊。哦，君清燕这番如此直白的话说出口，刚才还只是猜测的众人，这会儿便已经可以确定君清燕对云洛家的心思。云洛家丝毫没有被人盯着看的局促感，只是抬眸看着君清燕，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意。感情他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打算，准备在秋日宴上给他安下一个安宁王的标签呢。如今他一次两次的当众偏爱他，谁能不知道云洛家是他安宁王看上的人呢？朕觉得七小姐配小13不错，小13可要朕下旨赐婚呢？臣弟还在征求七小姐同意，不过皇兄可安排礼部准备起来，过些日子七小姐同意了，本王便去提亲。哦，小13这意思是人家姑娘还没同意吗？皇帝八卦的眼神看向君清燕，那小13可得努力了呀。快了。皇帝和君清燕的声音并不小，周围的人几乎都听得清楚。太子听了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太傅若是知道能有王叔这样的女婿，不知道得有多高兴。那是，那老家伙怕是要高兴坏了呀。皇帝的这个反应把太子气得一口鲜血堵在胸口，难受得不得了。琴声响起，云洛家利落出手，剑招气势凌厉，随着悠扬悦耳的琴音婉转柔软下来。君清燕和云洛家配合得堪称完美，明明是第一次合作，却有种说不出的默契。宴会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才结束。就在众人准备离席的时候，羌国公主悄声地靠近君清燕，手里不知哪里来的匕首直刺她的心脏位置。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大惊失色。云洛家手中银光闪烁，还未出手，就看到君清燕的轮椅瞬间调转了方向，一把就抓住了那位公主的手腕。只听到沉闷的骨头碎裂的声音，那羌国公主惨叫一声，手里的匕首应声落下，被君清燕的另外一只手接住。君清燕坐在轮椅上，却轻轻松松的一把将人甩到旁边的柱子上，匕首对着那美人公主扔了出去。匕首一下刺中羌国公主的腹部，直接穿透，将她钉在了柱子上。从被刺杀到反杀，只用了一瞬间。君清燕，你杀我父兄，我要为他们报仇！哼，大胆羌国，竟敢派刺客行刺安宁王！来人，押入大牢，给朕审清楚！羌国公主早就被我杀了，他们肯定认为是李朝动杀的，你们就等着羌国大军压境吧！本王等着，传令下去，追上羌国使臣，把他们请回来。本王要请他们喝茶谈心。前几日，羌国使臣将公主送来，在京都待了2日便离去。这刺客口中所说，倘若是真的，那使臣中必然有跟他同谋的。皇兄，你回去休息吧，羌国刺客的事情交给臣弟处理。好，你来处理吧。小林子带着禁卫军疏散殿内所有的人，云洛家也跟着人群出了大殿。七小姐，快随我回宫一趟。怎么了？大林子如此着急来寻找他，定然是因为君清燕出了什么要紧的事。大林子勾着云洛家的腰，一个飞身便带他上了马，驾马往皇宫疾驰，语气也充满了焦急。王爷身中剧毒，危在旦夕，御医束手无策，只吊住了王爷的命，我才这般着急的来寻七小姐。中了剧毒？那刺客匕首上抹了毒，可随着皮肤渗入身体，
虽说发作的比较慢，却是要命的剧毒啊！云洛家想到君清燕中了毒，危在旦夕，心脏陡然收紧，不由得催促大林子再快一些。七小姐来得可真快啊！王爷还真是临危不乱，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总归是要死了，哭丧着脸又有何用啊？死？王爷还没让我做上安宁王妃就想死，是不是太不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了？给我取个盆过来，陛下，麻烦您让他们都出去，我给王爷医治，不适宜太多人在场。姑娘，银针是为了护住王爷的心脉，你这般直接取下来，剧毒会很快进入王爷心脉，王爷会有危险的呀。王爷要是有事，我会偿命的。出去。都出去吧，本王相信七小姐。本王真的还有救。王爷不信我，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做没有把握的担保。本王还想着，若是活不了了，将龙吟枪赠予七小姐。如今看来，龙吟枪，本王还希望自己用。要不是用性命做担保了，为了龙吟枪，我可是要见死不救了。本王不死也可以赠你。作弊。毒憋出来了一些，剩下的还需要研制解药来彻底清除。他掏出帕子给君清燕擦了擦嘴角上的血。王爷弄脏了我的衣裳，我就不用王爷赔了，但是今日救命的诊费要讨。有些脏了，别要了，本王回去让人多给你送一些。那个假公主死了？去大牢的途中就毒发身亡了。啊，那日在街头是你救了她的命。是我。王爷掩藏了真相是为了保护我吧？云洛家之前就猜测到君清燕没有提起他救下公主的事情，应当是为了不让他参与这件事。若是知道他会伤到我，七小姐可还会救他性命？云洛家没想到君清燕在这个时候会提出这种问题，他凝眉沉吟片刻。当时救下那个公主是为了不引起两国的争端，为了千千万万不曾谋面的百姓，可倘若他知道那个假公主抱着要杀害君清燕的目的，他还会救下她吗？不会，我不给他补2刀都对不起王爷对我的好。君清燕突然伸出手，一把勾住云乐家的脖子，把他拉向自己身边。做本王的王妃，本王护你此生无虞，与你无上荣耀。我若是不答应呢？王爷准备怎么对我？君清燕苦恼地皱起眉头，深深地叹了口气。那本王便再等等。王爷，你没忘记自己还身中剧毒吧？现在我在救你的命，这个时候可不是调情的时候。调情？本王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七小姐了。云乐家低头看着他，勾起唇角，却忽然捏住君清燕的下巴，对着她的唇亲了上去。我会见不得，我们要见面的日子还长着呢。听到君清燕出事，云洛家的心跳也漏了一拍，他着急得恨不能飞过来。他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君清燕，但他知道若是君清燕就这么死了的话，他一定会伤心。暧昧的气息在两人之间流淌。七小姐，这是……既然我注定会成为王爷的王妃，不如早点使用王妃的权利。王爷，是不可以亲吗？那张漂亮的脸蛋近在咫尺，鼻息之间隐隐传来小姑娘身上的香气。君清燕的喉结不受控制的滚动。自然是可以亲，七小姐想怎么亲都可以。本王只是觉得有些意犹未尽啊。君清燕脸上的笑意直达眼底，她抬手摸了摸云洛家的脸。云洛家对上他那含笑的眼睛，倒有些不自在。他别开了视线，然后从袖袋中掏出一瓶药。王爷把这个药吃了，我给王爷取针。君清燕看出来了，云洛家在害羞。本王总觉得七小姐的脑袋似乎藏着另一个天地，里面的东西取之不尽。没准王爷的感觉不错呢，我这里真的藏着另外一个天地，而且还是君清燕亲手送的一个天地。七小姐，本王何时能去丞相府提亲呢？你觉得等本王能站起来了再去，晚吗？当然不晚。他心想再晚点也没关系，他还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呢。王爷服用了我的药，加上针灸治疗，
现在体内的毒和之前所在的毒到达了相抵的水平。我刚才给王爷服用了可净化心脉毒素的药，王爷暂时不会毒发，不过还需要解药，至少得给我2日的时间。2日后，我定然能研制出解药。王爷这2日切莫动气，气血上涌会打破平衡，届时便有可能出现危险。他坐在床边看着君清燕，伸出小手摸了摸她的脸颊。需要我在这里守着你吗？君清燕抬手握住他的手。需要。七小姐方便吗？不是很方便，但也不是不行。回家去研制解药当然更方便些，只是他心里有些放不下心君清燕。那本王就强人所难一次，把七小姐留下，可行？君清燕握着云落家的掌心出汗，眼底是化不开的暖意。那便就在这里研制解药，得让御医给我找些需要的药材和器具。小13好些了吗？毒可解了？云落家赶紧把手从君清燕的手里抽出来，起身往殿外走去。醒了？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王爷怎么下床了？云落家趴在桌上，睡得脖子酸疼，手扶着脖子转动了2圈，突然想起什么，转头去岸上看了一眼半成品解药。幸好没有碰洒了。辛苦你了。这不算辛苦，以前研究新药方时，整夜不睡是经常的事情。能救王爷的命，这点辛苦算不得什么。君清燕的视线落在云落家的手上，心中升起一股念头，手心不由得捏紧了些。不用着急，我让人进来伺候你梳洗换身衣裳，吃了饭再继续研制解药。云落家注意到他的视线，忍不住想笑，于是便主动伸手握住君清燕的手。来不及了，洗漱就算了，衣服也不用换了，让他们拿点吃的过来，我要饿死了。那道菜有问题？牛乳与梨同时会导致腹泻，我刚吃了一口牛乳蒸蛋，若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再吃了那川贝雪梨炖鸽子，今日怕是要蹲在茅坑出不来了。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有人故意为之，这可得王爷让人去查。跟王爷在一起还真是危险啊，幸好我是会医术，不然今日的吃食就可能不是食物相生相克这么简单了，也许吃进去的就是毒药了。君清燕若有所思，但是却没说什么话。他说过会护着云落家周全，可自己根本就没有做到。饭菜都冷了，牛乳蒸蛋我吃完了，那个鸽子你可以吃，我先去忙了。他走了2步，又回头看了看君清燕。王爷，要跟你在一起是我的选择，我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是不会后悔的。咱俩现在也算是一条船上的了，整舵人要让船行驶得稳一点哦。我会的，七小姐放心。王爷别叫我七小姐了，叫我名字就行了，叫我洛家，或者跟家里人一样叫我嘉儿。无倦，我的字，取君子无倦之意。我不喜欢这个词，平日也无人这般称呼。君无倦很好听啊，为什么不喜欢？好了，称呼就聊到这儿，你吃饭，我干活了。他拿起笔在纸上记录了一下，认真的研制去了。刚刚研制一会儿，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启禀王爷，太后召见丞相府七小姐。禀安宁王，太后召见丞相府七小姐，奴才在外面禀报了，没有得到回应，担心殿内出事，这才开门进来了。这就是你擅闯本王寝殿的理由？母后明知道我现在身中剧毒，危在旦夕，七小姐正在争分夺秒地为我研制解药，在这个时候要见她，母后是怕我死不了吗？云落家分神听着他的话，心头也生出几分惊讶。原来君清燕跟太后的关系不好。关于君清燕的身世，云落家也从清渊那里听到过一些。君清燕并非太后所生，而是先帝不知道从哪儿抱回来的。虽说是来历不明，但先帝却极其宠爱，将她算在中宫名下，以嫡皇子的身份放在身边亲自教养。虽说知道君清燕的身世，但云落家万万没想到她和太后的关系这么差。来人，这奴才擅闯本王寝殿，拖下去，杖责30。小林子，亲自把人送回母后身边，跟母后解释下缘由。是。关上殿门，没本王吩咐，不准放任何人进来。这么对太后的人没问题吗？他都不想让我活着，我打个太监有什么问题？你不用管其他，专心研制你的药就好。
时间紧急，云洛家确实也不想管这么多。为妻，下来。主子有何吩咐？去查一下今日早膳经手的人，查出来幕后之人。君清燕吩咐完毕，尾妻一溜烟的就消失在原地。云洛家忍不住感慨呀，这轻功可真牛，嗖的一下就没了。他就说嘛，君清燕的身边不可能只有2个贴身侍卫。云洛家第一次配比的解药终于做好，先给自己服用了一个护心脉的药丸，取出手术刀，走到君清燕的身边坐下。君清燕疑惑地看着他，割开了自己手指上的绷带，又用刀挑开他的伤口，然后用舌尖舔了一滴指尖上的鲜血。你疯了，这血有毒啊！我知道有毒，我得试药。说完，他也不管生气的君清燕，拿起刚才搓好的药丸塞进了嘴里。有点苦呀，得加点蜜。君清燕蹙着眉头，紧紧地盯着他。你研制药时，都要亲自试药？当然不是，只是你中的这个毒有点刁钻，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不亲自试药的话拿不准。那万一你研制不出解药，岂不是要与本王一起死了？王爷得相信我的能力，我说2天可以研制出解药，那就只需要2天。大殿的门突然被人暴力的推开，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带着一群工人走了进来，大林子和小林子也紧随其后，齐齐地望着君清燕，只等她的命令。安宁王好大的威风啊，连哀家的人都敢打，是不是不把哀家这个母后放在眼里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装出母慈子孝的样子，看我还活着，母后是不是很失望啊？你果然野种就是没有规矩，连孝道都不懂。你可还记得哀家是你的母后？你本就并非本王亲生母亲，母后这般问本王，那本王便想问了，母后可曾把本王当成过你的孩子？自幼若不是父皇护着，我怕是不知道死在母后手里多少次了吧。我很想知道母后跟我有什么样的仇怨，非要置我于死地呢？你！太后抬起手对着君清燕的脸就打了过去，可就在她快要碰到君清燕的脸的时候，手腕被云洛家一下子给抓住了。你竟然敢拦着哀家！太后，王爷身中剧毒，是个病人，您这样打病人不好吧？莫生气，王爷不要生气啊！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能生气吗？你怎么能不听医嘱呢？是，我错了，我应该遵医嘱的。调整呼吸，淡定。哼，你就是丞相家那个找回来的七小姐？是我。哼，来人呐，给哀家拖出去，杖责！本王看谁敢！谁敢动他，本王要了谁的命！他身上的气势过于强大，太后的人倒一时不敢贸然上前，娘儿俩就这么杠上了。都是死人嘛！丞相府七小姐敢违抗哀家的召见，还不快给哀家拿下！这时云洛家靠近君清燕的耳边：你能护住我吗？要是不行，我是不是需要自保了？君清燕紧紧攥着他的小手。佳儿，你得相信本王。母后，你不要觉得父皇不在了就没人护得住本王了。你要知道，本王从来不需要别人庇护。你这个太后，本王想让你做你便做，本王若是不想你做，那你也该去寺庙给父皇祈福了。你胆敢！太后被他气得直哆嗦，伸出手指着他，满脸愤怒。君清燕的手摸进云洛家的袖带，拿出那枚黄纹玉佩，对着太后高高的举起。黄龙卫，见此令者，可斩天子。父皇可与母后说过。什么？太后震惊地看着他手里的玉牌，踉跄地往后退了2步，竟险些摔倒，幸好被身边的嬷嬷扶住。母后，我以为我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你若安心地做你的太后，便可颐养天年。可你非要跟本王过不去。这下不仅是太后，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君清燕在众人面前把云洛家拉进了怀里，伸手捂住他的眼睛。本王要杀人了，闭眼，别看。母后，这些人是你害死的，日后再想为难本王的时候，掂量着行事。他扣着云洛家的眼睛，在他的脸颊亲了一下，然后警告太后：这是本王未来的王妃，
母后可不能为难他。你是个魔鬼！云洛家什么都看不见，但他听得到。他抬起双手，想要把君清燕的手拉开。别动，太脏了，等他们收拾干净。来人，太后受了惊吓，送太后回去休息，利索点，把这收拾干净。虽说云洛家什么都看不见，可是那种利器穿透皮肉的声音他却听得清楚。这种看不见却能够清晰地感知到的这种感觉，比他不得已的用暗器杀人的冲击力大多了。别怕，也别害怕本王，本王永远不会伤你。云洛家虽说不害怕，可是君清燕的话还是让他感觉到了心安。迄今为止，他最震惊的不是君清燕手握对于皇帝的生杀权力，也不是他敢当着太后的面杀掉他所有的人。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君清燕从他袖带中摸出来的那枚玉佩竟然这么重要。君清燕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送给他，不是疯了吧？云洛家通宵忙活了一夜，这会儿在君清燕的怀里又睁不开双眼，他迷迷糊糊的竟打起了瞌睡。君清燕愣了一下，小心翼翼地偏头看向他的小脸。君清燕本来还担心他是否会害怕，没想到这小丫头竟然能在他怀里睡着，看来他的担心是多余了。他伸手抚摸着云洛家的脸颊，他陡然惊醒。我有什么不对吗？没有，很美。他回头对上君清燕灼热的视线，突然心里漏了一拍。他抿了抿唇，单手捧起君清燕的脸，对她的唇亲了上去。王爷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再不把解药弄出来，咱俩就得成一对死鸳鸯了。突然他感觉自己的身下有些不对劲儿。王爷，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能硬的时候吧？听到云洛家如此直白地揭穿他，君清燕的耳根一下子就红了，那红色一直蔓延到脖子，将她整个脖子都覆上一层绯色。你这个小姑娘怎么什么话都说呀？不知羞吗？是王爷起了色心，又不是我羞什么？云洛家撇了撇嘴，转身偷笑着走到案几前坐下，却又忍不住多看两眼君清燕害羞的样子。安宁王处事之时冷血果断，但是在感情上却有些害羞，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反差萌。云洛家刚坐下，突然感觉胸口一阵热浪翻涌，那热浪直往上翻，一口毒血就从嘴里溢了出来。娇儿，王爷淡定，没事儿，解药配比问题而已，死不了人。云洛家是为了给他研制解药才会喝了他的毒血，他此刻就算是心疼也没办法。这个收好。这么重要的东西，王爷为什么给我？是骗太后的，这个不是黄龙令，我母妃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李朝的黄龙令啊？他从云洛家手中拿玉佩的时候，没有人看见，没人知道玉佩在云洛家这里，云洛家就不会因为这个玉佩而遭遇危险。骗太后的？太后那么好骗？黄龙卫在他们看来只是传闻，没有人真的知道黄龙卫的特征，更没有人见过黄龙令。他不信又如何？因为见过黄龙卫的都死了。那黄龙卫真实存在吗？知道这件事的，除了太后和你，都死了。你还要问下去？王爷，把药吞了再睡。看到君清燕把解药吃了，云洛家彻底撑不住了，歪倒在君清燕的身边，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不行了，再不睡要猝死了，天塌了也别。就这么大胆的睡到我身边了。君清燕轻轻地抚摸着他越加滑嫩的小脸，理智上觉得自己不该跟他睡一张床，可是手上却将云洛家往怀里又搂了搂。早晚会是他的王妃，抱着应该无事，大不了明日便去提亲。本来他想叫人进来扶他下床，却又不想让人看到云洛家睡着的模样，便贪心地抱着小丫头又躺了下去。全部都死了？最后查到的人确定与太子身边的太监接触过。我担心大套卿说太子身边的太监我没动，去杀了，给太子个警告。吩咐完毕，他对着尾妻摆了摆手，一回头看到床上云洛家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坐起身来，他忍不住弯起了嘴角。睡够了吗？睡着了跟小猫似的往我怀里钻，我要起床还耍赖的抱着我的腰不撒手。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云洛家还蒙圈的小脸，宠溺地笑了笑。这么喜欢抱着我睡，不如
早日嫁进安宁王府，日后我可以每日都抱着你睡。云洛家打了个哈欠，眼神迷迷瞪瞪的看了一会儿君清燕。王爷，你是吃错药了吗？还是说我的解药打通了你的任督二脉？你怎么突然这么骚了？有没有可能这就是本王的真实面目？还是好困，我缓缓，好饿呀，有吃的吗？饭菜马上就准备好了，我还命人准备了玉泉池和干净的衣裳，一会儿吃了饭后去泡个澡。我回家去洗吧。今晚要回家就睡个好觉。让你泡澡是让你舒缓一下身体，不是因为你身上有味道，不但没味道，反而觉得还很香呢。行吧，虽然没什么怪味儿，但也不香啊。王爷别哄我了。我并非哄你，是真的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似花香，还有些甜。云洛家在他怀里睡着的时候，他确确实实从药味中闻到了香味儿。你像个流氓。君清燕稍稍愣了一下，也忍不住跟着笑了。他觉得云洛家说的似乎没错，他何时开始像个流氓了？日后倘若太后要召见你，你直接推脱就是了。若实在无法推脱，便立刻让人去通知我。明白了。王爷放心吧，既然你已经是我的靠山了，我是不会放着靠山不用的。他这个人最不要面子，面子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能指望的时候当然要指望一下，指望不上了再靠自己。能成为你的靠山，是本王的荣幸。佳儿不乖啊，不是让你换我不劝吗？王爷不是说不喜欢这个字，不然叫王爷清燕。佳儿若是喜欢，随意便是，就算是喊我夫君，我也敢应。王爷，我觉得你这2天假酒喝多了。何意啊？太骚了。佳儿不喜欢本王这般，其实本王还有很多面，只看佳儿喜欢哪一面。云洛家着实是有些吃不消这样的君清燕。天哪，这男人怎么做到时而冷酷无情帅炸天，又时而娇羞可爱，时而又这么游出天际的？记得明日去府上给本王医治退疾。我记得了。王爷记得叫上3皇子。云洛家说完便走，可是君清燕却还是没有松手。王爷这是舍不得我？佳儿，明日见。云洛家觉得他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他笑着弯腰扶住君清燕的脸颊，在他的另外一边脸上亲了一下。这样，明天见。好，快回家吧。再见。云洛家把手抽出来，跳下马车，然后走进府门，赶紧捂住自己狂跳不止的心脏。睡都睡了，干那事儿的时候都没有这么激动，这会儿心跳个屁呀！亲也亲了，抱也抱了，床也上了，这会儿搞起纯爱了。哎呀，他竟然觉得纯爱更让他心动啊！七妹，真的是你？哎呦，你这2日在宫里怎么样？可有受委屈？这2日，父亲和哥哥都找了陛下询问你的消息。父亲想去看看你，陛下说你在为安宁王研制解药，不可打扰。母亲和祖母都担心的不行了。我没事儿，就是熬了2个夜，这会儿有点困了，想先回去把觉给补了。那安宁王他康复了吗？生龙活虎了。五哥，你要相信你妹妹的医术。那就好。他若出事了，羌国便要得意了。羌国太卑鄙了，竟想出这种无耻的办法来置安宁王于死地。爹听闻安宁王中意于你，爹就是想问问你是否对他有心思啊？你若对他无意，爹去跟他说，绝不让他为难你。爹，女儿主意安宁王，可会对丞相府带来不便？那倒不会。虽说安宁王身份高贵，但爹的佳儿也不是配不上。只是他贪着，爹就是怕苦了你呀。不会的，爹放心吧，我选择了就不会觉得苦。云洛家知道爹爹是真的疼爱他，便也敞开心扉接受这个爹爹。七小姐，王爷在暖阁会客，让我在此等候，让你先去他寝殿稍等片刻。九郎。店内依旧准备好了糕点，今日那小鸡上除了糕点还多了一盘葡萄。葡萄在这个朝代算是奢侈之物，少见不说，主要是运输很麻烦。
云落家确实许久没吃，尝了一颗，觉得很甜，便端着葡萄出去，坐在院子里的假山上，对着那2只鹤咕咕了几声。不知道鹤肉炖了好不好吃？嘉儿惦记上本王的鹤了。不过这2只鹤呀，是好友所赠，吃不得。本王可以让人给你打2只回来炖了。还是别了，我就是随便说说，也不是很想吃。甜吗？酸的。嗯，不可能啊，我吃了这么多没有酸的。要不嘉儿尝尝本王嘴里这颗。王爷不知道害臊吗？本王不知，不与你玩笑了，先进殿吧，萧静有些事情，要晚些。进殿后，先给君清燕扎了针，看着小林子把她抱进浴桶。王爷这几天腿部可有什么感觉？这些日子不疼了，扶着东西能站起来，却无法迈步。差不多。云落家点了点头。再几次，王爷就可以练习走路了。到时候，嘉儿陪着本王练习吗？到时候看吧，有时间我就陪你练。康复训练前期，他还是需要陪着指导，后期嘛，君清燕在侍卫的陪同下就可以自己做了。皇叔可在内殿？二皇兄的伤很严重，现在还昏迷着。我一早去了他那儿，在他那儿待了一会儿。御医如何说？医生说没有性命危险，可是二皇兄怎么就醒不过来呢？不若七小姐一会儿同我一同去二皇兄府上，给二皇兄瞧瞧吧。不可，御医说没有生命危险就是无事。嘉儿过去多此一举。尚未查出凶手，他不想让云落家掺和进去。君景霄自知多言，便闭上了嘴。云落家拿着针走到君景霄的身前，垂眸为他扎针。他回想了一下君玄逸的伤势，确定他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不排除伤口感染的情况。算了，这个闲事还是不要多管。那个家伙脾气古怪又穷，若是他真有危险，估计不用他去，皇帝也会要他过去的。王爷，三皇子，我还有些事情，就先走了。稍等一下，本王亲手做的，作为短椅的回礼，里面放了些宫中绣娘绣的绣帕，赔偿你给我擦血的地方。多谢王爷了。对了，解毒的诊费结一下。看着君清燕，云落家眼底的笑意带着几分玩味之色。诊费多少啊？本王一会儿便让人送过去。君清燕双眼带笑看着云落家，旁边的君景霄看着眉目传情的2个人，别开了自己的视线，眼不见为净啊。算了，当我做好人好事了。药香我很喜欢，谢谢王爷，我就先告退了。等他出了内殿，君景霄才开口说话。刺杀二皇兄的事，父皇似乎不再追究了。应是查出何人所为了。羌国那边已得知公主和使臣死在了李朝境内，已经集结了军队，闹着要李朝给个交代。这么快就集结军队，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他们不过是打探到本王贪了，想找个由头找回点脸面，不敢真的发动战争。本王已经让人前进羌国查询公主之事了，一会儿本王进宫一趟，让皇兄将此事压着，无论他们什么要求都不可答应。等些日子给本王下毒之事，本王还要好好的与他们清算一番。小七妹找我吗？我听莫鸾说四哥上午找我去了，我就过来看看四哥找我什么事儿。不着急，先尝尝四哥这里的好茶。四哥，跟我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就是了。是这样的，我前些日子不是出了趟远门去看香料了吗？回来的路上，在2个人贩子手里救下了一个姑娘。那姑娘身子有点弱，我给她请了不少大夫，但是大夫都是说她是自娘胎里出来，身子骨就差，没什么办法。我这2日瞧她咳得厉害，想着小七妹医术了得，想让你去帮忙给那姑娘瞧瞧。听了云帆的话，云诺家突然燃起了八卦之魂，他笑眯眯地问着：“那姑娘就是四哥金屋藏的娇吧？”“是，不是？总归这事别让祖母和爹娘知道。”云帆平日里特别讨长辈的喜欢，做事也很有分寸。他知道这事儿府里知道那就大了，所以便一直藏着没说。今日也是看到玉棉不舒服，所以才问了云洛家。为何？他身份特殊，还是四哥不准备对人家负责？这个不太好说，暂且先不提了。小七妹什么时候有空，四哥带你去见见她，你顺带着给她瞧瞧身子。我说你这些日子忙什么呢？原来不仅是生意，
还忙着陪姑娘呢。我就是个大闲人，要不吃了午饭就去吧。我在府中吃，四哥带你去玉香楼吃。这么着急，可见四哥对那姑娘是真的动了心呀。云大哥，这就是你与我说的小七妹吗？我还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见到，没想到今日你就带她过来了。啊，这便是我常与你说起的小七妹。七妹，这位是玉棉姑娘。你好，我叫云洛佳。人美，名字也好听。我在京都人生地不熟的，每日都在房中待着，简直是要闷死了。见到一般大的姑娘，真是太开心了。一阵微风吹来，玉棉眼唇咳嗽了起来。云帆赶忙招呼他进屋去，别在外面吹风。云洛佳跟着进了房间。我身子不大好，呛了风就容易咳嗽。我听四哥说了，今日就是来帮你调理身体的。其实我身子天生就弱，以前父母在世时常给我找大夫调理还好些，后来父母不在了，便更是一日不如一日。好在是遇到了云大哥。把手给我，我看看。确实是有些体弱，我家里有些滋补调理的药，吃着能增强些，平日注意些也没什么大事儿。云洛佳和云帆在他这待了半天，三人相谈甚欢。晚饭时间，两个人才回府去吃晚饭。四哥准备怎么对玉棉？难不成要把她放在外面做个外室？自是不能让她做无名无分的外室，等些日子把她以婢女的身份接到身边，等娶了正室，就抬做个姨娘吧。娘和祖母还算开明，她这身份做个姨娘没什么问题。云洛佳听着皱起了眉头，但是却没多说话。他是一个现代人，自然是接受不了一夫多妻。可是在这个时代，云帆的想法就很正常。在他看来，男子三妻四妾本就是稀松平常，想法不同，自然是聊不到一起去的。回府吃了晚饭，云洛佳让云帆明日去他那里给玉棉拿药，便被云逸给拉走了。快到中秋了，这些都是提前准备着的。中秋的灯会比这个时候要热闹得多，到时候整个京城都会挂满了灯笼。相府每年也要提前做好多的月饼，行善布施。陛下也会带着皇后和太子太子妃们去城楼看满城灯火，给李朝祈福。古色古香的长街，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看起来异常美丽。云洛佳看着挂满长街的红灯笼，只觉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的美感。几个人看着云洛佳那喜爱的眼神，都有些心疼他。而之前满心怨气的云梦瑶，竟在这一刻也觉得有些心疼云洛佳。在云洛佳专心看灯的时候，他悄悄地牵起了云洛佳的手。姐姐，中秋我陪你一起来看花灯，到时候再说。他感受到了云梦瑶的一份真诚，便没有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就任由他这般牵着。云梦瑶似乎有些紧张，小手握得不紧，但是掌心很快就出汗了。怎么了？热了？没有，不热。热是不热，就是有些局促紧张。云洛佳当然知道他不热，只是故意的逗逗他罢了。走着走着，突然迎面有个人撞到了云洛佳。男人撞到他后，立马态度良好的道歉。云洛佳也不欲与他计较，摇头说了一句无事，便让他离开了。那人刚与他擦肩错过，云洛佳忽然想到什么，他伸手摸了摸袖笼，发现君清燕送给他的那枚玉佩不见了。他猛地转身去追，可是那贼已经跑出很远。川贼，给我站住！不就是一块玉佩吗？你这小丫头追我追到妓院了，还给我！老子今儿还就是不还了。云洛佳走过去，还没到门口，就听到嘎嘣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他脸色瞬息变化，脚步停下时，已经走到了门口。一个身穿青色锦袍、戴着半张面具的男子站在那儿，手上掐着方才那贼人的脖子。那贼人脖子往一边无力的歪倒，明显已经死了。那面具男转身看到云洛佳，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掐着贼人的手松开，贼人的身体软塌塌地掉在地上，而他则若无其事，朝着云洛佳直直地看过来。他偷了我的玉佩，我只是追来拿玉佩的，麻烦将玉佩拿给我。今日之事我没看到。那面具男子似乎咬了咬后槽牙。就在云洛佳以为要武力解决此事的时候，男子突然蹲下去，在贼人的身上摸索起来。是这个吗？对，就是这个，谢谢。云洛佳点头，警惕地伸手去接。
这男人浑身上下都散发一股子令他不舒服的冷寒之意。云洛家浑身绷紧，提防着他随时出手。可那男子并未对他动手，而是把玉佩放到了他的掌心，然后关上房门。见房门关上，云洛家算是彻底松了口气。他侧眸往房间的方向看了一眼，心里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那男人虽然刻意改变了声音，可是声线他却莫名的觉得有些熟悉。在那儿！刀光剑影齐齐向云洛家踢了过来，他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转身就跑。可刺客却没有追过来，他在拐角处停下，趴在墙边疑惑地伸头看了一眼。刚才那个位置，不知道哪抽来的2个黑衣人跟着另一群黑衣人干了起来。刺客中一名黑衣人飞身趁乱逃跑。尾巴，去追人，留个活口，我这儿全杀了。好嘞。尾巴？他听到过君清燕叫尾妻，这个尾巴跟尾妻应该是有些关系的。看来这2个人是君清燕派到他身边保护他的人。等着这边黑衣人都处理完毕，七小姐，我是安宁王尹卫韦六，王爷命我们保护七小姐的安危。跟云洛家方才猜测的差不多。麻烦你们了。房顶有个黑衣人飞身过来，云洛家警惕地看了一眼。无妨，是尾巴回来了。七妹妹，七妹妹你在吗？云洛家看了一眼满地的尸体，快步迎上去。五哥，我在。他迎上云逸，在云逸发现尸体之前，直接拉着云逸转身往回走。天这么晚了，我们回家吧。哎，我怎么闻着前面有一股血腥味啊？没有啊，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那边什么都没有。云逸问妹妹是否抓到了贼人。没抓到，他被追得急了，就把我的东西扔给我了。财物被偷了也就偷了，你的安全最重要。你就这么不管不顾的去追那小偷了，可担心死我了。上次他把妹妹带出去，又把妹妹弄丢了，就产生了应激反应，方才找不到云洛家，差点把他吓死。五哥，别担心，我会武功的，你忘了？对上这种小贼，只有他倒霉的份儿。哎，话虽如此，可难保他不会狗急跳墙呢。云逸还是心有余悸。云洛家不再多说什么，2人回到热闹的街上。姐姐，没事吧？东西可拿回来了？没事，拿回来了。算了，丢了就丢了吧。今天去过那么多地方，也不可能找回来了。只是可惜了，那是小姐平日最喜欢的簪子。倒也无所谓，再买个相似的就行了。云洛家不是最喜欢那个簪子，而是因为它素雅不惹人眼，戴起来又轻便，所以每次都选那只。夜深人静之时，潜藏在屋檐下的尾巴忽然警惕起来。他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落在云洛家的窗前，随后又飞身上了房顶。那男人在房顶坐了许久，尾巴看了一眼韦六，韦六摇摇头，没让他动手。此人看着并没有恶意，他们是保护云洛家的生命安全，现在不是该出手的时候。面具男坐在房顶，手里拿着一只木槿花的金簪，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簪子收回腰间，飞身离开了丞相府。需要禀报王爷吗？明日我去禀报王爷。四哥，我开了个药铺，你帮我找个稍微懂点药理的伙计吧，我平时也不能每天都消耗在药铺里。啊，这个好办，四哥得空就给你办了。你怎么想起开药铺了？可是银子不够用，不够用就跟四哥说呀，四哥这有，这里应该有个2000两，你拿着用。哎呀，我不缺银子，我开药铺这事儿啊，说来话长，就不细细跟你说了。喏，这是给玉眠的药，你给他送过去，我就不去了，我今天得去药铺。好。云帆接过药，把银票强行地塞到他的手里。拿着买衣裳穿。这是哥哥的心意，云洛家不好再推脱，便收下了。小丫头说有人来抓药，没想到是云大哥。我路过，看到小丫头在里面擦柜子，好奇进来看看，顺便给我娘照点安神药。她最近总是头疼，睡不好。将军夫人是最近才头疼吗？最近睡不好？嗨，她时常头疼，大夫看了不少，效果甚微。似乎是每个月特定那几日，她便会说头疼，睡得不好，也不愿意出门。每日特定的，还是那几日？我知道了病症，一会儿给你开点药，拿回去煎了给夫人喝。不过她的症状还是针灸治疗效果好些。云大哥所说的应该是神经性偏头疼，每月的月事期，受激素的影响便容易失眠，头疼的症状也会严重些。我只说了这些，
姬妹妹就能判断出病症根源所在，果真是医术了得呀。我去给云大哥抓药。相府七小姐可在？你们何事？皇后娘娘召见七小姐，麻烦七小姐跟老奴进宫吧。云洛家与皇后从没有单独见过面，不明白皇后为何突然要见他。不过光天化日之下，皇后这么明着召见，不可能会对他怎么样。他给云慕瑶的药才抓了一半，便对那宦官微微一笑：麻烦公公稍等，我把这药给抓完。那七小姐可快一些，别让皇后娘娘久等了。云洛家丝毫不理会那老太监，不急不躁地把药抓好。云大哥，3碗水熬成1碗，1日1次，睡前服用。若是无效再来找我，到时候我上门去给将军夫人看看。好，七妹妹快去吧。云洛家依旧不着急。小丫头，收拾好了就锁门回家。今日我不在，药就不抓了。啊，我把这边擦完。七小姐，您快点吧，娘娘还在等着你呢。那宦官已经有些不耐烦。云慕瑶看着他那傲慢的态度，皱了皱眉头，但最终也没说什么。成了，走吧。臣女见过皇后娘娘。七小姐，见皇后娘娘该行大礼的。实在是抱歉，我乡野长大的，不是很懂宫里的规矩。云洛家当然知道要行大礼，但他只是单纯的不想下跪而已。无妨，给七小姐看个座。云洛家也不客气，直接坐到了宫女搬来的椅子上，看着皇后，等着皇后说传召她的目的。本宫今日找你是为二皇子，那孩子这些年受了不少的苦，这刚被陛下接回京就接连受伤，我这个做母后的呀，看着他这么多天不醒，也有些心疼。宫里的御医啊，虽说他没有生命危险，可这都多少天了，他都没有醒来。本宫觉得这御医都无用，便想让你帮着去看看。皇后娘娘是想让我去给二皇子看伤？云洛家听他说了半天，也没明白他的目的。本宫是想让你帮本宫看看他能否醒过来。哦，我要是能让他醒来，可需要我帮忙救治？你能治好他？没看到人呢，没什么把握。云洛家继续装傻。陛下想让你去给二皇子治病，到时候你只需与陛下说二皇子无法醒来，其他的事情便不用你管了。你能明白本宫的话吗？云洛家自然是明白，皇后的意思是让他推翻御医说的没有生命危险，让皇帝做好二皇子要死了的准备，然后好方便他下手把二皇子弄死。臣女不甚明白，二皇子能否醒来，臣女暂时还不能确定，得看了二皇子的情况再说。无论他能不能醒来，你都要说你无能为力，这回明白了？哦，臣女明白了，可我为何要那么做？皇后只好耐着性子。本宫可许你太子妃之位，太子妃可是未来的皇后，你做了太子妃，便可光耀门楣，让丞相大人成为国丈。云洛家心里呸了一声。啊，太子不是有太子妃了吗？皇后如今还在计划着为了梅英儿的太子妃之位，那她是不是该约梅英儿空了出去喝喝茶聊聊天呢？这个你不必管，本宫答应你，自然会让你坐上太子妃之位。哦，臣女明白了。那你知道该如何做了吗？皇后以为云洛家真的明白了，笑容逐渐温和。你我日后便是一家人，我们理应一条心，对吗？嗯，皇后娘娘说的是。如此，今日留下与本宫一同用午膳吧。用了午膳，便去二皇子府上给二皇子诊治一番。臣女就不在皇后娘娘这里用膳了，我早些去给二皇子诊治一番，办好您交代的事情。云洛家赶紧站起来告辞。也好，过几日本宫再接你入宫用膳。这皇后口口声声说心疼二皇子，可是却想要置他于死地，真是又当又立，虚伪的让人恶心。吃了午饭后，大林子亲自送来一个盒子，说是君清燕让送给他的。云洛家接过木盒打开，发现里面放了一盒子红彤彤的剥好的石榴，石榴上还放着一张纸。云洛家把盒子放到桌上，打开了那张纸，只见纸上写着几个字：汝从未知吾思其人，思其心，只难以情事。君清燕的字很漂亮，这句带着相思之意的话配上她的字，格外让人心动。云洛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心里却是甜滋滋的。这个君清燕真是知道怎么撩人呐！大林子还没走，云洛家让他稍等片刻，
走到小书房写了一封回信。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不只是君清宴会撩人，他也会啊，不会也得学着撩回去。趁他睡前再打开。好的，七小姐，我会转告王爷的。对了，王爷还说，无论皇后见七小姐说了什么，七小姐都不必理会。我不是警告过你离我远点吗？你先松开我。他试探着抽了抽手，可是君玄逸的手仿若钢筋铁骨，捏着他的手腕骨头都要断了。他哪里像是要不行的样子，明明根本就什么事儿都没有。手腕要断了，你先松开我。君玄逸看到他痛苦的神情，这才松开了。奴婢给二皇子换被褥。不是说二皇子没机会醒来了吗？二皇子如今醒了过来，要是知道他们在他昏迷期间这么对他，他们怕是凶多吉少。眼看着被褥更换好，云洛家摆了摆手，示意两个人出去。我并不想靠近你，是奉陛下之命来给你治疗的，你别乱动了，我看下伤口。他并不好奇君玄逸为什么装昏迷，也不想知道。一个皇子过得这么惨，若不是心思深一点，估计活不到现在。有些时候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他懒得去招惹这些事情。我会禀明陛下，在我来之前你就醒了，你得配合一下。只有放出消息说君玄逸在云洛家来之前就醒了过来，皇后那边才没有理由去找他麻烦。他没有理由帮着皇后去害二皇子，也不想招惹上皇后那个麻烦。为何？云洛家把手从他背下穿过，扶着他坐起来，又脱掉他的上衣，解开他的身上看着许久都没有更换过的纱布。温热的手触碰到君玄逸的皮肤，君玄逸下意识地绷紧了身体。他低头看着认真给他解开绷带的云洛家，鼻尖萦绕着他身上的馨香，他抿了抿唇，紧张地屏住呼吸。放松，伤口要崩裂了。皇后找过你吧？你为何不听从她的吩咐，反而要帮我呢？他确定云洛家不会害他，因为要害他的话，没必要多此一举让人给他换被褥，更没有必要在他毫无抵抗力的时候一次一次地救他。你会算命吗？皇后找过我，你都知道。君玄逸没有解释，只是垂眸看着认真处理伤口的云洛家。经过他的妙手处理，本来狰狞的伤口瞬间齐整，只留下一道秀气的伤痕。云洛家剪断了缝合的线，正准备收拾工具，君玄逸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怎么了？二皇子对我的缝合技术不满意？君玄逸松开手。不要与皇后和太子为伍，因为他们迟早会死在他的手上，他不想伤害云洛家。二皇子的担心多余了，我对你们皇家的争斗毫无兴趣。要不是陛下让我来给你治疗，我并不准备掺和进来。七小姐是个聪明人，如此甚好。我明天会来给你消毒换药，直到伤口彻底愈合。记得你答应我的，陛下问起，便说我来之前你就行了。君玄逸清醒过来，应当会差人进宫禀报皇帝，并不需要他多操心。别穿了，一会喊你的婢女给你拿件干净的吧。皇子做到这个份上，实在是难为他。成大事者必能做到忍辱负重，这二皇子定然不简单。这样的角色通常都会是大 boss， 毕竟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明日何时来给我换药啊？大概在午时之前。天不早了，我先走了。对了，你身边那2个婢女换掉吧，不是什么好鸟。身后的君玄逸缓缓勾起了嘴角，不是什么好鸟，此话倒当真是有趣。皇后安插的人既然被他抓到了错处，不该是换掉，而是该直接乱棍打死，扔到乱葬岗让乌鸦蚕食才对。日落西山，大林子又给他送了一些桃花糕过来，还附带了君清燕的亲笔情书。晚风几许撩人意，清茶等风也等你。云洛家看着寥寥几字的书信，忍不住笑起来。明早就相见，这大男人怎么这么酸呢？他让大林子等一会儿，点了灯去小书房给君清燕回了一封信。山河已暮，时已寝安，虽不同枕，但与同梦。晚安。君清燕拿到云洛家的回信后，仰头望向空中的圆月，唇角勾起温柔的笑意。小姑娘不来给她看病的时候，从来都想不到来找她，明显的就是对她没有上心。不过倒也无妨，感情之事慢慢培养便好。今日来的倒是早些。皇爷能扶着东西站了，恢复的比我想象的要快。
突然，君清燕体力不支，往他的这边倒了过来。云洛家快速张开双臂，接下了他倒下来的身体。君清燕抱住云洛家，扬唇笑着：“能扶着东西站一会儿，但是坚持不了多久。幸好家人扶住了我，不然可要摔了呀。”怀里的男人腿上没有什么支撑力，高大的身体压得云洛家都快扶不动了。云洛家心想，身边那么多的影卫暗卫，还鬼扯什么没他就摔倒了，明明就是想占他便宜嘛。他双手揽住君清燕的腰，对着旁边冷眼旁观的小林子吩咐：“小炮仗，看不见你家王爷站不住了，快把轮椅拿过来啊！”叫谁小炮仗呢？嘴上不服气，却很听话的去把轮椅给推了过来，帮着云洛家一起扶着君清燕坐下。云洛家低头看着自己被君清燕握住的手，没有挣扎，侧眸看着君清燕故作若无其事的脸，只觉得她有几分说不出的可爱，想牵手竟然还偷偷摸摸的牵。如此可爱的人，在战场上真能让敌人闻风丧胆吗？前日袁不凡找你麻烦了吧？本王已经严惩了。王爷如何严惩的？本王令他回去将兵书抄写3遍。他这人呢，大字不识一箩筐，让他拿笔比杀了他还难受。让他长了记性，下次便不敢招惹你了。那可真的是要感激王爷为我出头了。让一个舞刀弄枪的大佬出去抄书，也就君清燕能想出这么损的招了。君清燕抬眸瞥了他一眼，本王护着自己的王妃，用得着你感激？他这话中没有不高兴，但多少带着点怨气。听到君清燕的话，云洛家稍稍愣了一下，故意的跟他开起了玩笑：“王爷言之尚早，你的王妃现在还不是你的王妃呢。”话音刚落，君清燕漆黑的眸子突然望了过来，他眯着眼睛直直的盯着云洛家。云洛家也觉得自己似乎斗得过分了，君清燕却突然转移了话题：“昨日你去了玄逸的府上，他的身体如何了？”“本王自己可以，你先出去。”“我到那的时候他就醒来了，我只是帮忙处理了一下伤口，他好好养着，很快就能好了。”“尾六、尾八，轻功和武功都是拔尖的，可以保护你的安危。那日刺杀你的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无从查起。”见云洛家只是认真的给他扎针，没有任何反应，他继续说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有事的。”“我相信王爷，而且我也没觉得担心或害怕。若真的是害怕，我便会离你远点了。哦对，还有3皇子和2皇子，都得离远点，毕竟靠近你们才会有危险。”这其中2皇子最危险，他确实也不想靠近，只是皇命难违呀。本王是不是该夸你一句好胆识？君清燕和云洛家相处有些日子，见他第一面便知道他有胆识，自然知道他这种性子是无所畏惧。但是无所畏惧的另一种说法就是猖狂，这样的性情身份地位不够高，容易招惹事端。好在第一次招惹的是他，也慢慢的让他生出了要保护他的心思。他君清燕可以给他至高无上的身份和权利，只要他安在，便可以护他余生安稳。那倒是不用，手给我。君清燕把手伸出来，放到云洛家的掌心，还收起了手，捏捏他的小手。云洛家看着掌心指节分明的一只手，忍不住笑了，翻转过来，把手指搭到了君清燕的脉搏上。只是整个脉看看，你又趁机占我便宜。平日里君清燕看着冷漠寡情，谈起恋爱竟然还有些粘人，似乎随时都想贴贴。家儿留下，我还有话要与你说。王爷还有何事要与我说？太子与皇后皆不可多接触，本王并非吃醋，而是知晓他们的本性。云洛家想起昨天2皇子也警告他不要与皇后为伍，看来这皇后和太子都不太得人心呢。你放心吧，我本身就不太喜欢皇后和太子，除非迫不得已，不然我不会接触的。那我便放心了。尾六尾八会一直跟在你身边，你若有什么事，直接吩咐就是了。我知道了。他觉得今天君清燕的话格外多一些，似乎心里有什么事。我今日还要去给2皇子换药，时间不早了，差不多要过去了。明日是不是还要过来给萧瑾治疗啊？
确实要来的。不过三皇子的身体恢复的不错，再做一次针灸，吃着药就可以了。好了，我走了啊，明天见。明日见。臣女见过太子，见过二皇子。七小姐不必多礼，我原先听闻七小姐是神医在世，没想到七小姐当真是妙手回春。二弟的伤，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七小姐一来，二弟便醒了。他眼神直勾勾的，带着探究，看得云洛家心里很是厌恶。云洛家忍了又忍，才没有怒怼他。哼，什么狗屁神医在世，他走日来之前我便醒了，不然凭他，哼！本皇子不是说了今日不用你换药吗？不要妄想利用我来讨好父皇，这条路根本行不通。平日里君玄烨话很少，可是今天竟格外的多。他说的话都不好听，但云洛家却能立刻明白他的意图。他这话明显是想表达对云洛家不满，觉得他医术不行，还想利用救他来讨好皇帝。这潜在的意思就是皇帝根本就不重视二皇子，就算是云洛家治好了他，皇帝也不会在意。云洛家想着戏都演到这个份上，那得配合他一下，便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小瓶子，耍起小性子，很不高兴地给他扔到了床上。要不是陛下的旨意，你以为我愿意给你看病啊？是皇子了不起啊！今天我还就不忍你这个臭脾气了。走到门前还觉得不解气，回头瞪了君玄烨一眼。是你自己不让我换药的，陛下问起，别说我不管你。要不是因为看到君玄烨身边没有可用之人，他也不会来给他换这个药。反正伤口已经处理好，他骂起人来如此铿锵有力，看来身体是没什么问题。七小姐，今日可有事？本宫带七小姐出去看斗兽如何？不好意思，我有事。七小姐不给本宫面子，真的以为靠上了小王叔，便可以不把本宫这个太子放在眼里了吗？本宫让你去你就去，若是再反抗，可要想想，你二哥可是在本宫手下做事的。云洛家指尖夹着的钢针都快要运用，听了太子的话，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觉得这太子多少有些脑子不太好使啊。闲来无事找他什么麻烦？找他的麻烦对他太子有好处吗？完全没有啊。云洛家也不怕他，但是他毕竟是太子，撕破脸确实对丞相府和云峥不好。他没事就去安宁王府，众人都知道他和安宁王关系不一般，也知道他给三皇子治病，如今又给二皇子治伤。从君清燕和君玄烨的态度来看，这个太子和他们绝不是一路，反而可能是暗敌。他和君清燕、二皇子、三皇子都有接触，旁人便很有理由怀疑他云洛家与太子为敌，严重的上升到丞相府的立场。但他若是与太子走得近些，便没有人敢轻易断定他与太子为敌。如此一想，似乎对丞相府对他都没有坏处。既然太子好意，那我便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可会骑马？会。要是说不会，他都严重的怀疑太子是不是要抱着他与他共乘一匹。殿下，那边已经准备妥当，公子小姐们都已经来了。好，奴隶都带过去了吗？云洛家下马，跟着太子一行人继续往里走去，一边走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这里可是养了许多猛兽，七小姐要是怕的话，可以躲在本宫身后，本宫保护你。那可真的是要谢谢太子殿下了。今日他知道自己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可是对于太子，他是真的很不喜欢。这群都是奴隶，那个小个子不要小看他，他可是能战猛虎的。把他送给本宫的人说，他是跟狼群一起长大的狼孩子。别看了，走吧。云洛家正要转身离去，忽然看到那孩子的身上掉下一个东西，他走过去，弯腰把东西捡起来。那孩子突然暴走，向他这边冲了过来，嘴里发出猛兽一般的呜咽之声。云洛家下意识地后退2步。要这个？怎么回事？哦，那位小姐拿了她视如命的狼牙。这狼孩无论平时怎么打骂都不闹，但有人碰了他的狼牙，他会立刻扑上去把人撕碎。我不拿你的东西，这就还给你。你疯了！他出手极快，一下就能抓破你的喉咙。虽说他今日带着云洛家过来是想吓唬他一番，可却不能真的伤害了他。他还在拉拢丞相，而丞相爱女如命，要是云洛家在这里出了事情，他没办法跟丞相交代。那狼孩本来安静下来，却见云洛家被拉了回去，又开始激动。让他给我安静下来！
士兵即刻用长枪击打那个狼孩，一边打一边训斥。行了，别打了，我把东西给他就好了。云洛家挣开太子的手，对着那个狼孩露出和善的笑容，把狼牙扔给了他。他又不是傻子，当然不会就这么傻乎乎的走到一个如此危险的人身边。他刚才只是想找个合适的位置，把狼牙扔给他。狼孩快速的接住狼牙，再看云洛家时，他的眼神不再像刚才那般凶狠。七小姐又见面了，最近过得可还好？这前些日子不是还勾引着安宁王，如今又想勾引太子殿下，丞相大人真的是教女无方啊，教出你这么个下贱！啪的一声，穆锦棉重重的挨了一巴掌。哼，我告诉过你吧，少惹我。还有，我最不喜欢别人对我家人指手画脚了。我可是陛下下旨赐婚的太子侧妃，你竟敢打我！秋日宴后，皇帝给穆锦棉赐婚太子做了侧妃，三皇子赐婚文将军之女，还给2位公主也指了婚。这些事情云洛家倒是听云逸提过一嘴，周围人人都知道云洛家有安宁王护着，这次他又是与太子一起来，便都没有多说话。哼，我打你就打你了，你能怎么样？要是只阴阳他2句，他忍了也就忍了，可是这个傻女人竟然非得要阴阳云华胥，这他就忍不了。他云洛家在公共场合打人也不是1次2次，就算是穆锦棉即将成为太子侧妃，他也照山不误。太子和太子妃他都不怕，怎么会怕一个还没入宫的侧妃？皇兄，这乡下长大的小妮子可够辣的呀！秋日宴闹了一场，这刚回来就又闹了起来，还打了你即将入宫的侧妃，你不管管去啊？确实是有够泼辣的，什么侧妃，没脑子的女人罢了。看会儿热闹，听说她是君清宴的心上人，本宫觉得把她纳入后宫比较有意思些。皇兄啊，你这想法可真够损的。你要是得了这七小姐的芳心，不是公然让王叔没脸啊？哼，就得吓吓她的脸。七小姐，你为何又要欺负舍妹？她侮辱家父，你说该打吗？穆锦棉，我说过很多次了，我是穷乡僻壤长大的，不懂什么规矩，但我知道，我不去招惹别人，别人也不会上杆子来打我的脸。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以后再惹我，我一定会揍得你爹娘都认不出你。太子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这时才走过来，漫不经心地询问：怎么这般闹腾？穆锦棉以为太子是来给他撑腰的，一时哭得更凶了。他委屈地控诉着云洛家打他。太子殿下不是邀请我来看斗兽吗？何时开始啊？我可不想在这陪穆小姐耍心眼。哦，对了，穆小姐还闯出天际，斗得这么没水准，像个小孩子过家家，无趣得很啊。太子听了云洛家的话，忽然心情舒畅，开怀大笑起来。好，看斗兽。见太子如此优待云洛家，众人心里都有些吃惊。这时大坑下面的门里走出一只体型庞大的老虎，众人瞬间沸腾起来，都不再关注云洛家。云洛家开始以为斗兽是动物之间的打斗，刚才看的那些人便想到了会是让人斗兽，但是想到跟亲眼看到完全不是一种感受。周围的人群显然很兴奋，高声呼喊着让老虎赶紧把奴隶撕碎。平日里斯文儒雅亦或是温柔如水的官家女子，此刻却都像是吃人的恶鬼一样面目可憎。云洛家自认自己绝不是什么慈悲心肠的人，但也看不得这种反人类的表演。旁边的太子看着惨无人道的场景，竟然面色冷淡，眼底甚至带着几分不耐烦和嫌恶。云洛家之前对他只是不喜欢，现在便可以说是厌恶。七小姐第一次看斗兽吧？前面的都只是开胃菜，后面的才是重头戏。不用担心，老虎上不来，伤不到你的。云洛家微微蹙眉，没有理会他。斗兽前，野兽都是要饿上3天的，不能让它吃饱了。它若是吃饱了，对接下来的对手就不感兴趣了。重头戏这才开始，七小姐这是要去哪里？哎，狼孩来了！狼孩斗兽最有看头了。不走，站起来活动一下。云洛家看着那个狼孩，心里无比紧张。不知为何，他看着这个狼孩，总感觉心里揪着。
他明确的知道自己与这个狼孩只是第一次见面，但心里好似有一种难言的心疼。眼看着猛虎快要拍到狼孩，他悄悄的出手，一根钢针快速的插进了老虎的眼睛。钢针整根的没入猛虎的眼睛，那猛虎身体一颤，发出一声冲天的哀嚎，用爪子抓挠着自己的眼睛。云洛家见老虎停止攻击，暗暗的松了一口气。那狼孩突然转头看向他，有些懵懂的歪着头。他似乎发现云洛家帮助他，可是不理解云洛家为何要帮他。小心，躲开！只见那狼孩身形灵敏的躲避，随即一个利落的弹跳骑在了老虎背上。骑虎难下，这狼人定然不懂，竟然还敢骑到老虎背上，看着猛虎怎么把他摔下来，把他撕碎的。谁知这人话音刚落，狼孩蓄力一拳，手中狼牙狠狠插进老虎的颈部，随后在众人的目光中把手指插进猛虎的伤口，徒手撕开了老虎的脖颈。老虎脖子的鲜血如血柱一般喷涌，给狼孩洗了个澡。没一会儿，几百斤的猛虎轰然倒地。太子见状猛地站起来，咬着牙满眼心疼地看着倒地的老虎。相对于众人的震惊，云洛家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哎，狼人要爬上来了，快准备弓箭！众人没有料到这样的情况，提前没有准备远程弓箭手，所以这会儿一时慌乱起来。狼孩的速度太快，抬起头恶狠狠地盯着太子。快给本宫弄死这个怪物！你不杀我，是因为知道我刚才帮你了，对不对？你放心，我没有恶意的，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狼孩似乎根本没有听懂他的话，依旧紧紧盯着他。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会伤害你，我想办法救你出去，你愿意跟我走吗？狼孩依旧没有反应，但似乎看出了云洛家的善意。皇兄，你刚才抓了七小姐扔向了狼人，他若是不死，怕是会记恨你的仇吧。还有这狼人野性难寻，这般危险，若不赶紧射杀，抱走了之后万一伤了你我，那就不好了。可这么多人看着，直接射杀相府嫡女，本宫便彻底与丞相为敌了。命人射杀狼人，把狼人激怒了，他定然会对这七小姐动手的。到时候他就是死于狼人之手，与皇兄有什么关系啊？太子眯着眼睛想了想，的确可以这么做。虽说云洛家是他带来的，可是死于狼人之手跟死于他之手还是有天壤之别。况且他方才情急之下确实没有看清身边的人是云洛家，就直接把他给扔了出去。若是云洛家回去记仇，他依旧还是会得罪丞相。方才事态紧急，看到他把云洛家扔出去的人并不多，事后封了他们的口也简单。云洛家耳聪目明，听到了两个人的密谋，正谋算着有几分把握带着狼人一起逃出去。看着太子缓缓抬起的手，云洛家紧张地吞了一下口水。这百寿园今日好生热闹啊，是有猛兽跑出来了，怎么还惊动了弓箭手？此时君清燕的声音仿若是天籁，云洛家听到他声音的一瞬间便知道自己有救了。过来，这里是安全的，来我身边。君清燕在一旁看云洛家看都不看他一眼，心中暗骂了一声，这个小没良心的。有个狼人奴隶跑出来了，伤了不少人，还差点伤了七小姐，我这才让弓箭手准备射杀这个狼人奴隶，救下七小姐。听到太子的这番说辞，云洛家心里翻了个白眼儿，却没有揭穿。今日之事让他心中生出了一个想法，必须干掉太子，让他彻底没有翻身的可能。所以在做不到那个程度之前，暂且还需要隐忍。小王叔，今日怎么有空来这百寿园呢？嘉儿胆子一向小，本王听闻太子带着嘉儿来百寿园了，心里担忧，这才亲自接他回去。看你吓得满头的汗，擦擦吧。小姑娘家的，来这关押猛兽的血腥之地做什么呀？你当我想来啊？还不是你的好大侄儿非让我来。太子对君清燕心生不服，但是面上却不敢招惹，有些心虚的吞了一口口水。身为储君，不在宫中为皇兄分忧解难，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到这里看那种惨无人道的表演，太子，你太令本王失望了。小王叔，是我请皇兄。还有你，每日不学好，酒池肉林，奢靡无度，简直荒唐！你知道每日参奏你的折子有多少吗？太子和四皇子心中对君清燕不服气，却也不敢反驳，毕竟连皇帝都要让他3分，反驳他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受到责罚。
让禁卫军将这些人送回各个府上，责令各府家法伺候。禁卫军关刑，告诉各位大人，谁家下不了手的，回头本王亲自去处置。君清燕摆摆手，大林子便带着一群禁卫军送那些官家小姐公子们全部离去。你倒是胆子大，哪怕是太子强迫你过来，你拖延些时间，本王也能早些过来，不至于让你陷入危险啊。方才他看到云洛家被弓箭手围攻的时候，心脏都吓得收紧。太子那撕破脸的决绝模样，但凡他晚来一会儿，云洛家和狼孩都会被太子射成4位。云洛家其实从始至终没想过要找君清燕，这会儿被他说的有些心虚。我没脑子，我没想那么多嘛，是我的不对，辛苦王爷了。别敷衍我。好了，别生气了。云洛家以为他还在生气，看了一眼周围，弯下腰来，悄悄地在他脸颊亲了一下，低声地哄着他：“别生气了嘛，我下次注意。”君清燕被他大胆的动作惊得一怔，红晕倏然间爬上耳尖。他往旁边看了看，小林子红着脸连忙转身，还抬手示意其他的禁卫军转过身去。君清燕眼唇轻咳了几声，嘴角却是控制不住的弯起来。今日之事便算了，日后小心些。是，知道了。君清燕看着他那敷衍的态度，心中十分无奈。不过不是因为他态度敷衍，而是因为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来救他，出事的时候更没想过要找自己。归根结底，云洛家从没想过可以依靠他君清燕。罢了，日子还长，慢慢来吧。他轻叹一声，收回视线，望了一眼那个狼孩。你可愿意与本王离开？狼孩不解，防备地抬起手。跟我们回去，我会保护你，你愿意吗？狼孩是跟着狼群一起长大，听不懂人言也实属正常，但是野兽能够敏锐地从语气中感受到对方是否有敌意。王爷，我二哥是在太子手底下做事吗？算起来，你二哥算是太子护卫军首领麾下做事，他用你二哥威胁你了。对，他不但拿我二哥威胁我，还拉着我当人肉盾，他可真不是东西，残酷、冷血、暴虐，毫无人性，处事不如。他不会做储君，倘若让他做了皇帝，李朝就完了。君清燕的视线看着他，眼神逐渐深邃，表情也严肃起来。嘉儿是这么想的？我这么想有错吗？他拿人命聚众取乐，虽说那些人本身就是奴隶，可却也不该扔给野兽折磨。他身为储君，却毫无怜悯之心，看到猛兽将人撕碎，竟然还能笑得那般高兴，简直就是残暴冷血。嘉儿今日所受委屈，本王会帮你讨回来的。不是，我的委屈是一回事儿。王爷，太子真的不能担当大人，您辛苦守护的李朝，不想败坏在他的手里吧？嘉儿说的对，本王辛苦守护的李朝山河，自然是不能毁在他的手里。他伸手握住云洛家的手，只是这事儿本王会斟酌，你别操心，也别在任何人面前提起。还有件事，你说便是了。给我二哥调个职的权利，王爷有吧？丞相府的二公子确实是个不错的将才，这事简单。那就先谢谢王爷了。云洛家觉得有个有权有势的靠山，感觉真是不错。可还有事要本王办，日后有事还直接与本王说便是。这天下，本王办不到的事情很少，只要嘉儿想要的，无损国本的，本王皆可为嘉儿办。但倘若嘉儿能跟本王撒个娇，便更好了。王爷喜欢那种小女儿姿态的？这个我倒是也会，只是这里有孩子在，不太方便。你没有名字吧？要不你随我姓吧，剑云。名字的话就叫11吧，云11，怎么样？狼孩疑惑地看着他，眼神里似乎在确认什么。云11，不喜欢吗？你喜欢啊？那就这么决定了，以后叫11，你要回应我。11，你叫11，云11。啊，对了，就是11。看来这狼孩并不是什么都听不懂，只是听不懂复杂的，简单的还是能听懂。
这个小乞丐洗干净了，还挺俊俏的。他以后就留在我们院了，你们叫他十一就行了。去沏茶。对了，再给十一准备些吃的过来。轮椅摩擦地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云洛家回头便对上了正到院门前的君清燕。四目相对，君清燕满眼温柔，他对着君清燕露出一个灿然的笑意。王爷跟我爹谈完事情了？谈完了。你二哥的事情我也与他交涉了，明日便调职去虎啸军。王爷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唯有来世做牛做马报答王爷的恩情了。本王不要来世，只要今生，不要做牛做马，只要你以身相许。是，知道了。今晚就洗干净香喷喷送王爷床上去。你呀。君清燕早已习惯了他的口无遮拦，宠溺又无奈地看着他。这狼人像是胡鱼族人。胡鱼族是敌人吗？胡鱼族与李朝不和，这孩子养着没问题吧？胡鱼族与李朝没有仇怨，只不过胡鱼族身处关外，大多勇猛善战，可却极度排外，也很少入关，所以极少能在李朝看到他们。能养在身边就没有问题。今日得多谢王爷出现的及时，不然我跟十一这条小命就没了。佳儿还真的是越发的跟我生疏了呀，之前还能称我一声娟儿，如今倒是又王爷王爷的叫了。娟儿那称呼不是有损王爷英明神武的形象吗？而且王爷叫起来习惯了。君清燕倒也不想强求他。你确定要把他养在身边？养着吧，耐心点教育，应该能教导好的。他很危险，我不放心啊。不惹怒他的话，他还是挺乖的。你看，像只乖巧的大狗子。君清燕见他这副模样，无奈地笑了下。行吧，我让韦斯和韦武也过来待几天，等这狼人能听懂人言了再回去。云洛家想说没那个必要，可是对上了君清燕那不容反驳的眼神，他还是闭上了嘴。天色不早了，我不便在你这儿多待，先回了。那我送王爷。提亲之事我已经与丞相大人说了，再过些日子，等礼部那边准备好了，我便会来提亲。本来他不说，丞相也会告诉云洛家，可是他想亲自告知云洛家。好，我知道了，那我等王爷上门提亲。后日见。再见。君清燕还未走远，云洛家就听到小林子跟他说着：狼人如何不通人性？可他到底是个少年，男女有别，这般放在七小姐身边不好吧？尾六尾八一样是男子，每日不也是跟在他身边，有何不妥？可佳儿不久便会成为本王的王妃，日后你对她需要对本王这般，不可对她不敬，不然本王对你再宽容，也是要罚你的。在外面等我，我不走，听到了吗？他笑着摸了摸十一的头，麻烦大林子看着一会儿十一，给他倒点水喝。乖乖在外面等着。转身回到内殿，见十一并没有跟着他，云洛家放下心来。我也想每日在佳儿身边。王爷还记得自己是百姓心中的战神吗？他们要是知道自己敬仰的战神这般黏这个女人，会不会惊掉下巴？那却不让他们知道便好，我还是要些脸面的。王爷的腿可以控制了，再动一下试试看。君清燕又试着动了一下腿，但是却只能做到肌肉绷紧，腿却没有动。没事，王爷已经恢复得很快了，我们慢慢来。好。君清燕略有些失望地点了点头，他心里其实是有些着急的，腿早些好，他就能早些去丞相府提亲。还有对李朝虎视眈眈的羌国，他能站起来的话才更有威慑力。是失望了？这不都快好了吗？确实快好了，佳儿真是神医在世呢。神医在世这话不少人说，但只有从你嘴里说出来，格外好听。云洛家看着君清燕对上他含笑的双眸，心脏陡然漏了一拍。今天的君清燕似乎特别好看。这时君清燕温热的手捧住了云洛家的脸，他的喉结滚动了两下，低声笑着。佳儿这般看着我，我可就要忍不住了。云洛家猛一回神，坏笑地勾起唇角。我有点伤寒了，你要是不怕被传染，就亲。伤寒有何可怕的？君清燕目光灼灼盯着云洛家，
云落家见他迟迟不动，抿着嘴唇，利落的一把勾住君清燕的脖子，亲上了他的嘴唇。忍不住就不忍，谈恋爱嘛，不就是要牵牵小手、亲亲小嘴的吗？君清燕倒被他大胆的动作惊得浑身一僵，随即又笑了笑，主动撬开了云落家的唇。第一次接吻，云落家被亲得有些晕乎乎的，感觉大脑都没办法思考，肾上腺素荷尔蒙的激素上升感令人感到愉悦陶醉，他竟觉得这个吻很美妙。云落家双手勾住君清燕的脖子，两人拥吻许久，君清燕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他。他从耳根红到了脖子，悄悄地拉着被子把自己遮挡起来。对上云落家一番玩味的笑意，他侧眸躲开了云落家的视线。虽说他想和云落家单独待着，可是这种感觉太过于折磨人了，尤其是在他还无法动弹的情况下。见君清燕害羞，云落家的心情别提有多好。外面冷漠高贵、铁面无情的安宁王，在他的面前却可爱的简直戳心呢。这种反差倒让云落家的心里生出了极大的满足感。他挑起君清燕的下巴，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才笑着站起来。那我先出去了。君清燕抬眸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抿了抿唇，无奈又宠溺地笑了笑。放眼整个天下，敢挑他君清燕下巴的也就云落家一人。给三皇子做完针灸，云落家又给他拿了一些药，并且嘱咐他，药还是要继续吃，吃完之后找我再要就好。平日依旧不可做剧烈运动，锻炼可以打打太极或者八段锦。八段锦如何打？打太极对你的病也有好处，就每日打一段太极吧。诊费加上八段锦教学费8000两，有劳七小姐了。好，去院子里打吧，但是我只教一遍。谁会跟钱过不去呢？不过是演示一遍八段锦罢了。我很好奇，七小姐真的在药王谷中长大？药王谷中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吗？为何好似没有你不会的东西呢？麻烦三皇子不要对我感到好奇，我怕你对我产生奇怪的兴趣。毕竟我是快要成为你小皇婶的人。几日后便是中秋了，中秋可否能约家人一同赏月啊？就这个事儿？佳儿以为何事？没事，当然可以了。在哪赏啊？我府上的观景台也可，晚些也可去街上看灯。中秋夜，皇帝皇后会带着太子太妃等在城楼为百姓祈福，共赏礼王盛世。街上的人会很多，晚些过去刚好。一顿饭吃得差不多了，云落家才跟君清燕说有事想见太子妃。你为何要见他？我这个人啊，睚眦必报，太子差点要了我的命，我总得想办法还回去吧。此仇我早晚会帮你报的。我与你说过，不要掺和这些事情为好。你为何不将我的话放在心上啊？自从相认开始，君清燕一向对云落家纵容，所以他这会的指责，云落家反倒忽然有些不理解。倒也不是因为对方不纵容自己所以不理解，而是他发现了他与君清燕的观点完全不同。好，我知道了，这事就不麻烦王爷了。他并不是真的生君清燕的气，毕竟君清燕确实是为他着想。我并不是怕麻烦，此事交给我处理，你可独善其身，何故非要自己冒险？云落家跟君清燕的思维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君清燕似乎把云落家当成了他的所有物，早就在干涉他的事，渗透他的生活，甚至想左右他的行动。而他呢，逐渐有些接受了君清燕的帮助，却还是不太适应完全去依附另一个人。他可以理解君清燕的担忧，但不能接受。他云落家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他若是不愿意，没有谁能够左右他要做的事。我并非是指责你，只是不愿你卷入危险之中啊。王爷到现在还觉得我能置身事外，我早就卷进来了。我在王爷性命攸关时，回去给你解毒的时候，就已经卷进去了。王爷在太后面前护我时，难道想不到太后会将对你的愤恨转移到我的身上？没卷进去，我会大晚上的被刺客刺杀。王爷真的猜不出谁做的吗？还有，太子对我本就不满，他面上不动我，不代表背地里不动我。我因为王爷的一句不想我圈进危险，就该惶惶不安地等着敌人什么时候来杀我。哦，对了，王爷在我身边安排了隐卫保护我。明枪易挡，暗箭难防的道理，王爷不会不懂吧？
君清燕被云洛家一顿输出，说得皱起了眉头，却没有出口反驳。聪明如王爷，我不相信王爷不懂。王爷当我是那般经不起事的弱女子就错了。我这人向来喜欢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还有，你觉得什么事都不让知道，背地里将事情处理好就是为了我好，可我什么都不知道，也等于不知道危险的靠近，哪里就是对我有好处了？我今日不高兴了，就先告辞了。对了，康复训练每天最多只能练1个时辰，分2次练。说完，他转身拉起11就走。君清燕看着他带着怒意的背影，伟七，他比本王想象的还聪明是吧？唉，只是太过于猖狂了，得多花些心思护着。韦七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再说什么。云洛家拽着11往外走，越走越觉得心里不痛快。可转念一想，君清燕确实也没说什么能让他生气的话。如今爹爹云华旭虽说是在官场很有威望，可正因如此，权谋之战便将丞相府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太子要他是为了巩固地位，得到云华旭以及云华旭那些门生的力挺，可谁又能说得清楚君清燕娶他是为什么呢？权势滔天的亲王，在战场上尸山血海滚了这么多年的战神，怎么突然对一个女人这么上心？而且还各种套路都用了，威逼利诱，君清燕一一试过。云洛家打开信件，就看到了熟悉的字迹：所托之事已办妥，转述之语，明日未时，老地方。看着属于君清燕的漂亮的字迹，云洛家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自己这是恃宠而骄了，忘了君清燕杀人时冷酷的模样，白天竟然对着他这么一顿输出。不过他并没有说错什么，只是君清燕的妥协倒让他有些不自在。嘉儿来了就快进来，安宁王今日在府上用饭，快过来见过安宁王。本该在安宁王府的君清燕，此时竟然在相府的餐桌上。他望着君清燕，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他没想到君清燕居然屈尊降贵的在他们家蹭饭。本就是本王叨扰了，不必多礼，七小姐落座吧。云洛家今日说的话，他自己考虑了一遍，觉得云洛家说的确实没错。他本想让他随性而为，却因为担心他不安全，惯性的想要掌控他。可是本就是自由翱翔的鹰隼，如何会甘愿被当作金丝雀圈养呢？云洛家对弱者本能的有保护欲，说明他把自己当成是强者，而一个强者又怎么喜欢被别人掌控？越想竟越觉得有趣。这样的女子他倒不是第一次见，但是能让他自己这般操心的也就只有云洛家一人。谢谢王爷帮忙给太子妃传信。嘉儿要与我生疏了吗？百日之事，是我考虑不周，嘉儿莫与本王生气可好？我没生气，我只是说我的个人想法，指出王爷的问题，只不过稍微激动了点而已。我什么时候跟你生气了？真的没生气。王爷对我什么样，我又不是不清楚。王爷想左右我的行为的想法，确实让我有些不快，但我也不是那么好坏不分、不知好歹的人。当然，他依旧不相信君清燕对他有多喜欢，大约他要娶她也有自己的目的和想法。三位哥哥可是有什么事情？王爷见谅，我们就是担心妹妹。担心什么呀？担心本王对嘉儿做什么？君清燕笑了声，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腿上，看着云帆的眼神再明显不过。他这腿就算是想对云洛家做点什么也难。其实我们想知道王爷对嘉儿是否是真心的。王爷也知道嘉儿自幼流落在外，好不容易找回来，我们家里人都担心她受委屈，对于她未来夫婿这个事情，我们便格外重视。本王对嘉儿自是真心，你们大可放心，把嘉儿交给本王。云洛家自然知道几个哥哥是担心他，但是这个场景多少有些尴尬。他对着云帆使了个眼色，让他把人给带走。哎，七妹妹，你眼睛不舒服吗？可是被沙子迷了眼。云洛家满头黑线，能不能来个人把这傻子给带走啊？云帆线下倒是一下子明白了云洛家的意思。那便希望王爷好生对待我们七妹妹，我们先告退了。说完就拉着云逸和云容赶紧离去。嘉儿这几位哥哥倒是有趣啊，有这样几个大舅子，我日后怎么会敢不对你好啊？这就叫上大舅子了？不可吗？本王与嘉儿的亲事已经上了日程，为何不能交啊？
君清燕拉着云洛家的手放在唇边，轻轻地印了一个吻，接上了上面的话题。我还以为你生气了会不理我，没想到佳儿这般善解人意。我就是生气了也不敢不理王爷，况且王爷可还是我的病人，诊费也还没结清。我在佳儿心中就只值那万两白银。君清燕倒被云洛家给气笑了，小姑娘不喜欢他，倒是喜欢银子的很啊。那倒不是，王爷家财万贯，哪里是区区万两银子可比的？嫁给我后，我的万贯家财都是你的。娘怎么来了？可是有事儿？小没良心的，还问娘怎么来了？你呀，这些日子野的都见不到人影。你说你有多少日子没去看娘了？你祖母那边也没去，一天天的见不着人影。我以前也惯了，在家待不住，我明日就去看看祖母，以后会少往外跑的。明天下午2点才去茶馆见梅英儿，上午就可以去老夫人那边坐坐，免得他们惦念。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直到夜深露重。早上好啊，十一。十一看着他，努力地扯了扯嘴角。早上好。十一真厉害，要多试着说话。十一懵懵懂懂，可知道云洛家是在夸他，开心地用脸蹭了蹭他的掌心。唉，其实祖母倒也不求你们嫁入高门，为家里带来什么荣耀，只求你们日后平安顺遂。婚姻于女人而言便是第2次投胎，投进了不好的人家，要受大半辈子苦的。奶奶就放心吧，我会努力让自己过得好的。他穿越过来有些日子，除了刚开始云梦瑶的陷害，相府总体来说倒是很平静。高门大院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勾心斗角，大家相处也很融洽。祖孙3人坐了1个多时辰，老夫人说有些累了，云洛家和云梦瑶这才结伴离去。姐姐，中秋家宴过后，我们去街上看彩灯吧。云洛家可不是个健忘的人，云梦瑶当初对他做的事他都记得，只是为了家庭和睦不愿跟他计较罢了。如今能够跟云梦瑶和谐相处，却并不代表他会真心实意地接受这个妹妹，不过就是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好罢了。那日我有些事情，你让哥哥陪你去。乖。他轻轻地摸了摸云梦瑶的脸颊，好似真的跟她是亲密无间的亲姊妹一般。只要云梦瑶不整幺蛾子，云洛家倒是愿意跟她装一波姐妹情深。七小姐要见我，所谓何事？太子妃最近气色好多了，今日心情看着也好，可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好事是有的吧。太子后宫无子嗣算是好事，仗着太子宠幸趾高气扬的女人缠绵病榻也算是好事，他目前还没有被拉下太子妃之位，也算得上是好事。那可是要恭喜你了。那就说正事吧。你要说什么正事？我说过，你若能让我怀生孩子，便是我的恩人。手给我，把个脉，边把脉边说。身体已经调理得差不多了，可以选择在排卵期受孕，去除月事期的前7天和后8天，中间的几天是最容易受孕的时间。这几日你要多与太子同房。近来太子对我颇有怨言，不怎么来我这里，你可有办法？林洛家给他递了个香囊，你单独见他时佩戴着，但是还需要配一个药，你得想方设法让太子服下。他把昨夜连夜做的药丸递给了梅英儿。太子吃了这个便会对别人不举，但解药就是你的这个香囊，简而言之就是他日后只能与你一人欢好。你此举何意？为何要这么帮我？我们不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况且太子对旁人不举自然不开心，他差点害死我，他不开心我就开心。梅英儿盯着他看了许久，但是猜不透他所言真假，却把药收下了。放心，我不只是为了帮你，你也不必怀疑我要去害他，毕竟我也没那个胆子害他性命。药给你了，你用不用自己决定吧。我还有事，今日便先走了。季小姐，我不管你为何帮我，但我还是想给你一个忠告，不要太相信安宁王，他并非你看到的那般简单，他的心思更加的可怕。安宁王妃的身份虽然尊贵，但他娶你定然有目的，你不要全心交付，省得丢了身又失了心。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过来看看我给你做的灯笼。王爷还真是心灵手巧，连灯笼都会做。年幼之时
父皇曾教过我，倒是没什么难的。君清燕拉着云洛家坐到他的腿上，把他抱在怀里。佳儿给兔子画上眼睛吧。好，我试试看。云洛家在现代是学过基础画的，虽说他的画不如画建筑画那么熟练，可是倒也还行。他提笔在灯笼的眼睛位置勾勒，很快就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眼睛。君清燕知道他会的很多，不曾想他画画竟也如此好。越是与云洛家熟悉，他就越觉得自己好似发现了一个宝藏，宝藏内有各种奇珍异宝等待他去挖掘。另外一只王爷来吧，王爷的画工比我好多了。君清燕给他写的情书里画过红豆，画工比起他好太多了。阁中灯光摇曳，在云洛家的眼底坠出点点星光，昏黄的灯光照耀着脸颊，让他看起来格外的温柔。君清燕看着他的侧脸，放下笔，一把握住他的下巴，吻上了他的唇。不知是月色迷人，还是气氛刚好，云洛家觉得这个吻格外的绵长温柔。过后，他趴在君清燕的肩头，笑得花枝乱颤。王爷，你不能每次亲完我就杵着我呀，要不还是别抱着我了。只是抱着无妨，不过佳儿别笑我了，你这般颤动身体，我便更加难熬了。君清燕宁愿忍着难受，也不愿放开云洛家。本王亲自雕琢的玉簪，想来你应该会喜欢。谢谢，我很喜欢。没想到王爷还有这般手艺。君清燕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脸，满眼宠溺。贪了2年，无事之时便会雕刻些小玩意儿，打发时间。曾经策马飞驰，风姿绰约，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却瘫痪了2年，心里的落差不知道会有多大。云洛家第一次觉得有些心疼他。现在不是可以走了吗？再过些日子，王爷便可以恢复到以前的风姿了。多亏了你。君清燕温柔地摩挲着云洛家的后背。前些日子我丢了个金镶玉的木槿花簪子，心疼了好些日子。比起那个簪子，我更喜欢你送我的这个。丢了便丢了，日后想要什么样的，我便给你雕什么样的。月亮升起来了。云洛家从君清燕腿上起来，正准备推着她去观景台边缘赏月，君清燕却把脚放在地上，自己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佳儿扶我一下，我自己可以走过去。恢复的比我预计的要快很多，不错呀。君清燕从身后将他拥入怀中，微微仰着头看着天上的圆月。半月后啊，我便可去相府提亲了。这么快啊？佳儿不想嫁给我。君清燕的下巴抵在他的额头，感受到云洛家摇了摇头，嘴角露出几分笑意。我倒觉得还有些慢了。提亲之后，礼部那边准备成亲事宜，少说也得3月。3月也不多，我们上街去看灯笼吧。月亮也没什么好看的。他头一次在古代过中秋，想出去看看外面的百姓是如何度过的，看一看君清燕为李王朝打下的太平盛世。今夜的京都城万灯齐明，照亮了整个夜空，圆月当空，犹如玉盘高挂，夜色美得撩人。云洛家正在赏着花灯，忽然旁边一群人骚乱地跑了过来，其中一人他认出来，那是相府的家丁。这么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情了？七小姐她不对，是瑶瑶小姐她不见了，丢了好一会儿了。丞相和夫人都急坏了，和府上下都着急在找人呢。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就是在街上游玩，被人群挤散了，转头就找不到了。那条街整条都找了好几遍了，也没有找到瑶瑶小姐。对了，还有二少爷家的小姐也丢了一个。你快去找吧。云梦瑶怎么会突然丢了？这事儿不对，他得赶紧先回去看看。王爷，我家里出事了，我先回家看看，改日再陪你。他跟身旁的君清燕打了声招呼，马上就拉着11往家里去了。君清燕转头看着他着急的背影，让大林子推着他一起跟过去，然后又招呼小林子带人帮忙一起找。他记得他与云洛家在宫里发生的那个事情，始作俑者就是云梦瑶。以他对云洛家的了解，他那睚眦必报的性格早该惩治了云梦瑶。如今他这般着急，应该不是因为云梦瑶。奶奶、爹、娘，我听闻瑶瑶不见了，怎么回事？他倒不是多担心云梦瑶，他只是见不得家里人如此的着急上火。
瑶瑶与你二叔家的2个姐妹上街看灯，不小心被人群给冲散了。她和你二叔家的那个妹妹到这会儿都还没找到。想起云梦瑶那般柔弱，江氏担心的哭泣不止。瑶瑶要是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呢？云洛家虽然对云梦瑶没什么感情，却也明白江氏对她的情感。虽说没有血缘关系，可毕竟是自己从襁褓小儿养大的，这10多年的感情依旧是很深的。娘，您别着急，也许他们还在街上逛着，一会儿玩够了就回家了。在什么地方被冲散的？云乔倩被云洛家突然的一个眼神看过来，倒是愣了一下。就在启辰大街的桥的附近，我一转头，瑶瑶和妹妹就不见了。启辰大街附近，云洛家记得那条街，似乎就是上次小偷偷走了他玉佩的那条街。云乔倩的眼神倒没有太大的破绽，暂时无法确定这个事情是否与他有关系。我出去帮忙找找。说完转身就跑了出去，江氏和云华旭都没来得及阻止。这瑶瑶和七七还没找到，佳儿就这么跑了出去，一会儿找不见了，可怎么是好？没事的，佳儿有自保的能力。娘，您别太担心了，我也出去看看。说完便跟着离开了前厅。云洛家绕着小路快速到了启辰大街的桥边，十一紧跟其后，站在他身边警惕地看着周围的环境。云洛家忽然想起云梦瑶送过他一个香囊，于是便拿出来放在鼻尖闻了闻，有一股栀子花香的味道。他记得很清楚，平时跟云梦瑶接触的时候，他的身上好像就是这种味道。11跟着狼群一起长大，也不知嗅觉会不会比常人要好些。11，能找找这个味道吗？11闻了闻，随后似乎明白了云洛家的意思，他径直往旁边的巷子跑去。云洛家一看他往巷子那边跑去，心想：哟，有门啊！忽然他听到附近有些不寻常的动静，猛地回过头去，一个暗器向他袭了过来。他的眼神倏然眯起，动作利落的闪身躲避，而11的动作比他更快，猛地飞扑过来，把云洛家撞开，护在自己的怀里。11双手抱紧云洛家，锐利的眼神往暗器袭来的方向看去，眼中布满了防备。找人，跟我来。不去找妹妹来我这里做什么？果真是你？你为何帮我？那边最后一个房间，救出你妹妹后，明日来这里找我，带上你手中最毒的毒药。云洛家现在明白他的意思了。哼，你就不怕我救人不来了？江府七小姐，你若不来，我会去找你的。那眼神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云洛家对他有了一个大概的怀疑，笑了笑，转身带着11出去了。这男人知道他的身份，还知道他懂得医术，明显是熟识他的人。男人的事情暂且搁在一边，他根据男人所说的位置找到了最后的另一边的房间。还没走近，就听到里面凄惨的叫声。他快步上前，在门口确定里面的人数以后，猛地一脚踹开房门，只见的钢针也同时朝着床边的2个男人飞了过去。云洛家，你怎么？云洛家微微眯起眼，眼神凌厉地扫了一眼穆景年，还有他身边那个畏首畏尾，显然已经吓破了胆的云乔倩。姐姐，救我！云老家，我可是宁远侯之女，你胆敢伤我？宁远侯府有太后撑腰，所以虽没有任何实权，却依旧是有些地位。你要干什么？哼，我家瑶瑶怎么着你了？你竟然要这么对她？这是他背叛我的惩罚。对了，他还给你在赏花宴上下过药呢，那个药就是他找我拿的。他说你回来抢了他的位置，他要让你名节尽毁，生不如死。他那样对你了，你竟然还要救他，你可真的是太善良了。云洛家想了想，刚刚穿过来的那天，确实是在云梦瑶的身边看到过穆景眠。那天的药下的那么足，你怕是已经失身给哪个侍卫了，才解了药性的吧？你如今肯定非完璧之身了，这样残破的身躯，竟然还敢勾引安宁王和太子！这样残破的身躯，竟然还敢勾引安宁王和太子！听说安宁王要去丞相府提亲了，哼！你说洞房之夜，安宁王要是知道你是个残花败柳，会怎么对你啊？太好笑了！话未说完，云洛家抓着他的头发，猛地把他往墙上撞击，顿时撞得穆景眠是眼冒金星。
他对我怎么样我都知道，我愿意不跟他计较是我的事情。但是你绑架他让我爹娘担心，这就是你的罪过了。他并非是不记得云梦瑶对他做的事，只是暂时不计较罢了。他正在跟穆景明说话，却发现了在旁边准备逃跑的云乔倩。老师坐那儿，还没到你。十一，看好门，今天谁都别出去。只见十一听话的躲在门口。云洛家走到云梦瑶的旁边，他居高临下的看着云梦瑶。姐姐，我知道错了的，我已经改了，我是你妹妹呀，你不要。知道了，别吵。云洛家打断了他的话，抓住他被捆绑的双手，然后用手术刀割开了绑住他的绳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眼。云梦瑶身上有不少的伤，脸上也挨了几巴掌，看样子被打得不轻。不过衣衫尚且整齐，应该还没到凌辱那个环节。瑶瑶，他们这么对你，你想怎么报复回来？姐姐在这给你撑腰，你想怎么做都可以。要不就把凌辱欺辱你的全部杀了吧。真的可以杀了他们吗？当然可以，但是不能只杀一个哦，要把那几个人全都杀了，一个不留。你想想，要不是我及时找来救你，你之后要遭受什么样的侮辱？那几个男人有可能会撕开你的衣服，侵犯你，夺走你的贞操，让你后半辈子都生不如死的在青楼里接客，而这些罪魁祸首依旧逍遥快活。他靠近云梦瑶的耳边，语气充满了心疼之意。我家瑶瑶可是相府所有人掌心的宝贝，怎么可以沦落风尘呢？对，没错，他们该死，他们都该死。去，割破他们的喉咙，让他们为对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穆锦棉这个女人太烦了，云洛家对她的容忍早就到了极限，今日是她自作孽，也就怪不得不留她的性命了。至于云乔七，云洛家跟她本身就没什么感情，有的只是厌恶，和外人勾结欺负自己家里的人，活着也是浪费空气。云乔七见云梦瑶拿着刀朝他走了过来，顿时吓得脸色煞白。瑶瑶，你不要被他蛊惑了，你清醒一点，我是你的堂妹呀，你不能杀我的。不是，你刚才还骂我是个野种，是个不要脸的贱胚子，你不是我堂妹，我要杀了你！七小姐，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说你绑架丞相之女这事儿，回去之后你家里能给你兜下吗？动用太后那边的关系的话，瑶瑶大概率就白被你们折磨了。唉，我可怜的瑶瑶怎么能白受你这般折辱呢？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回去绝对对此事闭口不提。不，我回去就闭门思过，再也不出来了。你去死吧，去死！你这般折辱我，竟想闭门思过就算了。人在危险来临之前的爆发力是非常强大的。穆锦棉看到云梦瑶拿着刀刺向自己，竟然拖着受伤的身体把云梦瑶一下子压在身下。云洛家眼看着云梦瑶不行了，这才走过去，他拉起压在云梦瑶身上的穆锦棉扔到一旁，踩在脚下，然后又把云梦瑶拉起来。瑶瑶，看着，杀人应该这样。他扶着云梦瑶的手，把手术刀抵在了穆锦棉的脖颈。他压住云梦瑶的手，把手术刀割进了穆锦棉的颈动脉，往前一划。看到了吗？这样才能把人杀死。鲜血瞬间喷涌而出，如喷泉一般将血液四溅开来。穆锦棉死不瞑目地瞪大眼睛，旁边的云乔七瞬间被吓得双眼一翻，晕了过去。云梦瑶此时也被吓得不敢动弹。我杀人了，姐姐，我杀人了，我真的杀人了。他惊恐地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手，手术刀当啷落地，让他瞬间清醒。人不是他杀的，是云洛家杀的，是他杀的。他杀了穆锦棉，那云洛家会不会也杀了自己呢？去，按照我教你的方法杀了他。你忘了他想要毁了你了吗？杀了他，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见云梦瑶还在犹豫，云洛家不由轻嗤一声：“哼，瑶瑶，他们绑架了你，还准备让你一辈子在烟花柳巷做万人骑的卖身女。
你真的不恨他吗？我恨他，我要杀了他。他亲眼看到你杀了穆体眠，你若不杀了他，你便要为他偿命了，所以他必须得死。在云落家的蛊惑下，云梦瑶骑在了云乔七的身上，咬着牙用手术刀割开了云乔七的颈动脉。再次看到鲜血喷涌，云梦瑶突然没有了恐惧感，心中反而生出一种快感。他们带着你从前门进来的？不是，来的时候很安静，应该是后门。一会儿你想办法混出去，先从后门离开，然后去成衣铺尽量买一件跟你今天穿的差不多的衣服，能悄悄回到府里就悄悄跑回自己的院子去洗个澡。要是被人看到，就说你跟云乔七也被冲散了，你脸上的伤是跟人起了争执被打的，不要提起今天发生的事情，听明白了吗？这样我才能保住你，不然你杀了这么多人，我可是保不住你的，听懂了吗？云梦瑶点点头，眼底竟神奇般的没有了任何恐惧，只有对云落家坚定的信任。现在外面没人，你得自己混出去，我在这善后，出去也不要说遇到我了，跟谁都咬死我刚才跟你说的说辞。好，我知道了。虽说他可以把杀人的事推给云梦瑶，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也违背了他不想让家里人伤心的想法。他就知道云梦瑶绝不是什么小白兔，第一次杀人就这么得心应手。除了杀穆景眠的时候略有慌张，之后似乎也无所谓了，可真有意思呀。你要跟我聊什么？既然你想从我这得到毒药，那带我过来这点报酬可不够。他已经大概猜出这面具男的身份了，不过对方既然想隐藏，那他就装作不知道，配合一下他。你还想要什么？这个是剧毒的毒药，毫克就能让人立刻毙命。旁边这个是解药，这个是慢性毒药，吃了后人会乏累不安，就算是御医也查不出问题。连着服用3次，人就会油尽灯枯而亡。旁边的一样是解药，药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但你得帮我把那个房间的尸体处理了。处理的程度是让所有人都能找到那几具尸体。神医不是该救人吗？你杀起人来竟这般心狠手辣吗？医者救该救的人，但该死的人便该死。我是医者没错，但我并非良善之人，尤其不是委屈自己饶恕他人的良善之人。他已经给了穆景眠多次机会，耐心已经耗尽了。况且穆景眠即将成为太子侧妃，到时候再想收拾就更难了。突然有个黑衣人从窗户飞身进来，在面具男身边附耳低声说了几句。外面有人来找你了，若不想被那些人发现尸体，就赶快去把那些人拦下离开。说着又看了云落家一眼。我会帮你处理好的。大连侍卫，你怎么来这里了？他是明智顾问，尾六和尾八跟不进去，定然会回去找君清燕。大林子在这儿，那君清燕定然就在不远处。君清燕也真是为他操碎了心呐，好好的中秋就这么被搅和了，他还要操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七小姐，快与我先离开这里，出去再说。跟着大林子出了青楼，大林子带着他走进旁边不远处的巷子。君清燕坐在轮椅上，修长的手指在轮椅扶手上轻轻地敲击。云落家快步上前，低头看着沉默不语的君清燕，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灵妹，本王已经让人送回府上了。最近君清燕跟他说话时自称都是我，这会儿他自称本王，明显是不高兴了，或者是动了怒。多谢王爷。大林子，回去把事情处理利索。君清燕没有回应他，只对大林子下了命令，然后抬手示意小林子推他离开。小林子推着君清燕掉头离去，身后一群亲兵紧紧跟随其后。君清燕还带了亲兵过来，显然是做好了带兵掀翻这个青楼的准备。云落家没有阻止大林子，就算是君清燕知道死了人，也不会害他。退一万步讲，君清燕要是真的大义灭亲，还有云梦瑶顶着呢。他快步走过去，跟在君清燕的身侧，低头琢磨着男人生气了该怎么哄。君清燕沉默良久，才微微地叹了口气。日后凡事都不要冲动行事。进去前进一步确认尾六尾八进去了没有。尾六尾八身为武功极好的影卫，竟然被一群黑衣人拦在了外面，可见这青楼背后的主人并不简单。上次云落家进青楼的时候，尾六和尾八就在这里与人交过手，知道不好对付。
他们担心事情闹得太大，示意赶紧回去禀报了君清燕。救人心切，下次会注意的。云洛家知道君清燕是关心他，所以态度良好。他并非是会无视别人好意的人。虽然所有人都告诉他说君清燕这个人不简单，可到现在为止，君清燕并未伤害过他，反而是处处维护他。君清燕好坏待定，但是对他好，他是深有感触的。坐在君清燕的对面，他垂眸皱眉，心里还有些不确定君清燕到底如何想的。云洛家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眼神里浮现几分茫然。他在法治社会长大，可这才穿越过来多久，这双手就已经沾满了鲜血。他不想杀人，人却要杀他，他能怎么办呢？这次若是他放过了穆锦棉，穆锦棉日后做了太子侧妃，定然会不断地找他的麻烦，留下穆锦棉只会后患无穷。君清燕侧眸看着云洛家，发现他的眼神不对，他把手放到云洛家的手上，微微凝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怕，我说过只要有我在，便能护你安好无忧。云洛家抬眸看向君清燕，他没有选择跟君清燕说出实情，因为他知道君清燕跟他不是一类人。他也许会护着自己，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倘若知道了他冷血无情，杀人不眨眼，君清燕会作何感想，是云洛家想不到的。他之所以宁愿相信那个面具男，是因为那面具男跟他是同类，冷血无情，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我知道的。君清燕捏了捏他的手，无声地安抚着他。你与惠春楼的老板何时认识的？他可是那个面具男，他为何帮你善后啊？就连君清燕万里挑一的隐卫都能拦住，他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人。这几日他让大林子去查了，可是大林子根本查不出惠春楼背后的东家真实的身份。君清燕的心中有猜想，却也只是猜想。王爷先喝杯茶休息一下吧。君清燕凝眸看了他一眼，接过茶水喝了一口，便放下杯子。本王需要知道你接触了什么人，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啊。他看着云洛家，眼神沉静清明。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之所以帮我，是因为他找我要了毒药。所以说他知道你懂医术，并且对你有所求，才会跟你有所接触。你之前讲过一次惠春楼，可是他故意让人引你过去。王爷对我的事情还真的是了如指掌啊！我接触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王爷事无巨细的都知道。是不是我什么时候吃饭睡觉，什么时候出宫，王爷也都知道呢？这种被人监视的感觉可真不爽，哪怕是君清燕在保护他。他脸上带笑，伸手摸了摸君清燕的脸。王爷，我好些日子没去药铺了，今日就先走了。君清燕凝眉看着他，抿着薄唇，沉默不语。云洛家站起身来，捧着君清燕的脸，在他的唇角印了一个吻。再见。对了，我把毒药给那个面具男了，这瓶是他手里那个烈性毒药的解药，他身份不明，万一用到你的身上，也可以及时保命。他对着君清燕笑了笑，转身离开。君清燕从窗户目送着云洛家走远。小姑娘有情绪了呀，可是这京都就是龙潭虎穴，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实在是不得不防啊。云洛家虽走远，却听到了他的话，不由轻轻叹息。你想见我传个信就好了，何必兴师动众的欺负我家六哥呢？从没听说过云容赌钱，今日怕也是这个面具男设的局，就是为了引他过来。云洛家虽猜出他是谁，却不知道他找他是为了什么。哼，他在我赌坊输了，却拿不出钱财来，怎么算上是我欺负他呀？欠你多少？3000两。等着，最多1刻钟我就将银子送来。他下了3楼，找掌柜的买了筹码，挤进了赌博的人群里，参与到扔骰子猜大小点的赌局。他听力超群，骰子几分几点什么方向都能听得出来，把把押中，不到1刻钟就赢了5000多两的筹码。面具男通过阁楼的窗户观察下面的云洛家，他抿着嘴角，勾出一抹淡淡的笑意。丞相府的七小姐真是给了他太多的惊喜。银票给你，放了我六哥哥。云容获得自由，赶紧扯掉眼睛和嘴里的布，
他走过去拉着云洛家，着急的就往外走。七妹妹，我们走。这面具男是个变态，方才竟当着他的面剁掉了一个赌徒的手指。他还警告八两，若是2个时辰内云洛家没有过来，就砍了他的手脚。站住！6公子可以走，七小姐留下，我还有些话要跟七小姐说。云柔虽说胆子小，可还是下意识地把妹妹拉到身后，壮着胆子看向那面具男。为何要留下我七妹妹？今日有我在，你别妄想可以欺负了我七妹妹。佑哥哥先走，他不会伤害我的。回家去反省一下为何被骗进了赌场。今日的事情就别跟家里人说了，日后再沾赌，我就告诉爹娘，家法处置了你。那我去下面等你，有事你就叫我。去吧。云柔一走，云洛家便让十一把门关上。他径直走到桌边坐下，眸光含笑看着对方。不知道二皇子费尽心机见我，想说什么？话一出口，面具男瞬间就掠身走到他的身前，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虽说他掐着云洛家的脖子，但手上并未用力。十一对着他出手，他笑着安抚十一：“没事的，他不会伤害我。”面具男轻哼了一声，松开了他的脖子。二皇子，哼，七小姐怕是认错人了吧？云洛家自顾自地端起茶盏，倒了杯茶水，喝了一口已经没有热气的茶。你这口味还真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这家伙竟然喝的是苦丁茶，真不是一般的口味啊！你是从哪儿断定我是二皇子的？还没等云洛家回答，那男人拿上了脸上的面具。因为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你就笃定我不会伤害你，哪里来的自信呢？苦丁茶实在是太苦，云洛家虽有些口渴，却还是一口也喝不下去。他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生活已经很苦了，吃点甜的多好啊。”说着从袖袋里掏出一包樱桃煎，尝尝，甜的能让人心情愉悦，你也多吃点儿，也不用每天都这么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看着就让人想离远点儿。君玄逸低头看了一眼面前的樱桃煎，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我看你倒是没有想离我远点儿。我也想啊，不是你一次两次的找我吗？说实在的，皇家的人，他云洛家是一个都不想去招惹，其中最不想招惹的就是这二皇子。虽说君玄逸从未伤害过他，可这人总给人一种阴沉无情的感觉，似乎只要惹他不高兴了，他随时都会伸出手把他给掐死。他怕不怕是一回事，但是远离危险是人类的本能。我需要七小姐的配合。哦，什么配合？党派之争？复仇这种事儿，我一个弱女子不参与。我就是个大夫，让我看病买药我可以，别的我做不到。本来只觉得君玄逸这人危险，如今看来他还深不可测。这个人隐藏得太深了，让人很没有安全感。无需你做什么，只需要你站在我这一边。冒昧的问一句，你跟安宁王是对立面，还是互不相干？说起来，君玄逸帮过他，站在他这边倒是可以。可是如果君玄逸跟君清燕不对付，那这事儿还得三思。倘若我与小皇叔是对立面，你当如何呢？揭穿我，帮他对付我吗？唉，你也知道，他会是我未来的夫君。我这人啊，亲疏远近分得比较清楚的。若是避免不了，我自然是要跟自家人站在一起的。君玄逸的手背青筋凸起，脸颊肌肉绷紧，又追问了一句：“你就那般喜欢小皇叔吗？”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何突然要问这个问题，可想到的时候已经问出口了。如果你成了我的皇子妃，也会站在我这边吗？二皇子殿下，你到底有没有正经事儿？没事我可走了。这人以前话挺少，而且做事也利落，今日怎么说个事这么费劲呢？他站起来正要离去，君玄逸却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我与小皇叔无怨，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家人，我会适当的站在你这边的。抓得我手腕疼，可以松手了吗？君玄逸这才松开，云洛家揉了揉手腕。还有，别琢磨什么我成为你的皇子妃，我没有那个兴趣。你身边太危险了，我想要安稳点的生活。哼，七小姐想多了，我也只是好奇，随口一问。如此甚好，日后再找我，让人去相府传个话，别折腾我家六哥了。我有事找你的话，是去二皇子府，还是去惠春楼，亦或者这里？来这里，把扳指给管事的，我会去找你。好，那我就先走了。
云落家接过他递过来的扳指，拉上十一，转身出了阁楼。目送着云落家离去，金玄义抬起刚才握住云落家手腕的那只手，手指上似乎还能感觉到云落家纤细手腕温热软滑的触感。他与郎群一起长大，还不懂人言，不懂礼数，并非不尊敬皇后娘娘。无妨。他目光微沉，打量着云落家，嘴角带着意味不明的笑意。过了许久，才让人给云落家看座。你今日留下陪本宫用膳吧。全凭娘娘吩咐。反正到现在为止，不知皇后要干什么，索性就安静的等着见招拆招吧。七小姐可是不愿做太子妃？愿意又如何？太子不是有太子妃吗？总不得让太子妃给我让位。皇后还没死心，难不成不知道太子在百寿园对她做的事，还是以为他脑子有病，根本就不在乎？本宫不是说过此事本宫来处理吗？唉，安宁王就快去相府提亲了，我也没有时间等了。你们相府又不是只有一位七小姐，不是吗？听了这话，云落家心想，哟，感情皇后还想以假乱真，让她用云梦瑶替嫁，这笋都让她给夺完了。就君清燕那个性格，云梦瑶嫁过去当日，那就是丞相府的倒霉之时。那不行的，相府得罪不起安宁王。云落家表现得有些为难，从袖袋里掏出一个瓷瓶。哎呀，我今天身上怎么带了这个药？这个药吃了以后，可以让人如突然病重、暴毙而亡，御医都诊断不出来的。哎呀，这东西太危险了，得带回去销毁。拿来本宫看看。那娘娘可小心，此药沾上一点都必死无疑。哎，本宫这宫里最近老鼠猖獗，不如留下给本宫药老鼠吧。他找云落家本也没什么大事，只为敲打他一番。如今看来，这相府七小姐野心极大，一直觊觎着太子妃之位。当然，就算安宁王权势再大，又如何跟太子储君比较呢？太子以后可是要做皇帝的，只要皇帝在，安宁王就永远是臣子。王爷知道我进宫了，特地在这等我。皇后可有为难你？那倒没有，她就是劝说我别嫁给你，劝说我做太子妃来着，还说太子做了皇帝后，我就是皇后了，嫁给你一个亲王，怎么比得上做未来的皇后？此事由得了他做主？你如何说的？他并没有准备让君义伯在太子之位上做太久，之所以他还在太子之位，只是因为君清燕还没有物色到合适太子的人选。我说我也想当太子妃，可是安宁王他痴情于我，怕是不会放手的。云落家半真半假逗着君清燕，在听到他说前半句的时候，君清燕的脸色黑了下去，可是等云落家说完，他的眼底又浮现出笑意。你倒是知道我对你情根深重，如此你竟然还想做太子妃？他伸手捏了一下云落家的脸颊，却不舍得用力。云落家一把抓住他的手，挑了挑眉梢。我那不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吗？王爷，我之后可能要不干好事了，提前告知你一声，你到时候莫与我生气。就算是你生气，我也是要做的，并且不希望你掺和。我只是通知你一声，并非是征求你的同意。到时候出了事情，你也可以不管我。我出来时太后召见我了，我没去，直接带着十一出宫了，应该问题不大吧？云落家和太后就只有那一次接触，但那一次也够太后对他恨之入骨。太后召见他，绝不会有好事。无妨，你无需见他。倘若你去了，我这会儿估计要去他那边捞人了。君清燕拉过云落家的手，握在温热的掌心，侧眸看着云落家，满眼的无奈。太子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招惹上这睚眦必报的小姑娘啊！若是太子不招惹云落家，兴许还能在太子之位上多做些年。如今这小丫头满心满眼都是要报复太子，她根本拦不住。君清燕知道自己拦不住他，只能无奈地捏了捏他的小手。万事不要冲动，不过冲动也无事，有我在，可保你无事。他不知道云落家要做什么，这小丫头心思活泛，做的事情也总是让人出乎意料，根本无法用常情揣度。我知道，我不会冲动行事的。听闻王爷的腿已经可以自己走了，真的要恭喜你了。你已经听闻了，不过传言有误，
我坐着轮椅进了大殿，只站起来走了几步而已。他还做不到没有支撑力去行动自如，但是装样子倒也够唬人的了。为了今日在大殿震慑住羌国使臣，他咬牙坚持着，没有露出任何的端倪。那也还是值得恭喜的。看着他脸上的笑意，君清燕只觉心中泛暖，握着他的小手放在唇边轻轻吻了一下。他握着云落家的手，然后看了一眼旁边防备地盯着他的十一，有些无奈。他这般一直跟着你，不会是我们洞房时他也要在旁边吧？自从云落家把十一养在身旁，十一对云落家是寸步不离，云落家呢也是走哪儿都带着十一。平日里但凡他想亲近云落家一番，十一都会用这种防备的眼神盯着他。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小狼崽子是把云落家当成他的所有物了。你自己听听你说的什么话啊？你不会有让人开着洞房的癖好吧？本王完全没有，我只是见他如此每日跟着你，有些吃味罢了。跟小孩吃醋，你人设崩了，王爷。何为人设？人设呢，就是说你是个权倾朝野战神王爷，但是啊，做的事情不像是你做得出的，说的话不符合你的形象。如此我便明白了。在嘉儿面前，我只是你的未来夫君，不用计较那么多。明日我得空，带你出城去转转。要去前面的房子？带你来品尝好酒。最近忙于政务，他也许久不曾过来。今日得空，带着云落家过来坐坐，看看韦二最近过得如何。许久不见了。想你酿的酒了。你进来可好？你的腿好了，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还未完全康复，只是能行走几步了。这位是我未来的王妃，我的腿啊，也是她帮我医治的。王妃？王妃好，这会儿文然泉下有知，也不会为王爷着急了。韦二，明里明兰，他酿的一手好酒，一会儿让他拿来给你尝尝。这是我新酿的竹青酒，味道甘醇清香，您和王妃可以尝尝。李大哥还是称呼我七小姐吧，我与王爷暂且还没成亲，这般称呼王妃有些早了。这会儿称呼王妃确实早了。是我冒昧了。无妨。他端着酒杯，低头看了一眼韦二的脚踝，应该是脚踝骨出了问题，估计需要手术治疗，而且有些东西他空间并没有，估计很难治。嘉儿可能医治他的腿脚，伤了筋骨，治疗起来有些难，我也不太确定。不用麻烦七小姐，我并不想治，就这样就好。云落家觉得这个韦二身上应该是有故事的，而那个温然听名字像是女人的名字，韦二的故事怕是与爱情有关的。云落家正在散发脑洞胡思乱想，突然听到外面的鸡躁动起来。云落家转身一看，十一不在旁边，他赶紧起身出去。刚走到门口，就看到十一在追着鸡跑，手里已经掐死了一只，正拎着鸡脖子去抓别的鸡。十一，够了。吃。这要是在家里，云落家马上就让人给他炖了，可这是别人的地盘啊。老实坐着吃，别乱跑了。你管孩子呀，太严肃了些。有吗？我对他很温柔了。他对十一已经是温柔，其实也不是说温柔，而是说在十一面前是他最真实的一面。也许吧，开始是因为他听不懂人话，只能感受到我的情绪，所以他做错了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凶一些，有些习惯这个模式了。我更喜欢你这个样子。平时小姑娘一直在伪装，只有这会儿她才是最真实的。尝尝，韦二酿的酒很好喝，完全得了温然的真传。温然是韦二的夫人？温然是我的副将，我的左膀右臂，是我在战场上最得力的战将。温然在战场上牺牲了，韦二也是为了他伤了腿。温然一直喜欢韦二，却从未跟他说过，直到临终前才知道韦二早已对他情根深重。期间也是因为韦二对温然有些误会，才导致温然从未跟他表明心迹。说起来两人之间的遗憾多少有些他的责任。影卫可以动情吗？
电视剧里对影卫的要求非常苛刻，几乎是要求他们断绝七情六欲的。君清燕喝下云洛家亲手给他倒的酒，轻声笑了笑。当然可以，难道影卫不是人吗？是人怎么可能断绝七情六欲啊？你这个老板很有人性呢。这竹清酒喝起来味道甘醇清香，就是后劲儿有些大。很快云洛家的脸颊就有些泛红。君清燕摸了摸他红扑扑的小脸。喝多了，他的酒虽然好喝，但是也不要贪杯啊。回头我给你讨几壶，带回去慢慢喝。君清燕的手微凉，云洛家只觉得很舒服，于是便拉着他的手蹭了蹭。没喝多，就是有点热了。在君清燕面前，他很少会流露出这种女儿家的娇态。感受他脸颊滑嫩的触感，君清燕只觉心头发软，眼神都要渗出蜜来。君清燕，你很喜欢我呀？他似乎能感受到君清燕对他的喜欢，那种一看到他心就软成一团的感觉。他喜欢君清燕这样看着他的眼神，就好像在看着什么真爱之物。喜欢。君清燕大大方方地承认，他发觉自己喜欢云洛家，便想方设法地抓住，绝不给自己留遗憾。有多喜欢？关于这个问题，君清燕没有仔细想过。他略微沉吟，老老实实地回答：喜欢到除了你，没想过让别人成为我的王妃。云洛家笑起来，把杯子里的酒全部喝光。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星眸含笑看着君清燕。这双眼睛只看得君清燕心里发痒，不自觉地把手放到云洛家的脸颊。日后不要在旁人面前喝醉。云洛家把手落在他的手背上，在滚烫的脸颊上轻轻地蹭着。我没喝醉啊。你说没醉就没醉。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天底下怎么能有男人长得这么好看？所以你就不挑剔，强行睡了我。说好了对我负责，可却只想用给我医治腿基底了。那我又不喜欢你，总不能一睡了一觉，我就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吧？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君无倦？君清燕觉得他是真醉了，并且开始口无遮拦，一会儿君清燕，一会儿君无倦的乱叫。他平日从不问云洛家对他的心意，此时倒是可以借着他酒醉探上一探。所以你现在愿意嫁给我，是喜欢我了？可能是吧。这模棱两可的回答，但也是他的真心话。你与君玄逸的关系如何？从云洛家的口中听到别的男人的名字，君清燕的心里有一瞬间的不高兴。你为何好奇我与玄逸的关系？就只是好奇。关系还可以。临走时，君清燕找韦二要了几坛子好酒。今天云洛家喝了不少的竹清酒，这会子有些微醺的醉意。马车晃得他觉得有些晕眩，便靠在君清燕的肩头歇息。君清燕将他搂入怀里，防止马车颠簸把他给摔了。小姑娘看着酒量不大行，才喝这么一点就醉了。醉酒后的云洛家格外的乖巧，倒让君清燕有了一种抱回府中藏起来的冲动。日后还是要看紧一些，不能让他在别人面前喝多了。如意赌坊的老板与惠春楼的幕后老板是同一人吧？你与他何时相识的？王爷真的很聪明，但是我跟他是盟友，我觉得盟友不可出卖，这与相不相信王爷无关，所以你别多想。盟友？你与除我之外的男子那般要好，我可是要吃醋的。君无倦，你有时候说话特别的可爱。吃醋不闹别扭，而是大大方方的说出来，真是太可爱了。我对情情爱爱的其实有些迟钝，对除了你之外的男子也没有过于要好，只是各取所需，互相利用罢了。我可以嫁给你，可你也说过要给我绝对的自由，对吧？你要是这么爱吃醋，这么不信任我，还怎么给我自由啊？你这不是哄骗我吗？我确实发觉你对情爱之事的愚钝了。我说过的话有效，不是哄骗你，你不想说便不说，我不会逼迫你说的。小姑娘对情爱之事并非是完全不懂，只是比起其他的方面，她对这方面很是迟钝，会主动亲近她，却不知是不是喜欢她。吃醋与信任无关，只是难以言说的情绪罢了。可是显然小姑娘不是很明白。
酒意已经上头，云洛家被马车晃得有些昏沉，不知不觉就靠着君清燕睡了过去。迷迷糊糊回到丞相府，君清燕将他叫醒，亲自送回他的小院。他顺便去见了云华旭，商议了一下提亲的事宜。嘉儿，小狼孩今日怎么没与你一同过来？偷喝了点酒，这会儿还醉着呢。他倒也是会折腾的，前几天把后院的鸡都给糟蹋了，我们这都连着吃了几天的鸡了。等到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云华旭清了清嗓音，宣布了一件事：安宁王今日与我商议了，下月18要来府上纳采。七妹妹与安宁王情投意合，倒是早些提亲纳采也挺好的。对啊，而且如今安宁王的腿疾也好了，我们也不必担心了呀。可是不是说他没有生育能力吗？我给他把过脉，没有发现他有那个毛病啊，估计是可以生的。听到云洛家的话，大家都松了口气。啊，四哥，你前日可与玉棉去了同心茶楼？那天他只看到了一个背影，看着与玉棉极其相似，可是玉棉身边的男子他可以确定不是云帆。他这么问也只是觉得这么问最合适而已。并未，绵绵这些日子也未曾离开过小院，她生性有些怕生，所以极少出门。那是我看错了。应当是看错了。我准备早些将绵绵接进府中来，下个月大哥成亲之后，我便接她入府。我看倒是可以的。大半夜的你来这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身边有安危？听闻昨日皇后召见你了。看来皇宫里的事情瞒不过你，不过这样正好，省得我多费口舌。他为何3番2次召见你啊？与你可是有什么交易吗？殿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是不懂。你若是疑心这么重，我们以后也不便接触了。我并非怀疑你。行，我信了。皇后从我这里拿了瓶毒药，我猜测她想给太子妃用。不过我给她的并非是毒药，但我希望她能变成毒药，但不是用在太子妃身上。殿下，你觉得这个毒药给谁用了会给她致命一击呢？臣女见过皇后娘娘。七小姐，进宫这么多次了，还不懂规矩吗？就是不懂规矩，才需要皇后娘娘的教导啊。好，那本宫现在便教导你，见本宫要如何行礼。过去好好教教七小姐该如何给本宫行礼。他看了一眼旁边的11，眼神陡然冷了几分。把那个畜生给本宫扔出宫去。主子不懂规矩就算了，养个畜生也不懂规矩，谁敢动他？皇后娘娘，您这是何意啊？是我前些日子给你的毒药没有毒死老鼠，所以您心里不高兴了？皇后定然是知道了云洛家当初在耍她，所以才恼羞成怒，想借着教导她规矩的机会折腾她。听到云洛家当众提及此事，皇后的脸色突然变了。你进宫还带毒药，意欲何为？不是娘娘让我带的吗？娘娘不会想倒打一耙吧？怎么了？难不成娘娘跟我要的那个毒药不是药老鼠的，而是用在人身上？你，来人，给我长这个口无遮拦的贱人的嘴！皇后的口令刚下，身边的嬷嬷就走向了云洛家。云洛家还未动手，后方的11就一个生扑，把那嬷嬷扑倒在地，新长出来的尖锐指甲对着嬷嬷的脖子就插了下去。11，不可杀人哦。皇后娘娘，我觉得您不是想要教导我规矩，而是想借此机会欺负我。你，给我出去跪着，带着你的那个畜生一起跪着。我们合作之友，为何要跪？你反了天了你！来人，给我把他拖下去掌嘴！哦，皇后娘娘的意思是您是天？娘娘，您这是想要谋反啊！您若是天，那陛下是什么？天哪，我发现了不得了的秘密！娘娘不会是要灭口吧？你牙尖嘴利的，本宫今日就要撕了你这张嘴！皇后已经没办法思考，自己往前冲，想要亲自对云洛家动手。什么事让皇嫂这般动怒，竟要亲自动手？陛下驾到，安宁王到。小13听闻皇后要教导七小姐规矩，非要缠着朕与她过来看看。朕在宫外就听到皇后的声音了，怎么教个规矩还能吵闹起来不成？回陛下，这七小姐实在是牙尖嘴利，又不服管教，臣妾只是想要……我刚来，皇后娘娘就骂我不知礼数，我说我就是不知礼数才麻烦娘娘教导的，娘娘就让人强行按着我让我跪下，
我有些不解，他就让我滚出去跪着。我住嘴！陛下在此，哪里容得你胡言乱语？我不懂礼数本就是事实，安宁王要是嫌弃我不懂礼数，那便不要娶我好了，何必为难于我？虽然知道云洛家是装的，可君清燕听了还是觉得心疼。别难过了，我并没有嫌弃你不懂礼数，我只喜欢你这般样子。皇兄、皇嫂，他不懂规矩就不懂吧，他是做我的王妃，又不是进宫，我都不嫌，你们何故要让他进宫来为难于他，让他受这般委屈？经过这段日子的康复训练，君清燕走起路来已经好多了。此时他满眼心疼护着云洛家，句句都是对皇后的指责，都让皇帝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这事儿本就是皇后提议，皇帝当时也只觉得云洛家这孩子确实是不怎么懂规矩，也就顺着皇后的意，让皇后把人接进宫来小心教导。本是好意，谁曾想皇后能把事情闹成如今这样。他不愿学便不学，朕就不委屈他学了。七小姐乡野间自在惯了，是本宫为难你了。是我配不上安宁王，是我不懂规矩，是我不好，让娘娘和陛下费心了。哎，是皇后委屈你了。好了，别伤心了，朕那儿得了棵朱红珊瑚树，一会儿给你拿去把玩吧。谢谢陛下。好了好了，不哭了就好，我这就带你回家去。他知道云洛家多少有些装的成分，却很愿意配合着他演戏演下去。你倒真的是胆子大呀，把皇后气成那样。那是他活该，谁让他没事想找我的麻烦。出了皇后的宫院，君清燕坐在了放在门口的轮椅上。云洛家还在分神，听着殿内皇帝训斥皇后的话，嘴角弧度不由放大，心情更加好起来。今日我来得及时，是因为我本身就在宫中。倘若我没这么巧在宫中，或者说我不在京都，赶不及来救你，你定然是要吃些苦头的。日后稍微忍耐一下，拖延些时间，等我来了再闹也不迟。日后我会掂量这件喜事的。这小丫头嘴上这么说，脸上却完全是毫不在意的神情，也不知道她能把自己的话听进去几分呢。罢了，与其劝说这小丫头，倒不如自己多费心护着她吧。君清燕今日需要去一趟军营，方向跟相府相反，于是她便带着云洛家一起过去。对了，我五哥哥对你和虎啸君极其的敬仰，一直想要去瞻仰一下虎啸君的君威风姿，不知道方不方便？君清燕只是淡淡的回应，也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军营有些规矩，可倘若嘉儿能亲我一下的话，规矩倒也不是不可以破。亲一下是吧？大林子，带着11骑驸马。好的，七小姐。突然一只手勾住她的腰，云洛家的身体被往后拉去，踉跄着跌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嘉儿把11送出去，是想如何亲我？亲的不满意，那些规矩我可就没有办法了。什么样的才是满意啊？云洛家意味深长地低头往君清燕的下身看了一眼。让王爷满意，实在是太容易了。君清燕对他有欲望，虽说从未对他有过逾矩的行为，可是每次稍有身体触碰，那小清燕就会对他肃然起敬。只要亲了就可以。王爷，您这也太没有原则了，像个沉迷女色的昏君。哪日让云峥带他过去就好，倘若他想参军，倒也可以让云峥做主收下。这是亲满意了？云洛家的脸伏在他的脸侧，气息喷在君清燕的耳边，故意逗着他。君清燕身体紧绷，喉结滚动，放在云洛家腰间的那只手明显的用力了几分。他极力隐忍着，把小丫头从腿上抱起，放到旁边坐下。这个小丫头就像小妖精似的，差点让他把持不住。君清燕的耳根一直红到了脖子，她的视线避开云洛家，自己需要平复一下心情。王爷，你怎么不抱着我了？相比硬邦邦的马车，我还是觉得王爷的怀里温暖。别闹了，不然本王把持不住，伤的可是你。要不要我出去骑马啊？让王爷释放一下。君清燕知道他是口无遮拦，可这般直白大胆的话把君清燕都给气笑了。你当我是那种浪荡之人？当然不是。王爷在我心里是正人君子，正的不能再正了。
他确实正经，就是那种平时正经，偶尔的一句骚话能够闪到人腰的那种。君清燕被他逗笑了，满眼宠溺，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两人一路笑闹着到了军营。哎，七妹妹，今日怎么来军营了呀？云洛家便把进宫的事避重就轻简单说了一下。我哥前些日子跟我说想来虎啸军营看看，我来是与王爷说了，他说让你有空可以带着他过来，倘若他有意从军，你也可以看着安排。他倒是与我说过这事儿，我没放在心上，给忘了。明日我问问他有没有空，带着你过来转转。七小姐，王爷让您快些回去，宫里有些事情需要即刻带七小姐入宫去。好，去营帐吗？是，王爷已经在等七小姐了。云洛家隐约觉得应该是二皇子有动作了。快到营帐，他便看到君清燕站在营帐外面等他，马车已经在旁边候着。皇兄中毒了，宫里御医都束手无策，所以让人来寻你。回去的路上，马车行驶得比较着急，但好在道路平坦，所以马车上倒也不是很颠簸。君清燕搂着云洛家的肩膀，将他护在胸前，使云洛家那种颠簸的感觉减轻了一些。七小姐接来了，快让七小姐给陛下看看。看着云洛家给皇帝诊脉，众人面色凝重地盯着他，一脸的紧张。我要给陛下治疗了，伺候的工人留下，麻烦其他人都先出去。等众人离开后，云洛家直接从药箱里取出解药递给皇帝。陛下所中的毒药出自我手中，我这里有解药，你先服下把毒解了。大公公听了他的话，脸色陡然一变。你这是何意？难不成是你给陛下下的毒？陛下先把解药服下吧。自然不是我下的毒，倘若是我给陛下下的毒，我又怎么可能会说出来？我没有理由害陛下，我爹对皇帝忠心耿耿，对李朝鞠躬尽瘁，陛下对我们一家都很好，我与陛下又无仇怨，我那么做有何意义？皇帝这才接过解药放进嘴里，他审视的视线看向云洛家。朕方才看你往人群看了看，你是在看什么呀？陛下，我来自乡野，说话直来直往，没有太多弯弯绕绕的心思，我便直说了。这个毒药确实是从我这里出去的，但并不是说就是那人要害你，也有可能是他把药给弄丢了，被时间走了也说不定。哎，直说便是，朕恕你无罪。得到皇帝这个话，云洛家这才有些为难的开口。前些日子皇后娘娘召见过我，之后说是殿中有老鼠，我当时刚研制出来留着配药的毒药，就拿给娘娘了。我不是有意带毒药进宫的，只是当时刚好研制出来，放在袖袋中就忘记取出来了。恰巧皇后急着见我，她如此说，我就记起身上有带的，便给了她药老鼠。不管皇帝信不信，他必然是对皇后有所怀疑。他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接下来就得看君玄义的安排。皇帝盯着云洛家看了半晌。你确定此药是给皇后的那个吗？陛下服用解药后感觉身体如何了？吃了解药之后，皇帝那灼心的痛感已经缓解，这会儿觉得身体轻松了许多。你回府去，禁足半月，不可出府。云洛家皱起眉，但还是谢了皇恩，拿着小药箱离开了。皇兄没事了吧？看到小丫头脸色不好，君清燕的眼底闪过一丝担忧，但云洛家却对她摇了摇头。陛下罚我禁足半月，我得先回家了。君清燕不太明白皇帝为何要禁足云洛家，但是也没有多问，只让大林负责把云洛家和十一送回去。云洛家心情平静，回到丞相府，怡然自得地回去补了个觉。傍晚时分，君清燕亲自到他的小院，皱着眉头看了他许久。夏皇叔，你拉着张脸做什么？吓到人家了？吓到你了？天塌了你都不带皱一下眉的，我拉着脸就能吓到你？好害怕呢。君清燕实在是拿他没办法。唉，这就是你与玄义计划的复仇手段，先扳倒皇后。倒还知道对付太子就要先扳倒皇后，这还算是聪明的。只是这招对于君玄义来说没什么危险，可对于云洛家来说就实在是太冒险。看来你已经查出来他的身份了。君清燕无奈地看着他。今日之前我并没有查出来，也是今日之事让我有了猜测。君玄义当年母族满门流放，母亲被陷害自缢，君清燕当时年岁也不大，但他那时每日跟先帝在一起，多少听到些风声，
知道此事与当时的太子妃，也就是现在的皇后一族脱不了干系。日后莫与他接触的，你不该参与这些事情中。事关重大，今天就算是云洛家生气，君清燕也是要把话说完的。日后我会让尾六和尾巴看着你，不会再让你见玄逸的。这个事情我自己会掂量着的。他倒是没生气，拖着腮帮子看着君清燕的眼底还带着笑意。君清燕，你又不是我爹，你是长辈做习惯了吗？怎么总为我操那么多心呢？我是担心你啊。玄逸我虽不了解，但今日之事就算是查了也查不到他的头上，可确实是连累了你，并且把你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他这般行事并未想过护你周全，让我如何能不担心啊？你对太子有怨恨，此仇不报不快，我明白。我答应你，时机成熟之时，我帮你报了这个仇，如何？我偏要自己来，王爷准备怎么办？你非要与玄逸合作？其实他也并不是非要跟君玄逸合作，只是跟君玄逸合作会省事儿很多。说是君玄逸的复仇，严格来讲已经算是夺嫡之争了。以君清燕现在的身份，不太适合参与这事儿。云洛家觉得此事与君玄逸合作是最为合适的。本身君玄逸跟太子就有仇，太子是他与君玄逸的共同目标。第二，就算是真的东窗事发，这个事情也牵扯不到君清燕的身上。我要是说是呢，王爷准备再让几个暗卫将我软禁起来。娇儿，你知道本王不会，莫要说这种话激我。云洛家知道君清燕不会那么做的，他也只是开个玩笑。不过看着君清燕这个反应，他这个玩笑在君清燕看来也许并不好笑。我不知道你是因为吃醋，还是因为担心我不安全，或者两者都有。要是因为吃醋的话，我觉得你不够相信我。倘若是因为担心我不安全呢，我可以理解，也很感动，但是不愿意接受你这种禁止式的关心。他不喜欢君清燕这么做，不会妥协，所以他便直接的告诉君清燕，让君清燕知道他的底线在哪儿。如此一来，相处中的矛盾就会少很多。你认识我的时候我便是这样，难道你不是因为我本身就这性子才喜欢我的？倘若你喜欢大家闺秀，倒不如直接找个愿意做金丝雀的养着，何必想改变我，让我做那笼中鸟呢？你啊，永远都有理，我说不过你。不过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要被玄逸利用了。我知道了，我跟他应该算是互相利用。他和君玄逸有共同的敌人，倒也说不上是谁利用谁。云洛家见君清燕不再揪着这个问题不放，拉过他修长的手。要不走了，王爷还不回去吗？贾尔是怕我留下吃饭啊，这么着急下逐客令。你自己家里没饭吗？就想着在我家蹭饭。好好好，我回自己家吃。君清燕往外看了一眼，见没人看过来，勾着云洛家的下巴亲了他一下。那我先回去了，你呢安心在家待着，禁足期间莫出门，我空了便来看你。他起身叫了一声大林子，转身往外走去。走到门口时，还回头看了一眼云洛家。他的眼底带着些许的烦闷，但最终什么话都没有说，只坐到轮椅旁，带着小林子大林子一起离去。云洛家起身把他送到院外，站在院门前目送他离去。君清燕渐渐走远，云洛家听到他微微的叹息了一句：唉，说的话呀，他倒是一句都没听进去。这小姑娘太有想法了，让本王很是惆怅了。他倒也不是想控制这小丫头，只是会不自觉的就担心这小丫头遇到危险，担心她会被人利用。这谋害皇帝的罪名若是牵扯到这小丫头，就算是他君清燕也很难摆平。七小姐好比鹰隼，想要彻底驯服，需要没日没夜的熬，定然没有那般轻松的。本王驯服她？本王已经快被她驯服了。这小姑娘实在是难以管教，简直就让他操碎了心。不对，是根本就没办法管教，除了纵容别无他法。二皇子总算是来了，我还以为你忘了我这个人了。这几日事情比较多，忙完我便来了。他为何进你的族啊？我给皇后毒药药死老鼠，陛下觉得我不该带毒药入宫，所以禁足我。听了云洛家的话，君玄逸的眉头紧皱起来。你这般与他说的吗？君玄逸动了怒。我说实话而已，有什么问题？难不成打乱了你的计划？要真是那样也没办法，
你做事前也没跟我通气，我也仅凭着猜测，觉得这事儿与你有关，配合一下而已。我不与你说，是因为我没想让你参与。君玄义烦躁地皱起眉头，他觉得自己快要被云洛家给气死了。一向对任何事情都很淡然的他，此刻竟被眼前的小丫头气得胸口发闷。他已经最大限度的不想让云洛家卷进来，云洛家倒好，自己把自己往风口浪尖上搁。你事先也没跟我打声招呼，我以为你需要我的帮助。他又不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他以为他们是合作关系，合作不应该是配合吗？此事是我考虑不周了，是我把你想得太聪明了。你这话说得让人很不开心。你考虑不周就考虑不周，为什么要人身攻击我？极少看到云洛家生气，君玄义倒是觉得很新奇，他嘴角的弧度柔和了许多。他已经查出了给他下毒之人确实是与皇后有过接触，而且已经供认找到了盛放毒药的瓶子，此是皇后不认识的人。近来皇后对他颇有不满，很多话传到他的耳中，他大概是信了。那陛下准备如何处置皇后？皇后之位他必然是坐不稳了，至于他准备怎么处置他，暂时还没有定论。恭喜你啊，除掉了一个仇人。君玄义闻言抬眸看向云洛家，再看到云洛家眼底柔和的笑意，心脏陡然颤了一下。这一刻，君玄义竟然觉得云洛家与他是一条心的，是真心的为他感到高兴。这次的事情你太不谨慎了，之后的事情不需要你参与了，我先走了。王爷过了年是不是都23了？确实是。贾尔不会是嫌我老吧？老？你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啊？云洛家无语地看着他，伸手轻跳地勾了勾君清燕的下巴，不由得感慨：哎呀，小郎君不仅年轻，还很貌美，落我手里，算是我赚到了。没点正形。君清燕宠溺地笑起来，她拉过云洛家的小手，然后握住他温暖的掌心。日后有事你可以与我商议，莫与玄义接触了，可行？他是用商量的口吻，没有像之前那般强势。这些日子的相处，他发现小姑娘脾气不小，语气差一点她就要生气。吵架生气了呢，还得哄她，倒不如温和点跟她说。前些日子，他让人请了君玄义去安宁王府，他与君玄义聊了许久，大约知晓了君玄义回京的目的。云洛家叹了一口气：我喜欢有话直说，所以我就直接跟你说了，我想要太子的命，这事不能拖你下水。君玄义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我此时若是答应你不与他接触，之后再与他接触，那便是骗你。我很喜欢你有话直说，但我还是要劝一句，凡事不要牵扯太深。无论你犯了多大的错，我确实都可以护你，可怕的是我没有在你身边，没能及时护住你，让人钻了空子。小姑娘实在是太让人操心了，她君清燕从来没有这般为一个人操心过。你禁足不知道，皇后被废了，囚禁在原本的宫殿。皇兄最近脾气很大，朝堂风雨飘摇，丞相大人最近应该也很忙。只是被废了吗？谋害皇帝也只是被废，皇帝还是太仁慈了。是被废了，但是皇兄不会留他性命的。太子在殿前跪了3天，头都磕破了。皇兄非但没有心软，反而震怒，将太子关了起来，变相的进了组。知道，我只要太子的命，朝堂之事我不感兴趣。太子之位落谁家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只要他们不妨碍我，我还是个很乖巧的人的。这个太子得罪我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确实不配为储君，除了他，也算是为百姓做件好事吧。他捏了捏云洛家的小脸，眼神中含满了温和的笑意。你禁足还有3日，5日后便是你大哥婚事了。你大哥婚事过后5日，我便来相府提亲了，你可知道？那什么时候成亲？听了他的话，君清燕稍稍愣了一下，忍不住先笑起来。贾尔这般着急嫁给我，合了八字后再定下适合成亲的日子，我会选最早的日子。贾尔莫要着急。说起结婚，云洛家的心底没来由的有些着慌。他盯着君清燕看了一会儿。我嫁你可以，但是你若想纳妾或者喜欢上别的姑娘，得先与我和离。到时候你若不愿，我跑了你可别迁到我家里。你这脑瓜子里每日都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会纳妾，也不会喜欢上别的姑娘，所以你不能跑。你要是跑了，
我定然要迁怒丞相府。你做安宁王妃，本王保丞相府前程似锦。你若跑了，我就栽赃陷害，无所不用其极，灭了丞相府满门。你可真不是人！云洛家嫌恶地瞥了一眼君清燕，却被君清燕捏住下巴亲了一下。君清燕在云洛家这里坐了一会儿，小林子便从外面跑进来，附耳与他耳语了几句。知道了，我有些事需要先处理，先回去了。近日我怕是没有时间过来了，你大哥成亲的日再来。好，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云洛家站起身来，送着君清燕离去。9月18这日，安宁王去丞相府纳采的队伍足足有2条街那么长，整个京都都震惊了。这种盛事实在是难得一见。君清燕来提亲，我不是不用去见吗？为什么要给我打扮成这样？即便是不用见面，这样的日子也得重视起来。再说了，万一安宁王要见你呢？哎呦，就算是见面，也没必要这么夸张。小姐，安宁王来了，纳采带来的礼从前厅摆到了外面，看不到尽头。外面好多围观的百姓，我在前厅外看了一眼，那礼单足足有那么厚。他用手比划了一下，礼单比一本书都要厚了。就算是皇家纳采，也从未见过给这么多台礼的。君清燕这是打破了规矩，为了表示对云洛家的重视，直接将礼翻了几倍的送来。佳儿今日真美。人这么多，你可别调戏我。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何来调戏？佳儿怎么过来了？这场合是你该来的吗？没点个规矩。他嘴上总说着云洛家没规矩，语气却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云华旭倒是没有批评女儿，只是慈爱地对她笑了笑。来了便来了吧，进去坐着说话啊，别让王爷在外面站着了。王爷，我们进去吧。好。云洛家坐在君清燕的旁边，听着老夫人和云华旭以及君清燕说话，意思大概是中午君清燕要在这里吃午饭，问他可有忌口的没有。而且云华旭觉得君清燕纳采的礼实在太多，有些过于奢靡。丞相大人放心，这些有些是皇兄为本王准备的，但大多都是本王私有之物，绝无一分明旨。佳儿她值得本王的重视。我倒也不是那个意思。云华旭抿着唇点了点头，他看得出君清燕对云洛家的真爱。君清燕对云洛家重视，他自然是高兴，只是这纳采的规格实在是高得离谱。在里面可憋坏我了，根本不敢讲话。你坐不住了才叫我出来的？那倒不是。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瑶瑶为什么突然被接进了东宫啊？府里有下人说，她背地里跟太子私相授受了。我很难相信她会干出那种事情来。在云逸的心里，云梦瑶虽说不太爱说话，但很是乖巧可人。如此乖巧的人，怎么可能做与男子私相授受的事呢？那2个闲话的下人在他的逼问之下，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云鹤成亲那日，看到云梦瑶跟太子一起出现在西院。就算是真的，那也是瑶瑶自己的选择，她的选择我们阻止不了的。之前他还以为这小白兔要改邪归正呢，没想到云梦瑶是憋了个大招啊。不过呢，大招也是拿命来发的，以后他在东宫的日子绝不会比在丞相府好过。他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找个好人家嫁了做个正妻，怎么不比连个名分都没有就去了东宫强啊？云洛家对他的话保持沉默。大嫂。云逸赶紧跟方雨桐打招呼。我回前厅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好。云洛家也叫了声大嫂，之后便不再开口。方雨桐还以为云洛家紧张，今日是不是有些紧张？当时你大哥去我家提亲时，我也是紧张的都说不出话来。其实云洛家并不紧张，但还是顺着方雨桐的话，是有些紧张，感觉像做梦一样不真实。是会有些不真实，尤其是能够嫁给自己心爱的男子，更加会觉得不真实了。那大哥是大嫂心爱的男子吗？我幼时见他，那时就想长大嫁给他，后来也是我主动让家里人说的亲。哎呦，原来大哥小的时候就被大嫂盯上了呀。那你心爱的男子来了。不等君清燕走近，他就带着婢女转身回了后院。
看着那个风姿绰约的男人向她走过来，云洛家依旧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她真的跟君清燕订婚了，她真的要嫁给一个古代的亲王了。君清燕从坐轮椅到现在可以自己走路，也是她的功劳。也许冥冥之中注定的，她就是属于这个时代。日后她与君清燕若是生了女儿，就取名叫云颜若，成为云家的老祖宗。想着想着，云洛家突然忍不住笑了。如此一来，她不就是自己的老祖宗了吗？佳儿在想什么呀？笑得这般开心。君清燕走到他的身前，把他的手拉进自己的手里，眉眼含笑。去佳儿的小院吧。今日本无需他亲自前来，可是为了他心爱的小姑娘，他还是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亲自过来。有几日都没看到云洛家了，君清燕的心中甚是想念。我在想，我终究还是被你赖上了。你理应对我负责。是，我愿意对你负责。公子深夜到访所为何事啊？不会是为了扮鬼吓人吧？要是扮鬼，你不该穿黑色，该穿白色。我来借酒喝。借酒何必半夜前来？找人知会一声，我便让人送到你府上去了。堂堂二皇子，府上难道连壶酒都没有，还要来我这借？你与小皇说的喜酒，我来喝一口。君玄烨盯着他看了许久，身侧的手紧紧握成拳头。喜酒还尚早，等我跟你小皇叔成亲时，去他府上喝吧。你这般半夜来我这的习惯不好，以后少来吧。他起身准备下去，君玄烨却抬手抓住了他的手腕。皇侄儿，我不喜欢与人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以后注意点。你似乎是在躲我吧？这哪里的话，我一个贵客小姐，不便与外男多待，不是本该如此吗？可你从不是守规矩的人啊。话虽如此，可你找我也没有正经事儿，我都要嫁人了，确实不便跟你大半夜的在房顶喝酒，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幽会呢，我这也是为了避嫌。说正经事的时候可以找我，平日喝酒就算了啊，咱俩也不是可以把酒言欢的关系。那我们是什么关系呢？盟友。顶多算是盟友，也只会是盟友。他还是不太愿意跟君玄烨交朋友的，毕竟这个人心思太深了，不太适合交心。原来只是盟友啊！君玄烨自嘲地轻嗤了一声，他站起身，拿着云洛家的酒壶飞身离去。云洛家不理解他这自嘲一笑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君玄烨今日有些奇怪。君清燕自提亲宴以后，似乎又忙了起来，几日都不曾见到他。佳儿，我听云大四少爷院里的婢女说你住的地方是这边，没想到竟然能等到你出来。云洛家在府里看到玉棉也有些惊讶，四哥金屋藏娇藏不住了，带回家里来了。你就别取笑我了，四少爷说把我接到身边方便照样。四哥私心是想每天都能看到你吧？我倒是想天天都能看到你。云洛家本是准备出府，但是玉棉这会儿来了，他就不方便丢下他出门去。他带着玉棉进了自己的小院。这相府可真大，我根本就找不到地方，差点就迷路了。问了好些人才找到你这边呢。人口多，所以地方就大一些。在二哥院里住着可还习惯？倒也没有不方便，只是四少爷让我以婢女的身份先待着，又不给我派活，我待着有些不自在。你在京都可有朋友？若说朋友的话，我把你当朋友，可是不知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我自然也拿你当朋友。那天到底是不是玉棉，云洛家是不能确定的。玉棉来到相府以后，每日都会来找云洛家坐会儿。君清燕忙完手里的事，抽了个时间来相府看望云洛家。来的时候还给云洛家带了一柄枪，与他的龙吟枪一模一样。你这个大忙人，今天怎么有时间来了？你个小没良心的，也不去找我，我想你了自然就来了呀。君清燕向来直球，云洛家偏偏就喜欢他的直球。他撇了撇嘴回了一句：我去了，可你不在，倒不如等你来找我。这位是安宁王，我的未婚夫。
见过安宁王。玉棉赶紧行礼。她是玉棉姑娘。君清燕淡淡的看了一眼玉棉，视线重新落到云洛家的身上。佳儿在忙些什么呀？旁边的玉棉笑着跟云洛家说道：我想起我那还有些事情要做，就先回去了。云洛家知道他自然是因为君清燕在，所以不自在，便没有留他，只是点了点头。好。玉棉又给君清燕行了个礼，垂眸退出去。走到小院处拐弯的时候，他回头往房中看了一眼，抿了抿唇角，眼底充满了恨意。君清燕这次来不仅是因为想念云洛家，还有事情要跟他商量。他们成婚的日子已经合了出来，以书面的形式递进了丞相府。君清燕告知他，合的日子是过了年的正月28。云洛家算了一下，不到4个月了。这么快？他有些吃惊。我还觉得有些晚了，要不是说那日成亲大吉，我恨不得明日就迎娶你进府。没看出来啊，你还是个急性子。萧景说玉香楼出了新菜品，今日我带你出去吃饭。他许多天没有时间陪伴云洛家，今日得空可以陪他坐一会儿，总在府中待着很没意思，他便想着带着小姑娘出去走走。成，正好带11出去吃点好吃的。云洛家想起还没有带11去过玉香楼，说真的，玉香楼的菜品确实好吃，比府中的厨子做的好吃多了，比起君清燕府里的厨子也要好些。也不知道四哥云帆是从哪儿找来的厨子。王爷大驾光临，未曾远迎，还望恕罪。七小姐不必多礼，快请起。谢王爷。君清燕顺手握住他的小手，走进房间。王爷审问那个羌国人，审问出什么了吗？没什么有用的，这种奸细嘴一般都很紧，还得花时间熬。我让小林子亲自审了，我知道她是谁的人了，平南公主。她在京都，城防军也换了。前些日子皇帝给他举荐了一个城防军首领，他没反驳皇帝的面子就任用了，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纰漏。你查到平南公主身在何处了吗？在丞相府四公子的院子里，对吗？见他都知道，云洛家倒也不纠结。只是四哥他色迷心窍，相府绝对跟羌国人毫无关系，你信吧？他知道君清燕既然知道玉棉在相府，定然也是让人查清楚了玉棉的一切。我信。现如今需要保全丞相府的声誉，让你四哥亲自把人交出去，才能不落人话柄。袁华旭现如今是他的岳丈，一荣俱荣的关系，他自然是要维护好。这个怕是有点难，给我几日的时间，或者悄悄地把玉棉给处理了。须得拿他与羌国谈判，这是个好机会。很难说服我四哥，得想个法子，让他看清玉棉真面目。明日我邀请你去游湖，你可把你四哥和平南公主带上，他想接近我，我便给他个机会。好，几时，在何处？君清燕跟着云洛家定好时间地点，又盯着云洛家看了一会儿，他拉过云洛家的手，放在唇边亲了一下，还是跟他解释了一番。我知晓你的想法与我不同，我不会强迫你听从我的，也不会阻止你做的事情。没关系，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咱俩互不干扰，还不会吵架，多好啊。需要我帮忙时直接与我说，我愿意为我的小姑娘效劳。他承诺过会给云洛家自由，便不会去剪断他的羽翼。他只希望这小丫头在行事的时候能注意安全。秋日游湖，清风带着几分桂花的清甜，站在游船甲板上吹着风，别有一番滋味。等着游船到了湖中央，君清燕牵起云洛家的手，指着湖中央的小岛与他说起了传闻。据说这湖中间的小岛上有前朝一位公主的坟墓，云正附和着把这故事补全。游船靠近湖中小岛，君清燕牵着云洛家下了船，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云帆担心玉棉受风寒，给他穿了一件厚实的披风，还给他戴上了挡风的面纱。等几个人都上去后，君清燕忽然想起有东西落在了船上，他转身回去拿，从玉棉的身边经过。本来安静乖巧的玉棉突然把身边的云帆一把推开，从披风中抽出一把软剑，对着君清燕就刺了过去。君清燕此时就站在湖边，弯腰闪躲他手中的剑，脚下一滑，云洛家被他吓了一跳，却见他往后退了一步，脚尖轻点地面，稳稳落在了船上。君清燕，
本公主今日要让你为皇兄偿命！玉棉拿着软剑飞身上了游船，面色狠厉，手里对着君清燕猛刺过去。云帆这才回过神来，不敢置信地看着玉棉，他的嘴唇抖动了2下，最终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所有的羌国奸细全部被抓住，君清燕握住云洛家的手返回船上。君清燕，你不得好死！平南公主，战场本就是你死我亡的地方，你皇兄的死是因为他技不如人，本王何错？你心狠手辣，残忍暴虐，杀戮这么重，你会遭天谴的！你放屁！我家王爷保卫了李国疆土与百姓，是英雄。你们羌国的都是狗，就喜欢挑衅，打不过就耍赖，技不如人，还在这里废叫。你可知你今日的行为会对羌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本王会以羌国奸细刺杀本王为由，发兵羌国，一路从边关打到羌国的皇都，杀光羌国的人，占领羌国的国土。你卑鄙！本王卑鄙？本王做事比起你们羌国，实在是算得上光明磊落了。他不再跟玉棉多说，只抬了抬手。君清燕，你抓了我也没用，历朝的丞相府和羌国串通，他们早已经是羌国的人了。闻言，云帆的眼底闪过不可置信的表情。玉棉，你在说什么？相府4公子和我私定终身，整个相府都是我的人，他们早就通敌叛国了。啪的一声，云洛家猛地甩了玉棉一巴掌。哼，谁会信你的话？你知不知道今日为何会被抓？那我告诉你，就是丞相府的人揭发了你的身份。把他带下去，毒哑。云帆不愿再看他，转身往旁边走去。君清燕吩咐人返航，上岸以后，君清燕带着人押着玉棉和羌国的奸细先回去了，让安宁王府的马车送相府的公子小姐回府去。你准备如何处置平南公主？不会真的要发兵攻打羌国吧？一个平南公主可换300万两白银，你觉得这个仗应该打吗？自然是银子香，打仗这种事情能不打还是不要打。难得有赞成我的时候。意见不同时自然是要说出来的，我们只是立场不同，我又不是是非不分的人。是，小姑娘最是明辨是非了。君清燕笑得宠溺，她一直把云洛家当成一个刚及笄的小姑娘，所以平日里就算是闹了口角也不与她计较。外面天色已晚，云洛家要说的事情已经说完了，她站起身，勾着君清燕的下巴，在她的唇上轻轻地亲了一下。我先回去了，明日见。君清燕抓住她的手，拉着她坐在自己的腿上，抵着小姑娘的后脑勺吻上了她的唇。前些日子忙，有些日子不见云洛家，这2日见面也是为了其他事情，许久没跟小姑娘亲热了。君清燕的吻技越来越纯熟，云洛家不曾抵抗，只安心地享受着。亲了许久，君清燕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他。我让人套车送你回去。若不是为了小丫头的名声着想，她真想把她留下来过夜，不做什么，只是看着她也会觉得心情舒畅，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李朝秋猎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秋猎，更像是一场举朝的盛大宴会。秋猎之日，官员们和夫人嫡子嫡女都要赶往秋猎场，由皇帝主持，各位官员嫡子与皇子们都要参加狩猎。有些武将家里的女儿若是有兴趣，也是可以参加的。七小姐，二皇子终将危在旦夕，你快些与我们过去给他看看。好，那快走吧。君玄义中箭昏迷，皇帝坐在马背上，满眼担忧地看着君玄义。君玄义是为了他挡了那一箭，这个他最不疼爱的儿子，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可是他最宠爱的儿子太子却只惦记他的皇位。陛下，找到七小姐了。云洛家不等皇帝招呼，快步上前查看君玄义的情况。箭的位置距离心脏只有2寸，如此准确又危险的距离，不是君玄义控制得好，就是那个射伤他的人是个高手。这个人真是疯得厉害啊！富贵险中求是没错，这也实在是太危险。玄义情况如何了？陛下，二皇子伤势不轻，箭上还有毒，此时需要赶紧拔剑，把伤口附近的毒清理些出来，才能为二皇子拖延时间。那快些给他治伤。还需要派人去将御医的医药箱拿来，我随身带着的伤药有限，怕是不够用。他说话时头都不抬，只用手术刀割开了君玄义的衣服，手指轻轻放在剑周围的皮肤上。
云洛家悄悄给他用了一些麻药，不会完全没有痛感，但是会减轻一些。一切处理好，准备正式拔箭头。云洛家按住他的伤口，猛地一下拔下他胸前的箭矢。饶是云洛家给他用了麻药，君玄逸依旧是疼得闷哼了一声，身体猛地抖了一下。君玄逸醒了，疼得满头汗水。此时他的痛感过于强烈，以至于眼前都有些模糊，光影透着树枝投射过来，眼前的云洛家都好似在发光。恍惚之间，他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仙子，下意识地想伸手去触摸她，手臂太过无力，意识中已经摸到了对方的脸，实际上却只是动了动手指。皇帝带人出了密林，林子里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皇帝准备摆驾回宫。云洛家这边家里也在准备回去。七妹，你别看了，准备回去了。好。他嘴上答应，却往密林的地方看去。忽然他看到树林上方冒出了股股浓烟，林子里着火了。他想到狩猎之前看到君清燕带人进了林子，心中陡然一颤，大声问了一句：你们谁看到安宁王了吗？小皇叔提前带人巡视狩猎场周围的安全了。那他还在林子里？听了君景霄的话，云洛家脸色骤变，看着林子上的浓烟越来越大，云洛家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突然的大火必然不是偶然，现在只有君清燕没有回来，这场火极有可能就是冲着他去的。想到这儿，他一把夺过旁边人的马缰绳，翻身上马，大喊一句：林子着火了，等会猛兽必然会冲出来，都快点离开。山林大火最是难灭，要是着起来，基本上整片林子就全完了。君清燕要是被困在里面，哪怕他武功再好，也是凶多吉少。眼看他冲进了林子，石一的眼睛陡然眯了一下，然后四肢着地，如狼一般的速度极快的朝着云洛家的方向飞奔而去。七妹妹，七妹妹，你跟进来干什么？简直是添乱。担心姐姐。云洛家知道石一对他一片赤诚之心，于是也便不再斥责。他找不到君清燕的身影，心急如焚。这片林子很大，倘若在距离大火很远的地方，极有可能发现不了远处的林子着火。他大喊几句后，林中完全没有回应，让他的心中更加着急。哦！石一突然发出一声狼嚎，云洛家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他又继续嚎叫几声。很快，四面八方都传来了狼嚎声。石一歪着头，似乎是在辨别什么。姐姐，那边。云洛家看着前面大火的方向，驾马快速往那个方向去了。火势在急速蔓延，越往那边便越能感觉到大火的冲击。股股热浪随着风吹过来，带着辣眼的烟雾，让人睁不开眼睛。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被火烤死了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对面飞身而来，勾着他的腰身，快速转身，带他走出了这片大火。君清燕带着他落地后，他发现这里是一小片没有树木的悬崖边。他大概计算了一下刚才的火路，最起码有个几十米。要不是他提前浸湿了衣服，拿着灭火器开路，根本就不可能过来。所以君清燕等人才会被困在这里出不去的。你怎么来了？君清燕却只是愣了一下，就把他拉过来仔细的检查，看看云洛家有没有受伤。云洛家再次确定君清燕无事，这会儿情绪也稳定下来。他看着君清燕：我当然是来找你的。他们所在的位置是一片悬崖顶，距离着火的丛林有10几米，悬崖顶上光秃秃的，所以大火才不曾波及。想从这里逃出去，除非是从悬崖跳下去。我方才已经看了，深不见底，无法预料有几成生还的可能。确实太危险了。被大火烤得太久，容易缺水。这群人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缺水无力的情况，就连君清燕看起来也是有些脱水的征兆。云洛家的空间里还有不少的生理盐水，可是他这会儿实在是不方便拿出来。他看到君清燕的嘴唇干得发白，把她拉到一旁：补充一些水分吧，不然会熬不住的。君清燕疑惑地看了一眼云洛家突然变出的生理盐水，拿起来喝了一口，没有多问。不过他只喝了一口便停下。可否给他们分了喝点？这些人跟着他出生入死多年，他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兄弟们缺水而死。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但总归会想到办法的。给他们分了喝吧。大火中有火油的气味，是有人故意纵火。
禁卫军发现这边有火油的气味，我便过来查看。随后尾崎发现了刺客的身影，在击杀刺客的时候，刺客点燃了火油。君清燕把情况跟云洛家细细说了一下。不止这一片，外面还有一圈火油。当时我们正要出去，火油轰然而起，我们一时难以出去，便被困在了这里。云洛家又走到悬崖边，悬崖下风声鹤唳，飘上来的风是冷风，能让他觉得舒服些。悬崖下应该是个水潭或者河流，跳下去生还的希望很大。君清燕走到他的身旁，下面云雾缭绕，根本看不清有什么。嘉儿如何得知下面有河流啊？云洛家扬唇笑了笑，跟他解释了一下如何断定下面有河流。云洛家从风声和水雾声大概地判断了悬崖的高度，他数了数上面的人数，大家都把腰带接下来接在一起。上面几个人拉着腰带这头，把小林子一点一点地送下去。7-80米的绳子实在是不够长，很快就到了底。绳子没有了吗？能不能再往下一些？下面还很深，根本看不清楚。长度显然还是不够，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云洛家脱下外衫，用刀割出安全粗细的布条，绑在腰带的后面。大家见状，纷纷把外衫贡献出来。如何？可看到下面的情况了？我还没有下到底，但是我听到了下面有水声，应该是有河流的，大约还有几丈高，就算绳子不够也下得去。那个距离跳进河里也不会受伤。梦魇，您跟七小姐先走吧。你们先下去，等会儿接应七小姐。本王等会儿下。是，我一定接应好七小姐。君清燕让云洛家下去，云洛家倒是没有推辞，把提前准备好放在旁边的盐水拿给了君清燕，让她留着给他们随时补充一点能量。我在下面等你。云洛家没用大林子接应，自己解开腰间的绳子，抓在手里跳进了河流中。河水冰凉刺骨，但此时却让他无比舒适。上面的人陆陆续续下来了大半，可是君清燕还没下来。就在只剩下几个人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空中猛然掉落，掉落的速度极快，下面的人根本就无法接应。只听砰的一声，那人掉落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随着他一起掉落的大半截绳索，云洛家的心沉到了底。这绳索落在地上足有一大团，可见上面所剩无几。君清燕还没有下来，现在想下来根本是不可能了。云洛家焦躁地咬着手指，强行让自己先镇定下来，好好的想办法。谁的脚程快，上去，点军过来想办法灭火。皇帝没有看到君清燕就跑了，只留下太子守着，不让猛兽出去祸害百姓，可是却没有提一句让人灭火。他本来就对君清燕忌惮不已，君清燕回不去的话，正好合了皇帝的心意。我去。好，你带几个人上去，去找些攀登工具过来，试着往上爬看看。悬崖峭壁，一般人很难上去，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只希望他留下来的那些生理盐水足够君清燕他们撑到被救出来的时候。云洛家又点了几个人在下面等候，他带着另外几个在附近寻找上去的道路。云洛家知道君清燕暂时不会死，可要是一直不下来，被大火那么烘烤着，等不到大火灭，人就会被烤干了。走了整整一夜，天已经渐渐泛起了鱼肚白，他带着人才找回到上面。胡啸军此时已经进入树林，大火也已经蔓延至了大半的林子，如今别说想要灭火，就连进林子都困难。云洛家也发现火已经大到没办法救了，从这儿进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就算是裹着灭火器都没用。此时稳妥些的办法还是找些身手好的去攀爬峭壁比较有希望。青云，你带着虎啸军再挖开隔火带，尽量阻止大火继续蔓延。好。找些身手好的，带着攀爬的工具和绳子，跟我回峭壁去。好，按这就安排。云洛家在来的时候沿途做了记号，虽说他此时疲惫到了极点，却是强打起精神，带着大林子和单恒又重新返回峭壁之下。大林子把准备的绳子挂在身上，拿着攀登的工具先往上爬，单恒带着挑选的几个能手也跟着大林子一起艰难地向上爬去。云洛家对攀登实在是无能为力，只好在下面焦急地等着消息。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心中的担忧如潮水般向他涌来。云洛家正望着逐渐消失在视野里的人，身后突然有个身影朝他飞扑了过来。十一抬手用袖子给云洛家擦去脸上的污渍，眼底有些难过。姐姐，疼吗？云洛家确实感觉到十一碰到的地方有些疼，
他抬手摸了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脸上受了伤。不疼，你怎么过来了？二哥他们呢？话音刚落，就听到了身后的动静。七妹别伤心，安宁王定然会没事了。云洛家昨晚忙得都来不及惆怅伤感，听到云峥安慰他的话，他陡然想了一下，万一君清燕死在上面，他会难过吗？云洛家只是尝试着想了一下，就觉得心口喘不过气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够爱君清燕的，可是知道君清燕出事，就算是豁出性命，他都必须要找到她。倘若不是君清燕，他绝不会嫁给别人。这样一想，他似乎是很爱君清燕的。云容担忧地看着妹妹，天下比安宁王好的人多了去了，七妹不要太过伤心了。不会说话就闭嘴。我怎么就不会说话了？难不成安宁王不在了，让七妹给他守寡吗？他这没脑子的话说出来，连云鹤都忍不住了。小六，别说话了。现在已经有人在救安宁王了，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消息。你现在受了伤，一夜没睡，回家休息一下，养足了精神才能等安宁王回来呀。再等会儿吧，他们要是上去了，等会儿就该有消息了。大哥，我无事了，等到君清燕的消息，我就回家去了。你先回吧，让家里人不要担心。家里人都很疼爱他，怕是都在担心着他的安危。他不能因为自己而让家人跟着受这份罪。不用，我陪着你一起等。大约等了2个时辰，上面才有一个身影拉着绳索飞身而下。怎么样，君清燕还好吗？大林子满面愁色。悬崖空无一人，也并未找到王爷他们的身影。听了大林子的话，云洛家只觉得脑袋一阵眩晕。他觉得自己没听明白大林子的话。你说什么玩意儿？上面空无一人，人没下来，难道是凭空消失了？就算是死了也有尸体，你跟我说人没了？是，有可能王爷觉得没有希望下来，带着他们进林子找出路了。林中大火滔天，这会儿还在烧着，一望无际的大火，进去不就烤熟了吗？云洛家觉得君清燕不可能蠢到带人进林子。没事的，别担心，没有看到尸体，人就可能还活着。他这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更像是安慰自己。君清燕答应过他，护他一世安好，他绝不会食言。他不相信君清燕就这样没了。倘若他就这么死了，那么自己穿越过来的意义何在呢？云洛家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倒把他自己也惊了一下。七妹，别难过，兴许安宁王有办法从林子里出来。天不早了，你们先回去吧。你也先与我们回去吧，这边一有消息，马上让大林侍卫去通知你。云洛家这会儿觉得很累，他从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无力感。他盯着峭壁处望了许久，上不去又不甘心离开。大哥带着他们回去吧，我等等再回去。不管君清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都得活见人，死见尸。不亲自去看一眼，他不可能安心。我自己去，你们都回去。攀爬的过程危险，上面更加危险，他不能让哥哥跟着他去冒险。他的身上有绳子，就算是手滑掉下去，也有活下去的希望。就算是死了，也就是他一条命。或许他在这里死了，就能够穿回到现代了，也不一定。云峥被妹妹踢了下去，往后退了几步才站稳。他抬头看着上面的妹妹，生气地眯起眼睛，飞身而起，在云罗家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着他的后脖颈一个手刀击去。云峥一手拉着绳子，一手搂住妹妹的腰，带着她落回地面。单将军，我先带着七妹妹回去了。我睡了多久？手里场的火灭了吗？君清燕找到了吗？他的话让众人都沉默了。看到大家的反应，云洛家就知道了答案。我去看看情况。你病了3日，今日刚好就要出去，就一点也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吗？3天。他以为自己顶多睡了1整夜，没想到都已经3天了。3天，君清燕还没有回来，只怕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你不是说在家休息吗？自己的身体不要了，不就是一个男人，你就这么不顾自己的身体？他不只是一个男人，他是我的未婚夫，是生是死我得去看看，不然我心里不安。他自己的身体自己心中有数，只是发烧烧得有些乏力，没什么大问题。那你吃点东西再出门，别让人担心。这2日我去看了，大火根本无法扑灭，开了隔火带也没有太大的用处。胡啸军和禁卫军已经撤离了。悬崖那边，大林寺侍卫爬上去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安宁王，他怕是已经凶多吉少了。
这几日陛下也派人去找了，可也一无所获。朝中都在传安宁王已经不在了，我爹每每上朝回家都是满面愁容的。知道了，但我还是得亲眼去看看。云落家驾马带着11和云淼淼出城，距离很远就看到了那场大火。云落家靠近悬崖峭壁，仰头看着根本看不到的地方，上方依旧是云雾缭绕，根本看不清。别看了，这么多天了，安宁王不可能活着回来的，节哀吧。他说过，认定了云落家这个朋友。云落家伤心，他自然是要相陪，给他安慰。而且云淼淼对安宁王也一直很敬重。我知道了，我在这里待一会儿，你帮忙看着我11。他心中明白，君清燕已经3天没有消息，生还的希望并不大。云淼淼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到11身旁，远远地陪着云落家。云落家在悬崖下走了一圈，在一块巨石遮挡的地方停下，想着不知道君清燕到底如何。云落家忍不住叹了口气，拿出君清燕送给他的那枚玉佩，在眼前看着。他穿越过来小半年了，这期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相府的人对他都很好，他也很喜欢相府的生活氛围。他本来不想跟这个世界的人有太多的情感纠葛，可还是选择了嫁给君清燕。他考量了许久，才做了嫁给他这个决定。可是还没嫁呢，君清燕就没了吗？他猛地握住玉佩，放回袖袋，忽然感觉有人靠近，待要转身反击，忽然被一只手臂勾着拉到了深处。江儿，别让。君清燕的面容虽有些消瘦，但看起来很健康，没有任何伤痕，甚至还有空换了身衣服，完全就是早就逃出来的状态。云落家看了他一眼，拉开他的手，然后猛然抬手给了他一巴掌。有病啊你！你活着怎么不回去？他骂完，看着君清燕，又忍不住红了眼眶。这狗男人，没有出事也不去告诉他，害他这么担心。君清燕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打脸，却没有生气，反而抱住他，低声地安慰着。我有些事情需要暗中处理，直到你过来寻我，过来看看。这几日他一直潜藏在暗处，一边查想要他性命之人，一边暗中观察羌国和宫中的情况。他是想让云落家知道他还活着，可是云落家那日回去以后就昏睡了3天，他并没有找到机会让云落家知道这个事情。是我的错，等我处理完这些事情，就去找你赔罪，到时候任你处置。这几日他知道云落家的情况，却只能在夜里去看一眼，他的心里担忧又很心疼，可暂时还不能现身。云落家一把推开他，红着眼睛瞪着君清燕。倘若你日后不给我个解释，我就退了你的婚，谁爱嫁谁嫁。狗男人，什么事都瞒着他，让他担心。他不求君清燕做什么事都告诉他，至少要给他一个心理准备。就这么突然炸死，得亏他心理素质好，不然得崩溃了。好，等我办完事情，就给你个交代。我会在羌国使臣到达京都后现身，你只需当作没见过我即可。云落家正要说话，那边却传来云淼淼的声音：“你还在吗？你没事吧？”听到云淼淼往这边走了过来，云落家赶紧回了君清燕：“我知道了，虎啸君他们也以为你死了，不用让他们知道你还活着吗？”我会处理，你不用担心。好好吃饭，别担心我。过几日我处理好事情就回去了。才几天不见，小姑娘就瘦了这么多，直看得君清燕心疼不已。好，我等你。淼淼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云落家勾着君清燕亲了一下，从暗处走了出来。走吧，回去吧。江儿，是我。你这大半夜的翻墙进我闺房不太好吧？云落家笑着打趣他。当初你强睡了我的时候，也没觉得不好。你都赖着让我负责了，还有怨言呢？那是我的荣幸啊，怎么可能会有怨言？手上的伤，该上药了。那日他匆匆忙忙见了云落家一面，并没有看到他手上的伤。虽说看到脸颊的伤口，也没来得及嘱咐他用药。他知道云落家是个大夫，自然会自己去用药的。可是知道归知道，心里还是忍不住担心。用了？你大半夜的来我这里？我有些想你，过来看看你。我已经查到是谁想要我的命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别插手了。黄龙卫找过皇帝之后，皇帝立马跑去了太后的寿康宫，与太后大吵一架。
此事虽不是皇帝安排，但他定然是知情的。君清燕本想辅佐皇帝治理好李朝，可皇帝却一次次的让他失望。之前对他所做的事情他接受了，可是让云洛家喝伤身的不孕药物实在是让他难以接受。他都已经把药给抢过去喝了，皇帝竟然还想要他的命。他掏心掏肺的对皇帝，皇帝呢却想挖他的心肺，怎么能不让他失望难过呢？他放火想要烧死你，你也该放火烧死他。他喜欢他的寿康宫，就让他长眠他的寿康宫如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小姑娘的主意不错呀。君清燕并非是那种以德报怨之人，她对皇帝和太子宽容，完全是因为她答应了先帝。可谁要是想要她的命，她断然不会容忍。所以，你真的会一把火烧了那个坏婆娘？她定然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君清燕的语气温柔，还带着几分哄小孩的柔软，只听得云洛家心里发暖。你想亲我吗？他有点想亲君清燕。君清燕这个人嘴上很主动，行动上却不怎么主动，或者说他很尊重云洛家，很少会对他做出那种亲密的行为。听了云洛家的话，君清燕的喉间陡然一紧，紧接着喉结滚动了一下。我话未说完，就被云洛家勾着脖子亲了上去。他都听到君清燕吞咽的声音了，他肯定是想，只是不好意思。算了，既然他不好意思，自己就主动一点。云洛家向来是想干就干。君清燕很快就反客为主，一手扣住小姑娘的脑后，一手勾住她不盈一握的细腰。小姑娘不知道大半夜的这般撩拨我，很危险吗？他用了极大的自制力，才忍住没把小姑娘就地给吃了。哪里危险啊？难不成亲一下你，还想跟我睡？他的话说完，明显的感觉到君清燕的呼吸更加粗重。君清燕赶紧拉开他的手，压低声音：2日后，江国使臣会到达京都，我大约会在他们来后的3日后现身。这些日子我怕是不能来看你了，你在家乖一些。他不舍得在云洛家的唇上又亲了一下。躺下睡觉，等你睡着了我再离开。接下来的几天都看不到云洛家，他想多陪他一会儿。云洛家听话的躺下，闭上眼睛安静的睡觉。这几天他都没睡好，虽说闭着眼睛，但他依旧能感觉到君清燕灼热的目光。2日后，羌国使臣进了京都，云洛家很好奇君清燕的计划，当日让人递了帖子进宫给云梦瑶，说是想他了，要进宫去看看他。陪着梅英儿和云梦瑶在花园走了一会儿，云洛家抽了个时机自己单溜了。他悄悄地靠近了那座招待羌国使臣的宫殿，突然有脚步声传来。太后前2日心情还挺好，那日陛下去与她吵了一架后，太后这几日愈发的脾气大了。可不是啊，之前给送去的燕窝就因为不是血燕，我还挨了一顿打。哎，真的是奴才不如狗。听到这里，云洛家的嘴角勾起几分不怀好意的笑。他将一根钢针上沾上药粉，然后对着那2个宫女手里的碗弹了过去。钢针飞速从碗上飞过，药粉抖落了一些在碗中。2个宫女只觉得有东西嗖的一下飞了过去，却没看清是什么。可能是虫子吧，飞得好快啊，都没看清是什么虫子。云洛家给太后下的药是会导致太后产生幻觉的神经麻痹类的毒药，服用之后他会见到他这辈子最恐惧的场景，而且他会毫无察觉，只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但其实他幻觉中所说所做现实中都会做。那个药只是通过针蹭在了碗边，虽说量少，但是药性很大，倘若不及时服用解药，就会一直被困在幻觉中直到疯癫。他这属于精神攻击，让他多回忆一些自己做的亏心事吧。而且这个药御医根本就查不出来，只会觉得太后大概率是疯了。君清燕虽说让他别动手，可他实在忍不住啊，所以他只是小惩一番。不能直接报仇，那就暗地里使点坏，反正也没人知道这事儿是他干的。君清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得好啊！君清燕，那个野种他死了，他终于死了，你们高不高兴啊？真是太好了，我太高兴了！他死了，真是太好了！大火，好大的火呀！烧死他，烧死他！云洛家没想到那个药性竟然能让太后疯成这样，
那药虽是厉害，可没厉害到这个程度啊。看着太后直接疯成这般模样，云洛家猜测药物应该只是导火索，他这么疯有可能是心魔导致。君清燕就是他的心魔，他产生幻觉后让情绪过于兴奋，导致他变成了现在这样。你们看，安宁王并非我江国所害，而是你们自己人害的。君景霄看着胡闹的太后，眉头皱的都能夹死一只苍蝇，命人赶紧带太后回去休息。听闻江国使臣来访，本王近些日子有些事需要处理，就来晚了，还望见谅。见鬼了，见鬼了！不要来找哀家，不要！太后疯魔了，送回寿康宫休息去，吩咐人看好了，让她好好休养身体。君清燕对太后本就没有感情，对她也毫无敬畏，直接让人拖了出去。你们来了些日子了吧？太的赎金可是交给李朝国库了。他在看向羌国使臣的时候，视线从角落的云洛家身上扫过，眉眼之间带着几分无可奈何。云洛家没想到他都已经弄成这样，还躲在人群里，君清燕竟能一眼就认出他来。小皇叔有所不知，这羌国使臣并未带赎金过来，反而造谣小皇叔已经身死，威胁李朝将刺客还给他们，还说要是不还就派遣骑兵来攻打李朝。哦，这样吗？这可与国书上说的不一样啊！你们羌国真的准备与我李朝再战？两国谈判，安宁王带兵是想挑衅我羌国吗？是又如何？只要我想，我李朝大军随时可以出兵，按照国书上商议好的，把赎金好好送进李朝国库，找1两银子，你们便留在李朝吧。我李朝不差你们几口饭。来人，送羌国使臣回驿馆休息，多派些人手保护好了，千万别在李朝出什么意外。你们岂敢！你们这是求借，两国交战还不得来迟，你们竟敢求借！我都弄成这样了，你还认得出来？你弄成什么样我都认得出来。你还有事要忙吗？有事就去忙，忙完我有话问你。云洛家对着君清燕笑着，他满心疑问想问君清燕，比如他是怎么从悬崖上下去的，再比如他准备如何处理太后的事。确实有事要忙，你在这里等我片刻，不要乱走，等我回来。交代完毕，君清燕又看向一众还沉浸在惊喜中的大臣们。各位大人，先行回府吧，羌国使臣的事情本王来处理，定会让各位大人心安的。几位大臣依次给君清燕行礼，眼眶湿润，满心感动地告退。安宁王，陛下有请。在这等我。君清燕看了一眼云洛家，吩咐了一句，转身便跟着大公公出了大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小皇叔没事了？我怎么会知道他没事？你真的不知道？君清燕此时已到偏殿，云洛家不再理会君景霄，只安静地听着隔壁的动静。皇兄，你太让我失望了。这李朝的天下我交到你手里，你该好好守护的，如何能这般任人践踏呢？你依我也无用，我答应了父皇替你守护好李朝江山，便不可能放手任由你作践。你伤我害我，我都没有与你计较，但你不该动不该动的人，我今日把话放在这里了。我能让你坐稳这个地位，自然也能随时将你从地位上拉下来。以前他对皇帝还恪守君臣之礼，可这一次皇帝是真是太令他失望了。萧十三，是皇兄的错，皇兄不该猪油蒙了心，同意了他那般行为听到这里，云洛家才明白君清燕为何这么恼怒皇帝。狩猎场的大火，其实皇帝早就知道会有，可是他却想利用太后除掉君清燕。父皇同意羌国之事，让小皇叔处理了吗？你早些回府去吧。我有好多事情要问小皇叔，小皇叔这会儿是没时间吗？晚些时候去我府上。好，那我晚些时候去找小皇叔。君景霄对着君清燕点了点头，带人先离开了。我要去见太后，你可要与我一同去？要。云洛家回答的异常干脆，有热闹看，他怎么可能不去呢？你这个野种，你怎么还没死？你怎么没死？他不会死，但是你会死，而且很快就会死了。哼，你还真当自己嫁入皇家了？他君清燕根本就不配姓皇家姓，他就是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
就算他不是皇家的又怎么样？你以为谁都稀罕嫁进皇家？你当皇家人是什么香饽饽呀？只不过是一群带着皇室光环、自以为是的蠢货罢了。你大胆！还你们皇家高贵，我看着你们就是一群窝里横的蠢货。你什么你？君清燕殚精竭虑地保护李朝的江山，为你们皇家守护江山，可你们做了什么？给他下毒让他站不起来，给我下药让我不能生育，断他子孙，找人放火烧死他。你看看你跟你儿子办的是人事吗？你得烧香拜佛感谢君清燕不想当这个皇帝，不然现在还有你们娘俩什么事儿啊？他想起太后差点害死君清燕，就满肚子怨气。哼，你这么对待先帝疼爱的孩子，对得起先帝吗？我看啊，你早该去陪先帝了，当面给先帝赔个不是。太后直接被他气得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我可没碰他。不是，只是不知道嘉儿可骂够了。当然没有，光是骂可不过瘾。我想赏他一场大火，把他对你做的事情还给他。会还给他的，但是这个事情不能由你来做。走吧，我们出宫。二人驾马而去。君清燕的马骑得不快，云落家今日穿得少，初冬的风吹过来依旧冻耳朵。之后可有事？去我那坐会儿。晚些时候去见羌国使臣，有1个时辰的时间，去你那坐坐，把你所想知道的都告诉你。君清燕自然知道云落家想问他什么，早就给他腾出了时间来。他驾马来到相府外，翻身下去，然后勾着云落家的腰，把他也带下来。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你怎么从悬崖上凭空消失的？君清燕知道他性子急，所以刚才赶紧和丞相说完正事，就赶过来给他答疑解惑。在悬崖侧面下方3丈有个山洞，当时绳子就是躲在里面的刺客割断的。那个山洞很深，直通另外一处出口。当时我们在山洞走了许久，出了山洞已经是第2日傍晚了。当时看着绳子断了，他以为自己要命丧在那儿，却不想绝地逢生，让他找到了逃生的路。之后他抓住了山洞里的几个刺客，带着人去了李明兰的酒肆，审问了那几个刺客。他本来没想诈死，可是得知事情的原委，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敲打一下皇帝。你准备怎么处理太后的事情？别跟我说你准备放过她。自然不会，我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当众疯魔的模样大家都看到了，自己点火烧死自己也不足为奇。他的嘴角勾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揉了揉云落家的头。我以为你知道我不是好人，没想到在你心里我还是个以德报怨的人。云落家抓住他的手，很是不满。别总动手动脚的，烦死个人。他发现君清燕一看到他就爱动手动脚的，不是捏他的脸就是捏他的鼻子，揉他的脑袋也不像哥哥们那样轻轻的，他就是使劲揉，发型都揉乱了。唉，嘉儿是嫌弃我了吗？当初把我压在床上的时候，我不愿意，你也没放过呀。行了，这也能翻过去了吗？不行，日后还是要翻出来的。你这脸皮越来越厚了，这种丢人的事情都能拿出来说。怎么能说丢人呢？这是你我结缘的初始。嘉儿，可还有别的问题要问我？太后为何说你不配姓皇家姓？她是乱说的，还是有什么依据？关于这个问题，我暂且还无法与你明说，但等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云落家没有继续追问，但心中的疑惑却更深了。倘若太后是胡说，君清燕完全可以反驳她的说法，但她这样回答明显是另有隐情。难不成她真的不是皇家子嗣？云落家倒也不在意她的身份，只是忍不住好奇之心。我得去医馆一趟，等我忙完手中的事情就来找你。皇帝早晚会对你下手的，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君清燕深得人心，倘若他得了皇位，那么想来并不会出现过多反对的声音。手握重权，注定是要被帝王忌惮的，哪怕你再强，也不可能每次都逃得过他的阴谋。就算你卸了兵权和政权，他也不会心怀感激，反而对付起你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了。君清燕，我不知道你答应了先帝什么，可你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了。你不夺皇权，那么必将毁于皇权之下。
他既选择君清燕做伴侣，定然是不希望他出事的。而且现在丞相府和君清燕属于一条船上，皇帝想对付君清燕，必然也不会轻易的放过相府。我明白了。当夜，皇宫的寿康宫一场滔天大火烧红了半边天，整个寿康宫烧成一片废墟，宫里却无其他人伤亡。传言太后将所有人都赶出去，自己在宫内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一夜未停歇。这么一场大火下来，太后的尸骨都没有找到。云洛家在清渊那里听到消息的时候，正懒洋洋地躺在院子里晒太阳。君清燕说要以其人之道还回去，没想到他的动作竟然这么快。皇后刚离世不久，如今太后又在一场大火中尸骨无存。也许是太后的事情对皇帝的冲击太大，皇帝找了个由头将太子禁足，等于是变相的囚禁，但并没有给他安下罪名，也没有废了他的太子之位。太后薨逝，举国哀痛，但对于云洛家来说，只觉心口的一股子恶气出去了。我想在出嫁前回药王谷看看，见见师傅和师兄们。说实话，他只在原主的记忆里读取过药王神医，还有那一群师兄们，印象却并不是很深。原身虽本身有些痴傻，但药王神医和那群师兄对他还是极好的。说起来，他也确实该回去看看，感谢一下他们对原身的养育之恩。申家养了我们家儿10多年，把我们的家儿养得这般好，确实是该回去看看的。多带着礼品过去，老五和老六不是闲着吗？让他们陪着家儿一同过去。老夫人觉得人呢还是要心怀感恩，富贵日子过了这么久，还能够不忘记那边的养育之恩。老夫人觉得云洛家这个孩子很好，对他的喜爱又多了几分。既然老夫人已经发话，江氏和云华旭这下就无话可说了。祖母娘，你们放心吧，我顶多半个月就回来了。再说了，还有5个6个在呢，你们就安心吧。听完老夫人和江氏的嘱托，云洛家正要上马，远处君清燕却驾马快速赶了过来。还好没有来迟。倘若来迟，他也定然会追出去给他交代一声。你那么忙，没有必要赶来送我，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今日有些忙，等我忙完这些事情，便去接你。尾4、尾5、尾6、尾8，我都让跟在你身边了，他们会保护你安全的。有事你躲远些，让他们上就好。万不可莽撞。他一直都觉得云洛家是有事真上，根本记不住自己身边有影卫这回事。是，知道了。你极少出远门，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君清燕捏了捏他的小脸，云洛家这会儿认认真真的点头。祖母和娘都看着你呢，你别这么腻歪了。君清燕回过神来，侧眸看了一眼老夫人和江氏，两人赶忙对着他行了一礼。方才君清燕一过来就去了云洛家的身旁，他们都没来得及行礼，只能杵在一旁看着。见君清燕对云洛家如此上心，他们觉得云洛家这个夫婿挑得好，以后定然是不会受委屈的。王爷，再磨蹭一会儿太阳都要落山了，我晚上就赶不到城镇住宿了。我让大林子带些虎啸军跟。夸张了哈，我是出去玩，又不是去打仗，带什么兵啊？招摇过市的才会引人注意吧。君清燕的眉头凝紧，微微眯了眯眼睛，眼底带着几分无奈。天冷了，都回去吧，我很快就回来了。云逸和云容也与大家道别，让他们都回去。马车行驶离去，相府的人和君清燕目送着马车离开走远。年后，云洛家和君清燕就要成亲了，如今距离过年也只有1个半月，等他回来，相关事宜就该操办起来。成了亲之后，出门更加不方便，现在让他回一趟药王谷是对的。马车一路向北而行，外面寒意渐浓，云洛家出门前穿得多，倒不觉得冷。母亲亲自给他收拾的行李，将冬日的厚衣裳全给他带上，不光是棉衣，那贵重的狐裘披风也给他带了好几件。这还是云洛家穿越过来这里之后出去最远的一次，还未走远，心中竟多出了一股子思乡之情。突然他听到身后有马蹄声传来，他疑惑地掀开车帘子往外看了一眼，距离还有些远，但是他隐约辨别出来人是大林子，他身旁跟着一群便衣的士兵，想来应该是君清燕吩咐的。云洛家有些无奈，
他明明就是个粗枝大叶的人，这群人小心翼翼地宠爱他，让他都要产生自己就是个娇滴滴的千金大小姐的错觉。而这些爱对他来说沉重却又无比甜蜜。那李侍卫，你把他们留下回去吧，回君清燕身边。他进来忙，身边必然是需要你的。王爷给我的任务是保护好七小姐，其他事情他身边自有人去办。听他这么说，云洛家倒是没再多说什么。君清燕那个人呢，表面是尊重云洛家的想法，可是真的决定的事情也很坚定，就算是他不愿意也没用。大林子随主子，也听令主子，云洛家多说无益。世一，过来，不需要保护我。身边的影卫被杀手缠得很紧，一时半会儿都脱不开身。云洛家眼看着杀手的长剑对着他的胸膛猛刺过来，他忽然眯起眼，身体后仰，在杀手靠近的时候，他手中的暗器也对着男人的脖颈刺了过去。在他的暗器刺出的时候，男人的长剑却被一个身影给挡住了。他陡然瞪大眼睛，挡在他身前的11没事，可是有一头狼却被杀手的长剑刺穿。那杀手中了云洛家的暗器，强撑片刻倒了下去，而狼也跌落在地上。11愣了一会儿，猛然就扑了过去。看到那头狼奄奄一息，11的眼泪倏然就流了下来，然后他仰着头对长空嚎叫起来。他这一声狼嚎喊出去，丛林中接着出现很多附和的狼嚎，丛林中很快传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就在众人大惊之时，丛林里飞快地钻出一大群的野狼。云洛家正担心他们会无差别地攻击所有人，就见那群狼冲着黑衣服的杀手撕咬过去。大林子和影卫们趁机对着杀手发起了致命的攻击。娘的，好多狼，快撤退！撤！姐姐不会让他死的，别伤心了。姐姐救他。好。外面有11镇场子，他想着野狼应当是不会伤害自己人，便专心地给眼前的这头狼做起了手术。不得不说狼的忠诚度啊，为了救11，竟然用身体去挡利器。更让云洛家感动的是，11在他危难之时毫不犹豫地选择用自己去救他。他一直都知道小狼崽子的忠诚度，更加知道11对他的爱和依赖，可是他从不想让11用自己的性命去救他。11带着狼群进了林子，没有关系吗？没事，他就是这里长大的，估计是想把狼带回去，晚些时候自己就会回来了，不用担心。你让人检查一下外面还有没有杀手的活口。5哥和6哥没事吧？我这会儿想起5哥了，5哥差点被杀手给废了，腿要断了，哎呦，疼死我了。而云荣却回了一句没事。方才打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这个废物实在是帮不上忙，趁机钻进了马车里，所以杀手根本就没有近他身的机会。哎呀，太阳快落山了，11怎么还不回来呀？不知道，这小子是玩的忘了时间了吧？云洛家知道11是在这里长大的，而且狼群对他唯命是从，便放心的让他入了丛林。本以为他把狼群送回去就会回来，谁知11竟一去不回。那李侍卫，你轻功好，进去找找11，无论找不找得到，看到我发的信号就回来。好，我去找找。从这里到下一个城镇最起码要2个时辰，就算是回去也得将近2个时辰。在这种山林走夜路很不安全，所以今夜他们应该是要留在这里过夜了。不是让他找不找得到11都得回来吗？怎么还没回来？秦妹妹，晚上林子可不能进啊，进去了迷路就算了，这种森林里面什么猛兽都有啊。也许大林侍卫只是在林子中没有看到信号，不行再给他发一个吧。云洛家想了想，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便让韦六再给大林子发一个信号。信号在天上闪烁着红光，在夜间特别耀眼，就算是大林子在林中也应该是能看到的。他倒是不担心11的安全问题，11自生下来就在这片林子里生活，这里对他来说就跟家一样，林中的猛兽估计也不会伤害他。他身边有这么多的野狼保护，就算是杀手回来也奈何不了他，怎么想他都应该不会出事。大林子对这里不熟，且又是单枪匹马，他倒是有些担心大林子。正担忧着，那边丛林的空中突然闪现一个信号。看到信号，云洛家猛然站起来。大林子出事了，快，你们没受伤的赶紧点上火把，拿上武器，跟我进去救人。5哥的腿受伤了，留在原地休息，6哥留下保护5哥，看护好受伤的人。
他的方向感很强，一路小跑往刚才大林子发射信号的地方而去。大约2分钟后，云洛家隐约在空气中闻到一股子血腥气。快，就在前面了。血腥气会引来猛兽，你们灭了火把，找地方躲一下，我跟尾巴过去看看。云洛家在原地焦急地等待。很快，尾六背着奄奄一息的大林子回来。云洛家正要询问情况，却隐约听到了周围有动静。他闭上嘴，对着尾六打了个手势，让他别说话，先把大林子背回去。他跑到前面，带头把人往林子外面带。刚离开一会儿，云洛家就从声音中分辨出了食肉动物撕咬咀嚼的声音，在那些撕咬咀嚼声中，还隐约有快速奔跑的声音。云洛家听那声音越来越近，着急地大声喊着：“快，都快点，有东西追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先别问，把火声的旺一些。云洛家此时没空跟他们解释，主要是他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方才具体发生了什么，还要等大林子清醒过来再说。云洛家给大林子检查了身体，发现他伤得极重，但却不是猛兽攻击的伤口，而是武器所伤。他身上大小伤口有6、7处，其中有一支箭在腰部附近，只差毫厘就能废了他的腰子。经过2个小时奋斗，他终于总算是把大林子的命给保住。七妹妹，大林子侍卫怎么样了？命是保住了，不过得躺些日子。林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林子侍卫怎么伤成那样？我也不清楚。云洛家摇了摇头，将尾六喊了出来。你找到大林子的时候看到了什么？那边为什么会有那么重的血腥味？地面有很多野狼的尸体，还有些别人的尸体，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大概得有10几个人，其中有大林子杀的，还有一些是被野狼咬断喉咙而死的。听了尾六这个话，云洛家的心里陡然一慌。有野狼的尸体，十一那么爱护狼群，不可能不知道有狼被杀了。十一知道有狼被杀却没有出现，那么十一极有可能出事了。十一之前就是被人抓住才送到了百兽园，那么现在也很有可能是被人抓了。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受控制地慌乱起来。十一有可能出事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十一在自己的地盘会再次出事。在他看来，不是早有预谋，根本就不可能。十一是一个野狼崽子，不可能有人专门来杀十一，那么最大的可能是抓了他去取乐。小狼崽子一定不会出事的，别担心了。云洛家不说话，只靠在云逸的肩头闭上了眼睛。他觉得自己像进了轮回，前些日子没日没夜地寻找君清燕，这才多久又要寻找十一。君清燕至少是有勇有谋，有逢凶化吉的本事和运气，可十一呢，虽说动作迅猛，力量大一些，心思却是异常的单纯。别说他遇到人多会被抓住，要是有人蓄意骗他，都很难保证他不会被骗走。云洛家现在只希望抓住十一的那伙人不要伤害他。姐姐，你为何没有来找我？云洛家猛地惊醒，额头冒了一脑门子的汗。这会儿天色已亮，大林子还处于昏迷状态，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醒过来，云洛家跳下马车。你们在这守好了，我带着影卫进去看看情况。那怎么行？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七小姐。若是遇到危险，影卫会用轻功带着我离开。你们去了，我还要分身保护你们。你们倒不如留在这里休息，保护好我的2个哥哥和伤员。胡孝兵知道云洛家说的是事实，便也没有人再说什么。白日林中野兽出没的少，云洛家凭着感觉找到昨晚找到大林子的那个地方。到了那里，云洛家差点吐了，凝重的血腥味呛得人作呕，场面实在是惨不忍睹。云洛家本想从尸体上寻找线索，可现在根本就没有完整的尸体让他看了。现在唯一的线索丢了，在这种情况下想找到十一简直是难如登天。七小姐，我们得离开这里，这里的血腥味太重了，说不定还会引来猛兽的。先离开这里。他正要转身离去，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一株枯草上挂着十一从不离手的狼牙。那颗狼牙十一一直视若珍宝。云洛家快步走过去，弯腰把狼牙捡了起来。十一如此看重这颗狼牙，倘若不是出事，他定然是不会撒手的。快走，先离开这里。他没有时间沉浸悲伤，因为他听到了动物往这边过来的动静。还没走出林子，胡孝兵便带着云荣、云峥着急地找了过来。七妹妹，二哥来了，说是祖母突发恶疾，让你赶紧回去看看。七妹妹，祖母突发恶疾，
你对祖母的病情束手无策，你得赶紧收拾跟我回家去。云峥赶到的时候，见到这么多的伤员，心中也是咯噔一下，询问了云容和云逸，才知道事情始末。好在云洛家没有受伤，他才觉得稍稍安心一些。云洛家一听老夫人突发恶疾，心中陡然一颤。这边十一还下落不明，家里老夫人又病了，真是多事之秋。我先跟你回去，我得先跟二哥回家去，这些要给大林子和伤员服用，1日3次，1次1粒。还有，我走后，你们立刻把大林子和伤员带去附近的城里，找个客栈让他们住着，然后用你相府公子的身份，或者虎啸君的身份，去官府找人帮忙寻找十一的下落。七小姐真是累坏了，连起身的力气都没了，怕是知道老夫人病了，着急赶路，晚上连觉都没睡呀。七小姐确实有本事，老夫人疼得多少日子都没闭眼，她这一回来就让老夫人安睡了。可不是嘛，要不是真有本事，怎会跟安宁王结亲呢？云洛家这一觉睡的是天昏地暗。我去，骨头这是散架了吗？佳儿醒了。看到君清燕的一瞬间，他猛然坐起来，一把抓住她的衣袖。君清燕，还点人去找十一，十一不见了。别着急，那边发生的事情我已经都知道了，我已经让小林子大人过去找了，你耐心等待。我睡了多久了？睡了7、8个时辰了，这会儿已经是子夜了。可有不舒服的地方？没有，就是累，累得浑身筋骨疼。云洛家摇了摇头，这些日子他实在是太累了。他盯着君清燕看了一会儿，眼神逐渐有些放空，似乎是在看君清燕，又似乎不是在看他。佳儿如何用如此古怪的眼神看我？你有没有在某一瞬间感觉你上辈子就认识我？他穿越过来之后，总觉得有些事情他经历过，有时候也会莫名其妙的觉得眼前人很熟悉，甚至有时候他会觉得这些事都是他上辈子经历过的。就好像这次他梦到十一，他总觉得那不是梦，而是他真实经历过的，不是这辈子，而是上辈子。不像是梦，倒像是对未来的预兆。梦境中十一穿的不是李朝服饰，倘若梦真的是预兆的话，十一有没有可能是被胡鱼族的人抓走了呢？或者日后会被卖到胡鱼族？若真是那样，他也就放心些。梦中看十一的穿着和打扮，他过得应该不差。我觉得上辈子、上上辈子，我们都是认识的。一听这话就知道他是哄人的，可见只有云洛家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你安排些人去胡一族看看。好，我回去便让人乔装去胡一族查查。你别着急，困了就躺我旁边睡吧，都后半夜了，也不大方便回去了。胆子倒是不小，还敢让我躺你身旁睡？哼，你还能对我做什么？他相信君清燕的人品，这个人太正直了，虽说偶尔嘴上骚两句，可人品极好。那倒确实不会。我去软。他站起身正要走，猝不及防却被云洛家拉着坐了回来。去什么软榻？这么冷的天。君清燕带着一身寒意躺下，云洛家被冻得一个哆嗦，却依旧没有让君清燕起身。见君清燕的手太冷，云洛家倒是直接把她的手握住，用自己的手给她暖手。你带回来的那个杀手，我去审过了，嘴硬得很。你对他动刑了吗？放心吧，还活着。君清燕身体绷着，距离云洛家有1拳的距离。有外人半夜闯进来了。云洛家意识到不对，猛然从床上坐起来。君清燕紧随其后冲了出去。我派人在这边守着了，只要有人出现，定然逃不掉。佳儿不必这么着急。白天里，云洛家带着杀手回来的事没多少人知道，但是君清燕却故意把消息放了出去。他下了饵，此刻正等着鱼儿上钩。你其实猜出来是谁雇的杀手了吧？猜到了，但不确定。倘若真的是他，那他便再也没有机会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雇主是谁，但是我看到了去找门主的人，是个中年男人，但是娘们唧唧的，而且脸上油光水滑的，嘴唇边连根毛都没有，说话还掐着兰花指，说话的语调有点尖，阴阳怪气的模样。其实不用我说了吧，你们也都能猜得出来的是谁了。谁的身边会有那样的老太监？
除了宫里的人，怕是不会有别人了。云洛家看向君清燕，看到君清燕眼底的凉意，心里便知道自己是猜对了。以前宫里倒是有不少人想要云洛家的命，可是太后前些日子被大火吞噬，尸体都化为灰烬，丧事到现在都还没办完。皇后前些日子也死了，其余的人和君清燕、云洛家倒没有什么深仇大恨，除了那个人。我若是猜得不错的话，这位是安宁王吧？可惜了，君王都是不允许受百姓爱戴的英雄存在的。有的时候，忠君并非一定是对的，也要看所中之君值不值得。你这么一说，好似本王还没你看得清似的。所谓当局者迷，你自己看着他登基以来，这李朝的天下是不是落败了？君清燕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没有说话，牵起云洛家的手离开了这里。云洛家知道要他命的人是皇帝，君清燕对他宽容，根本就没有让皇帝改变分毫。他对君清燕一直伪善到了极致。表面上，君清燕是他最宠爱的小13弟，背地里他也不敢要君清燕的命，于是就用各种方法打压他。娘，倘若我跟安宁王在一起，会对家族不利，您觉得我该退婚吗？你这话是何意？是不是跟你这次在外遇袭有关？丫头啊，你想得太简单了。倘若真的有人想要针对相府，就算你不与君清燕成婚，他们依旧会针对相府。别看娘每日都在后宅，但是很多事情娘都知道。你爹这个人很固执，是个很有想法且固执己见的一个人，同时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好。比如他一直都看好安宁王，觉得安宁王是仁义之人且有大才。云洛家一时不知怎么接母亲的话。你当你的那些哥哥为何会对安宁王又惧又敬重？因为他们很小就常听爹说起，听你爹拿安宁王与他们比较。其实娘知道，那些人并不是想阻止你与安宁王成婚，而是担心你爹站在安宁王一边，成为安宁王的势力。你这般想，就算你不与安宁王成婚，你爹看好的人，他依旧会愿意与他为谋。所以相府的恩威并不是系在你与安宁王的亲事上。娘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是不要让自己身上的担子太重。凡事还有你父兄与娘亲撑着，哪里需要你这个刚及笄的小丫头操心呢？他掌心温暖，说出来的话更是暖人心。佳儿，你要记得，你才只有15岁，还只是个小姑娘，可以尽情地做你这个年纪的小姑娘该做的事情。我知道了，娘，谢谢你。你要的解药我做出来了，但是想要的话，得拿些我想知道的来换。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方才有人潜进了相府，而且还成功身退了。我感觉不是像来杀人的，倒是像来偷东西的。你要是不给我下了药，封了我的武功，我高爹得帮你把那人抓住了。你现在还不知道我信任？我的解药在你的手里捏着呢，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怎么称呼你？我们都是代号，我代号孙，本名我想想啊，秦风。答应你的解药需要年复3日，3日后你身上的毒自然可解。哎呦，小姑奶奶，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以后我的这条命就是你的了。你想解毒不就是为了脱离别人的掌控？现在有解药了，你该跑才是。被人用毒药控制和自己意愿可不是一回事儿。我之前是被迫卖命，现如今是心甘情愿的供你驱使。不要看我被你抓了，我的武功可是天4门顶尖的，有我在你身边保护你，这李朝也没几个人能伤到你了。哟呵，这不是丞相府的戚小姐吗？你竟然还有空来逛人世，是准备找个人牙把自己挂上卖的吗？在我没动手前，从我眼前滚开！你还以为有相府撑腰？相府通敌叛国，现在怕是已经被全部抓住，等着斩首示众了。幸好我有先见之明，跟相府退了婚，不然我们宁远侯府也得受牵连呐。你在放什么屁？云洛家抽出鞭子对着他就抽了过去。穆北巡早就预判了他会动手，快步跑开。相府通敌叛国，与羌国私下来往密切，等着满门抄斩吧，别在这儿打我了，赶紧回去看看吧。云洛家看穆北巡那嚣张的样子，不像是只为了气他。他不再跟穆北巡纠缠，只收起鞭子，快步往丞相府跑去。丞相府通敌叛国，云洛家宁可相信世间有鬼，都不相信云华旭会通敌。通敌叛国，这罪名可是太大了。他脚步飞快往相府跑去，远远的就看到相府里3层外3层的禁卫军，
还有被禁卫军押解的亲人。怒气陡然上涌，心中生出一股怒火。姑奶奶，别冲动，你这样出去了，也就是多给他们送个人。听到秦风的话，云洛家陡然冷静下来。相府绝不可能通敌叛国，这个罪名由来绝对是有猫腻的。他想到了皇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帝先是支走了君清燕，然后伺机对相府下手，明显是早有预谋。这个狗皇帝，这是在逼他造反吗？相府的人一定要救，可现在外面都是禁军，他单枪匹马绝没有胜算。见云洛家冷静下来，秦风忽然笑了：我当真没看错你，你是个能做大事的人。吃了它可以恢复你的武功，我需要你的帮助。秦风接过药丸吞下，然后看向云洛家：你不会是想让我跟你劫大牢，或者是劫法场吧？云洛家微微眯着眼睛，却没有回答他的话。你还真的准备去劫大狱啊？难不成要去跟皇帝讲理吗？说的倒是也是，但是我还有点事儿没做，要是就这么死了，那多少有点遗憾呢。哼，别担心，这事儿爷干了，不就是几个大牢吗？也有人。不过事成之后，你得拿出你的解药来。你有多少人？只要你能拿出解药，30-50人还是有的。好，解药我有，你什么时候把人带来？越快越好。云洛家也不知道老夫人能在牢里撑多久。她的病虽然快痊愈，但是没能根除，很容易复发。牢中条件艰苦，她担心老人家的身体也吃不消。这次皇帝是触了他的逆鳞了，等他先把人救出来，这事绝不会就这么算了。我知晓你找我何事。我现在走投无路了，需要你的帮助，但是帮与不帮由你自己决定。你觉得他做的决定我能够左右吗？只要你想，你便可以。你还真的高看我呀！我确实有办法保护相府所有人的命，但我有什么好处啊？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还有什么好处给你？药材我倒是有的是，你需要吗？我要你。啊？要我？云洛家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君玄义微微眯起眼睛，靠近了云洛家。倘若事成，我要你做我的皇子妃，日后的皇后。你想娶我？他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云洛家忽然想到秋猎之后他上他府中那一次，他表现出来的异样。当时他确实有怀疑过君玄义对他有特殊的心思，但是不能确定，而且自己提出来还被君玄义否认了。如何？你若答应我，我便帮你救出相府的人。君玄义眼神直白，满眼都是对云洛家的占有欲。好，只要你成功救出我的家人，保证他们生命无忧。但是我不做你的皇子妃，我要直接做皇后，所以你需要快点夺了皇帝的皇位。所谓爱情对他来说本就可有可无，他喜欢君清燕没错，可也不会因为那点喜欢就拒绝君玄义置相府几十口人命于不顾。出了事以后，云洛家才发现想在这个时代存活，光是能说会打没用，得有权力。君清燕对权力没有欲望，而云洛家此时对权力的欲望达到了巅峰。哼，你对小皇叔的感情也不过如此吗？你耍我？没有，我说的都是真的。能帮你是真的，让你做皇后也是真的。我只是觉得这才像你，不被世俗侵扰，也懂得权衡利弊，懂得如何保全自己。他时常觉得云洛家跟他是一样的人，一样的人才应该在一起，一起互相取暖，一起并肩携手。君玄义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契约，递给云洛家。签上你的名字。这是类似于婚书一样的东西。签了，我们的约定就算达成了。相府的所有人，我会完好无损地带出来。就这样一张婚书，就算是签了又有何用呢？君玄义一天不坐上皇位，他便不会嫁给他。他提起旁边的笔，在那张婚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给我3日时间，3日后你就可以见到他们了。我现在就想要见见他们。